只因我们宗主收徒迷路，莫名其妙卷入圣人对决。这人从裂缝里钻出来，还四处看，倒不像是来探墓的，真奇怪啊！刚才根本不是阵法传送，是虚空裂缝，这可是圣人才有的能力，而且裂缝的气息比我强多了。他还是人族，难道他也是为地幕而来？若是和妙云一联手，这两个人盯着我不放干啥？不过我是来收徒的，跟我没关系。系统说徒弟在险境，可别浪费了。看来这俩干仗的是为了探宝，我突然冒出来，肯定被当竞争对手了。不过无所谓了，我只在意收徒。见陈玄要进墓抢占机缘，彭万里浑身一震，立刻一棍飞冲过去，想要阻止。好机会，阴阳八卦炉，去！妙云一，找死！道兄不用管我，你快进去。听到喊声，陈玄回头瞥了一眼，又转回去。我为什么要管你啊？我就是来收个徒弟，你们打架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好家伙，还真不管我了。我堂堂南域第一美人，帮他争取机会，他居然走了。就算我戴个面纱，难道身材声音不好吗？不想英雄救美就算了，装个逼也行啊。奇怪的男人。不管了，只要不让彭万里拿到地幕好处就行。妖族要是得到传承，绝对不会放过玉女阁。妙云一，既然你想打，那就打到底。复苏吧，雷霆棍！复苏阴阳八卦炉。两股极道力量相撞，轰的一声巨响，巨大气流扩散，周围山头瞬间被削平，碎石飞溅。多次对轰后，阴阳八卦炉白光暗淡，雷霆棍雷纹只剩零星闪烁。彭万里和妙云一气息不稳，力量衰退，地面开始震动，原本暴露在外的地幕缓缓朝着沙漠下沉，黄沙不断涌入木门。机会来了，收了武器赶紧走。就在妙云一跑路时，天空四方突然迸射恐怖神通，直逼其身。妖族的强者竟然来得如此之快。同时，彭万里的雷霆棍失去制衡，凌厉一击。遭受雷霆棍猛烈一击，身躯重创，而妖族又有6位圣人支援，我根本不是对手。落到妖族手里，我的下场绝对不敢想象。进入地幕是我目前唯一的逃生希望，纵然死也不能落到他们手里。6位妖族圣人形成包围圈，妙云一瞥向半路的地幕入口，祭出阴阳八卦炉普通而去。不好，他进地幕了，妖地幕马上要沉下去了。快，一起冲进去！我用雷霆棍开路。彭万里持雷霆棍率先冲向墓穴入口，刚到入口，却见妙云一拼尽全力推动阴阳八卦炉。随着全力一击使出，妙云一变得更加虚弱，但这一击却使得地幕彻底沉入黄沙，与妖族隔绝。竟然趁我不备偷袭，卑鄙！妙云一，我早晚要灭了你的玉女阁，让你为奴为婢。是谁杀了我？是谁杀了我？我不知道，我都不知道你是谁。你不是没死吗？是谁杀了我？是谁杀了我？我就是一个牧羊人，真不知道是谁杀了你啊！神底念无视少年的话，只是不停的重复追问。前辈，我真不知道是谁杀了你啊！是谁杀了我？神底念突然停下声音，似乎感应到什么，身上散发恐怖至极的气息，冲向通道。一位死去的大帝执念，竟想轰杀眼前活着的大帝。感受到神底念的威压气息，陈玄面容不变，不敌对，任由威压袭来。竟然是大圣境神底念，要是再给你个几万年，恐怕真就能顺利成帝。察觉到陈玄的强大，瞬间惊慌，连连向内室后退。不准过来，不准过来！呵呵，竟然还会害怕。陈玄继续缓步向前，每走一步，神底念就后退一大步。牧羊少年见神底念被陈玄吓到，如见救星，疯狂跑向陈玄。前辈救我！前辈救我！我真不知道是谁杀了他。姓名李七叶，牧羊少年。牧羊时狡猾，意外跌落山谷，进入地幕，因沾染地幕中残存的黑暗气息，被神底念误认为黑暗同类。柳月成仙时被黑暗至尊偷袭，重伤失忆，险些陨落。难道这地幕的大帝也遭了同样的毒手？这黑暗至尊到底是什么来头？怎么处处都有他的痕迹？幸好我有仙人召唤卡，日后成仙倒不用怕他。地幕突然剧烈颤动，原本纠缠李七叶的神底念瞬间消失。逃进内室吗？不过这些都无关紧要，眼下收徒才是正事。年轻人，本座是缥缈宗宗主，你可愿入我缥缈拜我为师？拜师，这位能吓退大恐怖的前辈要收我为徒，我一个只有一只羊的牧羊人，竟然能踏入修行，这简直是一步登天。愿意，弟子愿意，弟子李七叶拜见师尊。好，从现在起，你就是为师的第7位徒弟了，起来吧。师尊，刚才那个人，那是神底念，之所以缠着你，是因为你进来时沾染了黑暗气息，若没有这股气息，你恐怕早已被他所杀。不过现在有为师在，你不必害怕。虽然不懂什么是黑暗气息、神底念，但总算明白自己能活下来的原因了。还好遇到了师尊，师尊果然厉害。师尊，那咱们现在出去吗？不急，为师先去内室看看，
有没有关于黑暗的线索？道友，救我！妙云一话音落下，双腿一软，朝着陈玄方向倾倒，脸上并无慌张。师尊他好像受了很重的伤。道友，你怎么不接着我啊？我为什么要接着你啊？还真是个不解风情的男人。妙云一翻了个大白眼，缓缓解开满是鲜血的面纱，一张绝世容颜展露，瞬间让整个墓室都仿佛亮了几分。道友，我身怀极道武器阴阳八卦炉，可抗地势威压，不如我们合作探地关，所得之物分你30%。不用了，你的极道武器我不需要。不需要？拜托，这可是大帝尸体，没有极道武器，哪个圣人能靠近？道友是不是不信我有极道武器？道友且看，这下该信了吧？果然心动了，极道武器没人能拒绝。陈玄伸手一挥，一柄古朴长剑出现，极道气息比八卦炉更胜3分。卧槽，太皇剑，他怎么也有极道武器？极道武器开始不值钱了？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。徒儿，走吧，进内室。我太大意了，竟当着他的面亮极道武器。不过他要是心存歹念，刚才我接面纱时就该动手了。想到这，妙云一咬咬牙，快步跟上陈玄师徒。3人踏入内室瞬间，威压扑面。小心，这是地势威压，没有极道武器挡不住。妙云一猝不及防，急忙催动阴阳八卦炉，将3人笼罩其中，硬生生抗住了威压。但他本就带伤，一口鲜血涌到喉头，又硬生生咽了回去，脸色瞬间惨白。这女人还怪好呢，带着伤还把我和七爷召进来。这颗丹药能治你的伤，收起极道武器吧，这点威压对我没用。极品圣药，这秘境传承怕是都比不过这个药吧？他别大惊小怪的，快吃了吧。多谢道友。望着地师散发出来源源不断的威压，陈玄手指轻轻一勾，徒手化解地势威压，这实力也太恐怖了。此人到底是什么境界啊？出来吧，还躲？谁？神底念。道友，咱们共同催动极道武器，把神底念逼出来吧。不除他，动这里的东西会跟我们拼命的。呵呵，区神底念而已，何须联手？说罢，陈玄只是瞪了一下眼睛，地关一阵颤抖，神底念的身影不受控制的过去。不要过来！一时间，神底念吓了一跳，挣扎的只想往棺材里钻，似乎只有钻到棺材里，他才会安全。邪祟之物不该存在。陈玄面无表情的说出了这8个字，顿时间，神底念瞬间炸裂，化为齑粉。只因黑暗来袭，逼得大地假死脱身。这大地尸体从内部腐化了，怎么只剩下衣物了？他逃走了。啊，尸体也能逃走吗？对啊，如果青莲大帝没死，那又怎么会诞生神底念呢？假死，他用假死的手段骗过了自己，所以才诞生了神底念。神底念诞生后，留下了所有的执念和衣冠冢，逆天活出新意识。这位大帝生前绝对是大帝巅峰，几乎成仙的存在。黑暗至尊如此诡异，竟逼得大帝假死来逃避。陈玄突然抬手对着地关方向捏印，指尖符文闪烁。道友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看一下黑暗至尊长什么样。话音刚落，空间扭曲，眼前场景形成一片悬浮的星空，星空中突然闯入一黑一青2道人影，绯色人影主动进攻。2人挥手间，攻击之力被弹飞，落在远处星辰上。更有甚者，余威撞上星球时，星球直接炸裂。这只是余威就毁了星辰，他们的修为到底强到了什么地步？我的头好疼，道友救我！若是趁机提些过分的要求，估计他都不会拒绝。但这念头刚冒出来，就被他甩到一边。果然美貌确实让人心动。多谢道友出手相助，我修为不够，还是不看了。你现在可以看了。我现在可以看了。陈玄和妙云一聚精会神盯着星空地战时，星空中那黑青2道人影突然整齐停下战斗，而后齐刷刷的朝着墓室中的陈玄和妙云一看了过来。2道目光仿佛跨越了岁月与空间，朝着陈玄和妙云一看了过来。此2人虽仅是大帝后期，却距成仙尚远。他明明境界不算顶尖，为何能如此轻松化解那般恐怖的气息？似乎是时间在加速，陈玄继续看向星空。画面闪烁的也越来越快，最终青莲大帝重伤遁死，一斩落。黑暗至尊不过是气息阴森，实力寻常，无需担忧。道友，你看完了？徒儿，请来吧。咦，刚才发生了什么？陈玄抬手划开虚空，一道裂缝展开。陈玄率先迈步踏入裂缝。咦，竟然是10万大山，我们竟然来到了南域的南边。之前坐跨域船舟去东方用了几天，回来竟不到1个时辰，这速度太惊人了。
道友，如今太阳快落山，此地距南域东边极远，不如去我玉女阁歇息。明日我派战船送道友离开。不必了，这点距离，整个荒古大陆我片刻便能抵达。道友还不知你。云一，不是去东方了？何时回来的？这男人是谁？震天王，我去哪？交什么朋友？与你无关，不准叫我名字，称我妙阁主。道友，他是南域大封神国皇帝胞弟，我与他毫无关系。他与这王爷有没有关系？和我解释什么？无妨，在下东域缥缈宗宗主陈玄，后会有期。想走？不说清楚你为何在云一身边，休想离开。震天王爷，我敬你是王爷才客气，你太过分了，我朋友要走与你无关。陈道友，你尽管走，剩下的交给我。这小姑娘心真好，我没怎么理她，却一次次帮我。你再说一遍。我是大封神国王爷，圣人境强者身份堪比圣主，怎能被吓到？不然怎么追云一给神国长脸？本王说，你不说清楚，休想离开。是吗？三位圣人准备报仇时，结果男人只是一个响指就秒杀三位圣人。王爷被杀了，王爷可是圣人巅峰强者，快逃！陈道友，这不过是些蝼蚁，无需浪费时间。那些都是圣人境啊，他竟然不用动手，仅凭余威就能灭杀，这个男人的实力到底恐怖到什么地步？妙道友，我没给你添麻烦吧？没有。没有就好，那我便告辞了。此时，一道身影从远处天空疾驰而来。妙云一快步上前。师尊，苏柔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吗？真的是师尊，徒儿拜见师尊。都这样了，就别多礼了，快起来吧。师尊，出大事了，咱们玉女阁正被幽冥二教围攻，阁中老祖快抵挡不住了，弟子好不容易被长老送出来，正要去大封神国求救。刚才杀的好像就是大封神国的王爷，这下他的救兵算是没了。什么？幽冥二教怎么敢的？师尊，您不是出门了吗？怎么会在这里？这些事以后再说。幽冥二教联手，极道武器定然合二为一，我现在必须回去。陈道友，在下阁中有事，要先行一步了。说道友下次再来南域，务必到玉女阁歇息。说罢，妙云一便迫不及待地带着苏柔朝着玉女阁的方向去。道友，我与你一同去看看吧。幽冥二教各掌握半件极道武器，他们一旦联手，便和玉女阁势均力敌。对方趁着自己不在的时间对玉女阁发动了偷袭，阁中强者肯定伤亡许多。师尊，您看，他们已经把阁包围了。快破开了！再来一下，此阵必破。等进去了，玉女阁的美女可不能放跑一个。以前玉女阁仗着地阵和极道武器嚣张，现在没了妙云一，看他们还怎么垮！完了！玉女阁弟子们面露恐惧，老妪们盯着吞天魔冠的威势，似见震破人亡的惨状。破阵之后，你们所有人禁止反抗，必须第一时间冲出去寻找阁主。阁主拥有极道武器，必能重现玉女阁，此命令谁都不能违背。太上大长老，弟子们眼眶泛红，不少女弟子攥紧拳头。谁若是能为我们玉女阁报仇，我们甚至愿意以身相许，为奴为婢，终身伺候。住手！阴阳八卦炉。天哪，是阁主，阁主回来了！太好了，阁主没有去东边。阁主回来了，快，马上支援阁主，否则阁主一人对付不了幽冥二教的那么多人。走。数位老妪冲天起，站到妙云一身后。这一次过后，咱们幽冥二教将人手一把极道武器，彻底威震整个南域。哈哈哈哈！妙云一回来了，太好了！果然是漂亮到极致的师徒。若是一起伺候人的话，竟然还想让我们师徒一起，简直痴心妄想。眼前这个男人只是跟随女人回去看个热闹，没想到却卷入灭宗之战。幽冥二教教主再次推动吞天魔冠，吞天魔冠却猛然发出一股强悍之力，硬生生缠住了阴阳八卦炉，让双方陷入了无形的对抗之中。妙云一，你完了！教众们听命，阴阳八卦炉已被我们压制，你们一起上，先把妙云一身边的那些人给我抓过来。是。见状，妙云一便要强行抽回极道武器，想要护住陈玄等人。莫慌，我来解决他们。苏柔、太上长老还以为这两个男人只是纠缠阁主的人，既然这个男人要出手帮忙，他们自然也乐意。道友一定要小心，咱们背对背形成防御圈。圣女，你快到我们中间来，还有边上那年轻人已过。
死！天呐，这个男人到底是不是阁主的追求者啊？这也太猛了吧！这是真的吗？我的天，我怀疑我在做梦，而且阁主回来的也太巧了。完全没想到对方之中竟然出现了一位远超圣人境的强者，或许已经达到了圣王境界。不过那又如何？已然挡不住我们的愤怒。刚才死的那些人可是我们两教中绝大部分的强者啊！啊，就算你是圣王，今日也要你死无葬身之地。梦谁吐了梦卡，梦谁吐了梦谁卡，大地瓜那么烤地瓜，1块钱能买仨。不好，他们打开了魔罐，快散开！来，卧槽，教主炸了！走，快走！他在干什么？他竟然用吞天魔罐对准了自己。师尊带回的男人也太离谱了吧！这吞天魔罐里有无上魔力，能炼化世间万物，连圣王都不敢对着自己的啊！不对，他怎么没事？他怎么没有被吸进去啊？除了内部自成一界，有魔力腐蚀性，也没什么特别的，比我的大地戒指差远了。不过极道武器不嫌多，以后不用可以赐给属下。看样子以后还是要多出门比较好。圣人都受不了极道武器，更别说收入灵海。他怎么做到的？阁主能收阴阳八卦炉，是因为体质非凡，天生亲和。可他圣王性大能，玉女阁若是能依附他，以后就有庇护了。前辈，在下愿意带领整个玉女阁向前辈臣服，请前辈庇护我等。阁主，我等愿意臣服前辈，请前辈庇护我等。这就臣服了？我只是来收个徒弟啊，没想收个极道势力啊，而且还是全是女人的极道势力。收个极道势力当附庸也不错，以后缥缈宗在南域有了据点。你们确定要臣服于我？他在地幕里轻松压制帝师，刚才又随手收了极道武器，这绝对是超越普通圣人的圣王。荒古大陆地道断绝，活着的圣王都没有，有他庇护，玉女阁就不用怕被欺负了。确定，我们愿意永远臣服前辈，为前辈效犬马之劳。那行吧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我缥缈宗的附庸势力了，都起来吧。是，宗主。眼前这个男人只是随手灭了几个圣人，超级势力却跪着要当附庸。那行吧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我缥缈宗的附庸势力了，都起来吧。是，宗主。天色已晚，宗主还是在阁中落脚休息一晚吧，也好让我等尽一下地主之谊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暂留一晚。而且你们的地阵残破不堪，已经无法御敌，我就帮你们修复一下吧。地阵，他竟然能修地阵，我们真是赌对了。有这样的宗主，玉女阁以后再也不用怕了。七夜，你去休息休息吧。小道友请跟我来，我带你去休息的地方。多谢前辈，师尊，弟子先行告退，实在撑不住了，羊也丢了。虽然不能带羊入宗，但还是心疼啊。起！他的实力到底有多强？现在他在妙云一心里，比任何存在都要重要。他看着地震的方向，嘴角不自觉带着笑。师尊今天不对劲，但这事不能说破，先看着吧。这悟道茶叶和天灵果怎么看着不太对劲？妙云一见陈玄盯着桌案，眼神变化，以为自己精心准备打动了陈玄，嘴角笑意更深。看来宗主很满意，果然拿出珍藏是对的，以后一定要更用心侍奉宗主。宗主不必客气，你初次光临，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哇，原来是宗主感动了啊！今天是个好日子，我们的精心准备没有白费啊！众人一片激动，纷纷看向陈玄。他们不会以为我要夸他们吧？陈玄满脸懵逼的拿起一片发黄卷缩的悟道茶叶，放在眼前打量。这是悟道茶，极道势力这么穷的吗？还是说只有玉女阁这么穷？是的，宗主，这就是极为罕见的悟道茶。罕见？你们该不会是从垃圾堆里翻出来的吧？众人只觉得自己是不是出现了幻听，纷纷交头接耳。不是吧？悟道茶叶对圣人都有着巨大帮助，就连圣地也是在招待最为尊贵客人的时候才拿出来，在宗主眼里就是垃圾吗？顿时场面气氛有些尴尬，妙云一明白被嫌弃，心中略感委屈。宗主，这都是上好的悟道茶了，道韵没有一点流失。是啊，宗主，这都是我们玉女阁珍藏多年的悟道茶。或许悟道茶叶对他们来说确实很珍贵。我没看错吧？新鲜的悟道茶叶，我的天，怪不得宗主看不上我们的悟道茶叶，原来宗主竟然这么富有！天哪，这也太多了吧！我弟弟都死几个时辰了，还没找到凶手，你们到底是干什么吃的？国主，王爷消失的离奇，我们没有找到任何痕迹，要不请国师出手吧？国师是圣人强者，一定能找出凶手的。既然如此，那老夫就推演一番，帮助国主找回凶手。
终于要有线索了，一定要找到杀害弟弟的凶手。天地护我，擎天阵，快！对方太强，只因这名圣人强者算了一卦就死了。博主死了。推演个人而已，这都能死？不是说即便推演到了圣王也只是重伤吗？这怎么就死了？难道对方是超越圣王的人？除了中土神域，哪里都没有圣王之上的强者。快找个地方把国师埋了！就说国师修炼出了岔子暴毙而亡。啊？那震天王的事情怎么办？什么震天王？我们大封国什么时候有震天王了？您的胞弟小王爷啊！住口！本国主没有胞弟，本国主只有姐妹，没有兄弟。震天王的事情不必再查了。退下！是，属下告退。不管是不是神域的人出手，只要自己不去继续纠缠，那么此事也算彻底解决了。不得不说，玉女阁还真就是女人窝。系统打开奢华收徒礼包。丁，奢华收徒礼包打开成功，恭喜宿主获得大地召唤卡 X2，圣人召唤卡 X2，恭喜宿主获得1:1复刻分身1个，恭喜宿主获得悟道茶叶 X10吨，奖励发放完毕，请宿主注意查收。没了，又是悟道茶，我现在悟道茶都攒了20多吨了。这分身像倒是像，不过要这分身根本没什么用，算了，本来也没想着能有好东西，悟道茶叶就留着当奖励给弟子们吧。经过昨天的相处，再加上一夜时间沉淀，妙云一已经彻底被陈玄的人格魅力所吸引。我用战船送您去东域吧。不必了，这是我宗令牌，既然你已臣服我宗，以后若是阁中有事，可来东域缥缈宗。恭送宗主。哈哈，师尊还看呢，上宗宗主估计已经走远了。怎么，你很闲吗？闲的话就去帮长老们处理一下善后工作，快去。好吧，徒儿告退。听说地幕出事了，玉女阁阁主入了地幕。我也听说了，据说地幕里还有神底念，绝对是货真价实的地幕。我操，神底念都出来了，难道咱们南域也要乱了？听说妙云一出来后灭了幽冥二教教主，还夺走了极道武器吞天魔冠，肯定是获得了大地传承。我妖族大地传承，必须是我妖族的，一定要夺回大地传承。我从一个牧羊人变成圣宗弟子，这一切好像做梦一样。师尊，你回来啦？这是我的小师弟吗？师姐好。对，他叫李七叶，你带他熟悉一下宗门，然后帮他挑选一下功法之类的。好的，师尊。刘苍，宗主，弟子身份不能一成不变，晋升渠道得打开，而且内门弟子数量太少，需要填充。确实，外门弟子中不少人有潜力，只是之前门槛太高。此次开山收徒，内门弟子招收要求放低一个台阶，8星潜力便可入内门。另外，所有外门弟子每5年考核一次，达到要求就能进内门，考核内容就交给你负责了。好，我这就去安排。这个男人将一无所有的破烂宗门发展成为天下第一宗，而他的目标远不止如此。自此之后，缥缈宗招收弟子的要求调整，6、7星为外门，8、9星为内门，10星及以上为亲传。是，宗主，属下即刻记录归档。另外，为保弟子公平，你提前开启外门晋升之路，现在就着手准备内门人选考虑。宗主英明，这定能激励弟子们奋进，属下这就去办。刚接到消息，宗主调整了弟子等级，还提前开了外门晋升内门的考核，6到7星外门，8到9星内门。我现在7星，再加把劲就能进内门了。所有外门弟子瞬间沸腾，全场一片狂热。这次一定要去内门拼了！宗主，属下突破圣人境，今日出关。很好，如今宗门女弟子女杂役事务繁杂，你是唯一的女长老，我破格提拔你为外门正式长老，福利待遇也一并提高，算是对你的激励。谢宗主信任，属下并不辱使命。你的经脉有些滞涩，每日修炼后多泡半个时辰的灵泉，会有改善。谢洛长老。长老，我暗恋李长老，可他根本不看我，我是不是？感情之事不能强求，你先专注提升自己，等你足够优秀，自然会被看见，别郁郁寡欢。
影响了修行。洛飞轩说完，又接过下一名女弟子递来的修行笔记，继续讲解，始终没有停歇。此次开山收徒，一定要召唤些女长老来谈，不然洛飞轩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。宗门缺女长老的问题也该解决了。师尊，你说是不是弟子太笨了，所以修炼速度才这么慢？要不弟子还是去外面待着吧，弟子实在不配成为亲传。徒儿，你记住，你是平凡之体，不需要像其他人一样刻苦修炼，你要做的就是平凡。从今往后，你就在主峰上养鱼种花，砍柴浇水吧。是。我记得小师弟早上出门的时候，好像才筑基后期吧，这就半步临海境了。卧槽，小师弟这也太离谱了，只是去浇个水回来，竟然就又突破了。几位师兄师姐，早上好，你们今天不去修炼吗？小师弟，你这几天怎么突破的那么快？是不是找到了什么技巧啊？能不能给师姐说说？我也不知道，师尊让我少修炼，没事养鱼种花，劈柴挑水，然后我就干这些活，干着干着就突破了。你确定？小师弟，你可别想着偷偷的卷我们啊，我们已经够努力了。我真的没有偷偷修炼啊，师兄师姐，我之所以干活的时候突破，是因为我只想着干活，脑子里没有想别的事情。要不你们和我一起干活试试吧？好你个逼娃，知道我们学不会，还让我们去，是不是就想装逼啊？我们才不去看你装逼呢，我们就不了，你忙你的吧。师兄师姐们，既然你们不去，那我就去干活了。我昨日养的金鱼还没喂呢。去吧。眼前这个人不需要修炼，只管干活就能升级。卧槽，又突破了！真的只是干活就突破，这用不了多久就会被小师弟追上。看来我等也不能懈怠，我们也必须鞭策自己，不如一起去外界历练吧。虽然在宗门突破也很快，但只有真正历经生死考验，才有更多的收获啊。师兄，那我们该去哪里历练呢？简单，中土神域。师兄，真要去神域吗？那里可是危险的很呐，而且神域的势力也不是很待见我们外域之人。是啊，师兄，神域遥远无比，还相隔着无界海域。我们虽然都是天王境，但没个几十年，怕是飞不到中土神域啊。那么远的路程，谁说要飞了？我东域第一宗的名号可不是盖的。走，去找师尊，他肯定有办法。师尊，我们4人想前往中土神域历练，恳请师尊应允。想去就去吧，让刘苍送你过去。多谢师尊。龙傲天，本座5位徒弟要去神域历练，特命你暗中保护，不到生死攸关时刻，不准出手。这件极道武器七星钟就暂时赐给你傍身，若表现良好，七星钟便赐予你。极道武器？老龙，我也可以拥有极道武器了吗？想当年我是准帝的时候，未婚妻为了获得极道武器的材料，硬是偷摸把我的肉身给炼了。是，宗主，老龙，我一定好好守护他们，不到生死时刻绝不出现。这里就是神域了，感觉也没什么不一般啊。是啊，这环境比起我们缥缈宗来说还是差远了。有人在战斗，走，过去看看。连我一招都挡不住，你拿什么守护药王令？交出来，再给本神子磕头认错，本神子可以饶你不死。休想！我虽不是天才，但一身光明磊落，行得端，坐得正，怎会受这般羞辱？士可杀，不可辱。别以为你是圣地神子就可以为所欲为。老夫以黄级初期败在你半步黄级手下，是老夫技不如人，但老夫宁愿把药王令送与其他人，也不会给你。众位道友，此乃药王令。药王秘境开启时，凭此令可进入。那秘境是数万年前极道势力所留，里面定有无数奇珍异宝，进入必能飞黄腾达。若是不怕得罪我北家圣地，尽管接。刚才没说这话还能争一争，现在神子放话，谁敢争？不想活了吗？我知道没人敢接，但事到如今，药王令横竖要丢，宁可站着死，绝不跪着活。这么多修士，总有不怕死的吧？拿去。我操，真有人敢接啊！难道他真不怕北家圣地？想跑？哼！你们好胆，竟敢无视我的话语！这4人修为不弱，为首的是天王后期，其他人也是天王境，算一方天才。要是死了太可惜了。众人都低估我们了。我们修为虽不如北浩君，但都是天纵之资，御空境就开始越级战斗。是啊，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。你以为你是谁啊？谁都要听你的。这东西是别人给的，又不是你的。我劝你莫要多管闲事。师妹们，我们走。
我北浩君也不是不讲理之人，区区一块药王令对我来说不重要，想走可以，那就打败我。这世道总有人狗眼看人低，殊不知眼前4人师尊乃是大帝，手下更是大帝成群。就你们几个也敢在这无尽山脉晃悠？师兄师姐们，让我来战他吧，给师妹一个表现的机会。灵儿师妹，你刚入宗修为不高，还是我来吧。别争，让我来就行。他们疯了，修为都没北浩君高，还敢争着打？北浩君可是圣地神子啊，红岭里最逆天的存在，高他1两境界的都不敢惹。这4人到底什么来头？没听过北家圣地吗？北浩君脸色一沉，眼神冰冷，仿佛受了折辱。不用商量了，你们一起上吧。你确定？对付你们，一只手足矣。若是你们能逼我出另一只手，药王令我便不再追究。动手吧。 4人相视一笑，眼神一凝，同时推动神通。万古皆空，无敌剑意，上苍劫光，混沌神光。 4道毁天灭地的气息冲向北浩君，北浩君瞳孔骤缩，浑身一紧，立刻催动防御。有点东西，没想到遇到对手了，但还不够。万古皆空率先击中北浩君，北浩君起初不以为意，却不知其修为正在慢慢消散。呵，就这点手段？我操！我修为呢？我他妈修为怎么没了？还未等北浩君反应，无尽炼意，混沌神光，上苍劫光，3道神通同时击中北浩君，3声巨响响彻山脉，血肉横飞。这也太狠了，看不清伤势。北浩君要完了吧？就在北浩君濒死之际，一道恐怖气息降临，护道者出现在北浩君面前，亮起金光护住其心脉。北浩君的护道者，圣人跑还是战？完了完了，圣人要动手了，绝不是对手，随时准备逃。护道者没有动手，只是留下一道凛冽眼神，托起血肉模糊的北浩君，腾空而起。4人看着护道者远去，齐齐松了口气。林凡擦了擦额头冷汗，怎么走了？他竟然没给神子报仇。是啊，我还以为我们要在这里嗝屁了。还好，刚才那个是护道者，护道者不准插手守护之人的修炼，只能在濒死时出手保命。啊，还能这样玩吗？是啊，这是神域公认的规矩，不然护道者动不动出手，弟子还怎么历练？所以护道者只负责保命。不过你们别大意，护道者不出手，但北家其他弟子或长老可能会找你们麻烦，赶紧走吧。原来如此，多谢道兄。 4人道谢完，快速离开空地，往山脉深处走去。药王秘境快开了，我们目前只有1块令牌，得抓紧时间再找3块。我提议，接下来行事低调点，以拿令牌为主，不要恋战。好。 4人越过山川，跨过大河，沼泽地里杀蛟龙，妖兽巢穴取兽仔。前辈墓里睡过觉，一块又一块药王令被收入囊中，机遇不断，促进着几人的成长。无尽山脉越来越热闹，更多天才到来。北浩君被打败的消息传开，不少圣地神子神女听说后，便找到4人组，主动挑衅。你们就是打残北浩君的4人，敢跟我一战吗？切，废话什么？不过是运气好罢了。我来试试你们的斤两。几人被迫出手，碾压式打败挑衅的神女。缥缈中外，密密麻麻的人影铺天盖地。一眼扫去，除了人还是人，不知有多少人汇聚于此。是呀，这人数也太多了，比缥缈宗第一次开山收徒热闹10倍都不止，简直是海天盛宴。虽然此次人多，但山野之间的秩序却比上一次更加好了。什么客栈、酒馆等等基础设施更是应有尽有。超级势力的人也被这流量惊呆，纷纷选择来此做生意。咱们这神兵级客栈容量大还规范，刚开门就被抢满了。虽然改造神兵心疼了好几天，但这收益够再造好几件新神兵了。值！这些豪华长瞬间爆火，直接让各大超级势力赚得盆满钵满。这些人又开始苦恼了起来，房间住满了，还怎么继续整？于是，一番研究，各大客栈又陆续推出了叫醒服务、通知服务、夜房服务、3餐服务。快把叫醒服务的牌子挂出去！住满了房，咱得从别的地方接着赚。这些富家子弟花钱不眨眼，多推出几项服务就能一直薅羊毛。客人快醒醒！缥缈宗测试快开始了！随着通知，客栈里的客人一个个精神抖擞的推开房门，一位精心打扮过的漂亮女人更是率先开门走了出来。萧晨哥哥，我来找你来了。为了提升天赋，消耗点寿命算什么？只要能顺利进缥缈宗，就算付出再多，也要让萧晨哥哥原谅我。这姑娘也太好看了吧！是啊，可惜她好像只关心缥缈宗的测试。长老们出来了，还有帮忙的弟子，快看。那个坐在长老身边的弟子是谁？居然能跟长老并排坐。是萧晨哥哥，他居然坐在长老身边，肯定特别受重视。唉，可
可惜人太多了，他根本看不到我。天梯是天梯，上次测试就是用这个。要开始了吗？我在家练了1个多月，爬山600层肯定没问题。本次测试规则不变，登上600层者为外门弟子，若中途被击落，可重新排队再次攀爬。测试开始。谁他妈挤我，还踩我头？卧槽，我鞋呢？谁把我鞋挤掉了？天梯测试犹如大浪淘沙，参加测试的人虽然多，但潜力通天者依旧极少无几。只要入了600层，通过卫星考验就能入外门。我能入外门已然不易，没必要再往上了。一个没有修为的少年，想多爬几层难如登天。卧槽，那个少年是谁啊？看起来好像有点猛。李平安。卧槽，怎么是他？他好像才1星天赋啊！他区一个1星天赋的凡体，怎么能爬得上800层？爷爷，我上800层了，我已经成为缥缈宗弟子了。世人都说凡体不可修炼，但我一定要向世人证明，凡体亦能斩妖，凡体亦能除魔。李平安一路向上，超越众多修士，最终停在第998层。不出意外的话，上面那个人以后就是我师弟了。义父们，我已经把最新一集放在主页置顶视频了，等不及的宝子可以支持一下。宗主感激涕零，五体投地。眼前这个宗门只是做个测试收徒，结果2万修士都符合条件，系统直接奖励40张圣人召唤卡。这人也太多了吧，又得好好忙了。宗主，此次开山第1天，共收外门弟子2万人，内门弟子200人，其中有一位名为李平安的弟子登上了998层。不错，好生培养，下去吧。是。第一次见到这么多收徒礼包，陈玄一时间都不知道怎么用啊。虽然豪华和奢华里面并没有什么太好的东西，但光是这个数量就多得让人眼花。系统，打开所有礼包吧。所有礼包打开成功，恭喜宿主获得天王召唤卡加20180张，恭喜宿主获得圣人召唤卡加40张，恭喜宿主获得千年雪灵芝加1万，恭喜宿主获得各类基础弹药加200万枚。一连串的大额奖励陆续到账，看到这些奖励，陈玄都无奈了。系统，把所有召唤卡都给我合成。恭喜宿主合成成功，当前大帝召唤卡加4不可合成，圣人召唤卡加201不可合成，黄旗召唤卡加8还可以合成1次。好家伙，这才开宗第1天就获得了4张大帝，200张圣人，这要是收徒7天，那不真正变成了圣人多如虎。反正系统让我发展成为诸天第1宗，圣人多一点很合理吧。自此，陈玄便拥有了3张仙人召唤卡、4张大帝召唤卡以及200来张圣人召唤卡。系统除了仙人卡外，所有不能继续合成的卡全部给我召唤出来。人物批量刻画中。缥缈宗内，一个又一个强者凭空出现，没一会功夫，4位大帝便带着200位半部圣王浩浩荡荡的赶到了主峰之上。我操，刚才飞过去一群什么？感觉好恐怖。那七夕是圣人，好多圣人啊，这是出什么事情了？安静！刚才过去的是我宗闭关的长老，如今开山收徒，弟子增多，长老们出关了而已。卧槽，刚才飞过去那些全都是长老啊！我们宗门实力这么强吗？拜见宗主，拜见宗主。陈玄听到女声，面容一喜，转身看向人群。哦，这下宗门总算有强大的女长老了。你们4人叫什么名字？属下杜战天，属下杜百天，属下杜插天，属下杜破天。拜见宗主。啊，你们和天有仇吗？没仇啊，宗主。没仇的话，能起这名？哈哈哈，都起来吧。从现在开始，宗门成立刑法堂，用于监管宗门长老、弟子、杂役以及进修弟子的违法处理。你们4人变为刑法长老，直接听我调令。那200圣人便是你们的刑法成员，去吧。是，属下领命。听说了吗？陈玄带妙云一从地幕出来后，灭了幽冥2教，妙云一好像得了妖帝传承。肯定是真的，幽冥2教联手都被灭了，玉女阁残破的地阵还被修补了，不是妖帝传承，玉女阁哪有这实力？妖帝传承是妖族至宝，绝不能落在人族女子手里。赤虎族长、古元族长，你们随我一同前往玉女阁索要传承，不给就灭了玉女阁。眼前这个男子还在悠哉的发展宗门，却不知只因一个虚无缥缈的传言，南域几大妖族族长集结全族之力，带上几道武器，准备杀上玉女阁。结果
妖帝传承是妖族至宝，绝不能落在人族女子手里。赤虎族长、古元族长，你们随我一同前往玉女阁索要传承，不给就灭了玉女阁。好，我族带上镇义盾，定能拿下玉女阁。走，让那妙云一知道我妖族的厉害。妙云一，出来受死！妖帝传承本就是我妖族至宝，岂容你一个人族女子私藏？速速交出传承，我的可以饶玉女阁不死，否则今日便让你这传承万年的宗门化为飞灰。不错，妖帝之力，唯有我妖族正统才能继承。你占着传承不放手，简直是逆天而行！识相的赶紧交出，免得连累全阁上下，陪你送死。宗主，彭万里带来了几大妖族的主力，还有2件极道武器。我们的护山大阵虽然已经修复，但根本挡不住极道武器的轰击啊！而且外面现在都传您得到了完整的妖帝传承，那些圣地也都在暗中观望。一旦我们落败，他们肯定会一拥而上，到时候后果不堪设想。诸位长老稍安勿躁，妖帝传承之事本就是无稽之谈，他们不过是觊觎传说中的力量，想趁机吞并我玉女阁罢了。可他们兵临城下，我们该如何应对？传我命令，全阁弟子进入战备状态，启动护山大阵最高防御。另外，立刻派人前往缥缈宗，向陈玄宗主求援。师尊，弟子准备好了，可以开始传送了。好，此去东域路途遥远，虽然有极道武器加持，但我们也不知道会把你传送到东域那个位置。你出去后，路上一定要小心。妙云一嘱咐了一番后，便与所有太上长老合力，开始催动传送阵法。这里便是东域吗？师尊，你们一定要坚持住，我一定会找到上宗的。道友，请等一下。请问道友听说过缥缈宗吗？缥缈宗？你是去缥缈宗拜师的吧？跟我来，我带你去。我这船也是去缥缈宗的。这是哪里？这不是缥缈宗啊！好漂亮的妞儿，这次带回来的不错。来呀，把她给我送到我房间去。我的手断了。卧槽，他是凝神强者，快跑，快跑！掌柜的，可否听过缥缈宗？缥缈宗？你现在去来不及了，最后一班船已经发走了。不过边上的云州好像有船到荒州附近，你可以去看看。义父们，我已经把最新一集放在主页置顶视频了，等不及的宝子可以支持一下。宗主感激涕零，五体投地。陈玄也没料到，茫茫东域有一个女人正在满东域的找他，而且路上还被人骗了好几次。不过对此陈玄并不知情。宗主，此次收徒7天，外门弟子10万人，内门弟子1000人，其中内门弟子达到9星潜力的100人，8星潜力者900人。虽然没有亲传出现，但对于这个结果还算挺好的，毕竟稳定诸天第一宗，庞大的弟子数量是重中之重。宗主，新弟子没有见过宗主，需要搞一次入宗大会，来让弟子们瞻仰一下宗主的容颜，以免大家都不认得宗主。好，刘苍，此次入宗大会你来负责，到时候本宗主只需出个面就行。是，宗主，手下告退。系统召唤刚才合成的卡。叮，人物刻画成功，正在朝着宿主赶来，请宿主耐心稍等片刻。此刻的缥缈宗经过一波又一波的召唤，光是大地长老就达到了28位，半部圣王更是达到了恐怖的1018人，1000多个圣人，28个大帝，卧槽，这么多了！就是不知道28个大帝能不能打得过一个黑暗至尊。想到黑暗至尊，陈玄脑海里又浮现出了当日在地幕里看到的战斗场景。28个能成长的大帝，谁打谁还不好说呢，更何况还有3张仙人召唤卡没用，当前还是得要先发展宗门。陈玄忽然想到了自己要往南域玉女阁传送阵的想法。明天开完入宗大会后，让刘苍去办吧。师尊，一位的不错，记得早点休息，明日随为师参加新弟子的入宗大会。是，师尊。那就是宗主吗？比传闻中还年轻，宗主气场好强。弟子拜见宗主。红日初升，其道大光，河出伏流，一泻汪洋。乾隆腾渊，鳞爪飞扬，如虎啸谷，百兽震惶。少年自有少年狂，
少年狂，我命由我不由天。我气少年穷，少年强则宗门旺。既已入宗，希望你们好生修行，不要辜负宗门期望。接下来有请宗主讲话。宗主要不要上去讲两句？我这里还有一份稿子。那我就简单讲两句，稿子就不必了。你们能通过宗门测试，证明潜力非凡。本宗主希望你们保持初心，努力修炼，无论遇到任何挫折，都不要轻易放弃，要相信自己能成功，相信自己未来必定正道成帝。正道成帝路途坎坷，充满荆棘，但风起于青萍之末，浪成于微澜之间。正道成帝亦是如此，努力吧，少年们！大会结束后，萧晨跟着几位兄弟和李平安激动地朝幻塔方向走去。萧晨，后面好像有人跟着我们。你们先去，我随后就来。真搞不懂纳兰岩怎么入了宗。萧晨哥哥，我还以为你会装作不认识我呢。你能过来，我真的好开心。纳兰岩，既然你入了宗，我也没什么好说的。我们的恩怨已清，以后我不会找你麻烦。此次只是告诉你，在宗门请端正自身，莫辜负宗门期望。萧晨哥哥，以前是我不对，你别生气好不好？只要你不生气，你让我做什么都行。宗派不要，除非你叫我一声嫣儿。最新战报，超前点播已更新至95集，点击主页置顶第一个视频即可提前观看。只因女人嫌自己长得丑，男人一套还我飘飘拳，直接把女人打得怀疑人生。那个时候，他也这样每天缠在我身边叫萧晨哥哥，还撒娇让我叫他丫，可一切都被退婚毁了。师妹，请你不要这么贱。贱，师妹，萧晨哥哥，那你希望人家贱吗？你这样只会让我更加反感。是吗？要不你继续打我吧，狠狠地教训我这个贱人。萧晨看着他找打的样子，手心莫名发痒，本能握拳还击，转身想起。萧晨哥哥，你不会舍不得吧？舍不得？他妈舍不得打死你！我们恩怨早算清了，既然你已入宗，我们就是同门，希望你好自为之。萧晨哥哥，求求你打我吧，你不打我，我心里不好受。当初退婚，我真的没有办法啊。萧晨哥哥，别忍着了，想想当初我羞辱你的样子，我不止羞辱了你，还羞辱了你父亲、你爷爷。你真当我不敢打你？贱人！那你打啊，你不打，我就把退婚的事告诉室友，让所有外门弟子都知道。住嘴！你个贱人，就这么欠打吧？我就要说，你就是被我退婚的废物少年，这是事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别打了。看着他红肿的脸颊，心里居然莫名产生一股爽感。以后再敢纠缠我，这就是下场。呵呵，我不怕，我全听你了。哎呀，卧槽，好疼，脸疼心却高兴。他愿意打我，说明还有戏。要是连打都不愿意，才真没戏。宗主，山门外来了个女修，说是我们宗的附庸势力玉女阁圣女，这是她的信物。玉女阁确实是我宗附庸势力，不过玉女阁远在南域，什么时候来东域了？把她带过来吧，我亲自见一下。附庸势力玉女阁弟子苏柔拜见上宗宗主。苏柔，是阁内出了什么事情吗？禀上宗主，南域妖族联手威胁玉女阁，我是被长老们传送过来的，请宗主出手救救玉女阁吧。只要宗主出手，我们玉女阁愿意付出任何代价。宗主，求您救救玉女阁，妖族围困多日，再无支援，我们就要，哪怕上宗主现在提出一个很过分的要求，我都会同意。你不必担心，此事我会让人去处理。刘苍，你去处理吧，顺便在玉女阁装个传送阵，以便两域之间快速互通。另外告诉玉女阁阁主，既然已经附庸我宗，可以让他们挑选100人入我宗进修。是。宗主，我又要飞回去吗？没让你飞回去，看你满身疲惫，就暂时留在宗门休息几天吧。等那边处理好后，你再回去。东域遥远，一个女弟子万一在路上出点什么事，他们就相当于白等。思来想去，妙云一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断往东域送人。乖徒儿，此去东域山高路远，必然充满危险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师尊。不管前路多么危险，弟子一定誓死找到上宗，绝不辜负师尊的厚望。宗主让我告诉大家，超前点播已更新至98集啦，要打打宗主，别打我。女子宗门正面临妖族围攻，向眼前男子求援，结果男子就派了一个长老。地震都拦不住他，难道是上宗的人？敢问阁下是何人？来我玉女阁所为何事？这里就是玉女阁了吗？你们谁是阁主？在下便是玉女阁阁主妙云一。本座缥缈宗内门大长老刘苍，奉宗主之令前来解决你们的麻烦。说说吧，现在情况如何啊？多谢上宗，
妖族以困兽政策封锁我们，还持有极道兵器，强者越来越多。区妖族，不足挂齿，你带本座过去，本座驱散了他们便是。刘长老，对方妖族强者众多，要不等上宗的其他长老到来后，咱们再一同前去。没有其他长老，此次只有本座一人。只有一个人，妖族可是有2件极道兵器。呵呵，谁说要靠你们了？本座一人足矣。带路。卧槽！快看，玉女阁的人出来了，身边还跟着个男人。玉女阁出来了，还请来了救兵，快给圣地传讯。快告诉圣地，就说玉女阁可能要交出大地传承了，现已出阁，还找了担保人。看到缥缈阁的人出来，冯万率先冲出，身后数十位妖圣陆续将刘仓等人团团围住。哼哼，妙云，你既然有胆子出来，这下看你往哪里跑。刘仓眼神淡漠，内心从容。等这些妖族全部到齐，一下解决，省得后续麻烦，来回去找。20多妖圣，就算是我带着极道武器，也难以突围出去，希望也只能彻底放在刘仓身上。本座刘仓，东域缥缈宗内门大长老，玉女阁已臣服我宗，是我宗附庸势力，与玉女阁为敌，便是与我缥缈宗为敌。尔等速速散去，否则后果自负。原来是从东域搬来的救兵，妙云一，你胆子挺肥啊，就这么被忽悠出来了。哈哈哈，区区一位长老也敢在我妖族面前大言不惭。呵呵，我倒是想知道是谁给你的勇气？怎么，你一个东域势力也想插手我们南域的事情吗？我数3个数，3个数内不走，那就别走了。哼，3个数，你以为你是谁？就算你也带了极道武器，我们也不怕。呵呵，说吧，我们也给你3个数，3个数后，你要是不走，也别走了。和他废什么话？要我说，直接动手，先把妙云一控制起来，然后严刑拷打一番，他自会交出妖帝传承。干他！不好，快，一起抵挡！找死！哼，怎么可能？一起发力，轰死他！雷霆棍！给你们机会，你们也不中用啊！既然如此，那就全部见你们老子去吧！哼！前辈饶命啊！我们这就离开，请前辈放过我等啊！目的已然达到，这几个妖圣刚才也没有出言不逊。1天时间，所有妖族撤离玉女山脉，否则后果自负。是，马上走，这就走。超前点播已更新至99集了，我是宗主还未出场的贴身侍女，100集呢，他还在爆肝。眼前这个男人带着一群娘们进入宗门进修，结果引来弟子们的围观。圣主，玉女阁危机解除了，妖族圣人全灭，2件极道兵器丢失。不好了，玉女阁搬来一位救兵，抬手就杀了20位妖圣。啊！什么？抬手镇杀20位妖圣？卧槽！玉女阁搬来的救兵这么猛，真的假的？玉女阁都附庸别人了，不是中土神域的势力，是东域势力。东域怎么会有这么强的势力？南域的各大圣地得知消息后，直接原地傻眼，不敢相信。一时间，东域缥缈宗的名字开始在南域广为流传。俗话说头发长见识短，我们头发虽然长，胸也大，见识也多，但也没见过如此恐怖的手段啊！一招镇杀20余位妖圣，妖族屁滚尿流逃走，这仅仅是上宗的一位内门长老，上宗实力怕是挥手能镇压整个南域妖族。妙阁主，事情已经解决，咱们回去吧。是，这就回去。刘长老，这边请，去大殿歇息。不必了，宗主有令，让本座在你们这里打造一座传送阵，便于2家之间来往。你选一块区域给本座用于安装传送阵。上宗要打造2域互通的传送阵，这可是巨大工程，现在基本没人能造，遗留的也都残次不全。要是成了，2域来往眨眼间，谁还敢欺负玉女阁？玉女阁地位绝对飙升。刘长老，你看那天地怎么样？可以。对了，宗主还有令，你们既已是我宗附庸，宗主赐你们100年进修名额，你可去挑选100人入我宗进修。什么？还能去进修？跟长者身边修炼和单独修炼成果天差地别。刘长老和陈玄宗主这次也是圣王境界，可能是大圣，这宗门比神域都强吧？能在圣王身边修习，前途不可限量。对，去挑选吧，不要打扰我布阵。
长老，传送阵成功了，太厉害了！虽不喜欢拍马屁，但这悦耳声音听着也有些飘飘然。传送阵已经可以用了，本座的任务也算完成了。对了，进修弟子选好没有？选好的话就随本座回去吧。刘长老，这里是98位进修女弟子，另外再加上我以及在宗的苏柔，刚好100人。行，那就随我入宗吧。这里就是上宗吗？好浓郁的天地灵气，我这辈子都没见过。我觉得好像要突破了。管束，现在不能突破，太丢人了。妙阁主，进修弟子需遵守宗门条例，修炼资源需向长老请示领取。多谢刘长老提点，我等记下了。哇哦！我操，女人，好多女人！天哪，这是哪里来的仙女？最前面那个也太完美了。好多目光，我有点紧张。都围在这里干什么？速速散去！是。很快，刘仓带众人来到了进修峰，将人移交给了进修峰的长老。果然，男子多的宗门连空气都热辣辣的。玉女阁进修弟子见过长老，长老是管住宿的吗？请问我们住在哪里？长老在哪？我不是长老啊。你不是管住宿的长老吗？我不是长老，正式介绍一下，在下缥缈宗附庸势力叶家老祖叶君临，是进修弟子。你们也是来进修的吧？是的，在下乃玉极道势力玉女阁阁主妙云一，见过道友。卧槽，极道势力的阁主，宗门现在这么猛，连极道阁主都来进修了。超前点播已更新至101集了，等不及的宝子可以点击置顶第一个视频提前观看哦。宗主，近来有不少男弟子往进修峰跑，给玉女阁女修送礼，谢谢，扰得女修们有些苦恼。对方老大刚走，我的弟子们就按耐不住了，属实有点丢人。年轻人年轻气盛很正常，要是赌得太厉害，说不定会适得其反。疏通，必须要疏通。刘操，你立刻打造2张榜单，一张内门天榜，一张外门地榜，刻在巨型石碑上，放在所有弟子必经之路，清晰写上全宗所有弟子排名，把他们的注意力给我掰回来。是，属下这就去办。次日，宗门内2块榜单伫立，上面清晰刻着排名：天榜第1名萧晨，天榜第2名韩跑跑，地榜第1名罗峰，地榜第2名。榜单仅显示前1000名，后续排名可凭意识查看。我以为我内门排名能进前500，结果才800多，不行，我得好好修炼，提升排名。我靠，我都排到外门8万名了，谁再拉我去进修峰，我跟谁急？不对啊，刚才我不是还在23510名的吗？怎么一眨眼就跑到23518名了？我听长老说，这榜单是实时的，只要有所提升，就会立刻被榜单检测到，排名也会变动。原来如此，实时更新的榜单要卷起来了。众弟子随风而散，有的直奔修炼室，有的取出功法开始背诵。原本热闹的进修峰方向空无一人，感受着全宗努力修炼的状态，陈玄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刘仓对进修峰再做些限制，另外给天地榜加些奖励，天榜前100名，地榜前1000名，每月额外发放悟道茶叶、修炼丹药，排名越靠前，奖励越多。小样，本宗主还治不了你们。奖励消息传开，下方修炼的弟子们更加疯狂，有人甚至边跑边打坐，各大修炼设施直接挤爆。这还要什么自行车啊？上岸第一剑，先斩意中人。中土神域无尽山脉深处，天地裂开一道数百公里的虚空裂缝，开启了，终于开启了，这就是药王秘境吗？只是开启个入口，就好像天地裂开了一般。走，快进去抢占机缘。手持药王令的修士纷纷飞向裂缝，另有一批无药王令的散修躲在远处，眼神闪烁地盯着秘境入口。等秘境结束，咱们就盯着那些没背景的散修，抢他们的东西，没错。师兄，大家都进去了，咱们也进去吧。不急，咱们得罪的人太多了，等他们都进去了后，咱们再进去。话音刚落，天空中突然落下数道锐利目光，直直锁定林凡几人。在那里，就是他们，竟然敢废我的徒弟，今天必须抓2个当新徒弟。唉，这几人天纵之姿，丝毫不弱于任何神子神女，若是不加入我宗，实在可惜。不好，我们被发现了，快走，闯入秘境。就在几人即将冲入秘境时，一道恐怖的剑气直接将4人击落。眼下逃是逃不掉了，只能用规则自保。众位前辈，我等小辈历练，不可避免产生摩擦，如有误伤前辈弟子，还请恕罪。难道前辈要违背规则强行插手小辈之间历练，将我等诛杀？对你们动手又如何？规则是限制弱者的，不是限制强者的，乖乖束手就擒吧。超前点播已更新至105集了，点击主页置顶第一个视频即可提前观看。这几个人仗着自己是圣门强者，想要强行抓走眼前这几个天才少年，结果
黑龙前辈，是黑龙前辈。卧槽，黑龙前辈怎么在这里？我知道了，肯定是师尊不放心我等，所以让黑龙前辈来守护我们。师尊对我们真好，我真的爱死师尊了。好家伙，出现的是老龙，你们竟然谢宗主，我真的谢死你们！哼，以大欺小者，杀无赦。小辈自有小辈路，不管是谁，胆敢以大欺小，下场就是如此。黑龙前辈，你越来越帅了耶！多谢黑龙前辈出手，哈哈哈哈！你们若真想感谢我，要不请我去城里下馆子去吧。老龙，我这几个月见别人吃香的喝辣的，别提有多急了。啊！好，没问题。等我们从药王秘境出来，咱们就去。反正我们来了神域这么久，也没去城市里看过呢。可以，不过有一点我先告诉你们，这药王秘境出自大帝之手，对境界有限制。老龙，我进不去。你们若是进去的话，老龙我可就管不了你们了。你们确定要进去吗？既然黑龙进不去，那别的强者肯定也进不去。是，那我们先走了，等出来后一定请黑龙前辈去城市里喝酒。哇，好漂亮的地方啊！这里就是药王秘境，曾经极道势力培育天下神药的地方吗？快看天上跑的那个是不是不死神药？快上，一定要抢到手！以我们几人的实力，想拿到不死神药并不困难，但拿到后全身而退或许会有些麻烦，毕竟周围越来越多的修士都在风了一般赶来。我们隐藏修为，靠近不死药，抢到手果断跑。我们上。我操，等等我！吾乃天心神子，你们想与天心圣地为敌吗？呵呵，神子又如何？只要拿到不死神药，我宗长老延寿，又何惧你？上！哼！好了，快跑！我们走。我操，不死神药被人拿走了，别打了！操，是那4个屌毛，他们隐藏了修为，一起追！走，我们追！别吃我知道秘境核心在哪儿，里面有比我更厉害的神药。秘境核心里面有什么？里面有大地仙参，是当年培育我的大帝留下的本命神药，能活死人、肉白骨，还能助修士突破境界瓶颈。但核心处有大地禁制，只有通过3层考验才能靠近。圣地神女追杀主角徒弟团，口嗨放狠话，然后被打了1万多巴掌。这几个屌毛太可恶了，别让我遇到他，不然我一定弄死他们。哼，男的弄死，女的玩死，不然出不来这口气。算了，走吧。追他们耗了这么多时间，别人说不定都已经寻到很多灵药了。哼！就在几人准备转身离去的时候，虚空突然一挥，毫无征兆的裂开一条细长缝隙。下一秒，缥缈宗4人从缝隙中出现，迅速将圣地3人围在中间。圣地3人脸色骤变，身体僵硬。虽然一直在说狠话，但神子都打不过这4人，何况我还带着2个圣子。而且谁能想到这4个人竟躲在虚空偷看？你们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当然是炸你了！不是放狠话吗？继续放啊！我你妈呢？男的杀死是吧？女的玩死是吧？师兄，快来，你打这边。灵儿师妹，咱俩一队，我教你怎么干他丫的。哎呀，别害羞嘛，想想他们刚才羞辱我们的话，不弄死他们已经够仁慈了。对，就是这样，害他。瞅什么瞅？瞅你妈呢！别打了，我们刚才是开玩笑的。开玩笑的？不是是吧？姑奶奶是吧？灵儿师妹说狠话啊？错了是吧？哭是吧？渐渐的，众人打得不亦乐乎。不过石莲儿刚开始爽，远处的天空便忽然出现了灵药异象，几人这才不得已收手，然后原地起飞，直奔异象而去。没多久，药王秘境里的4人威名大盛，成为让人闻风丧胆的存在。论战斗力，4人都很强，可越级战斗，论群殴，几人联手能打一群，
甚至碰到半步黄级都有一战之力，彻底成了秘境一霸。奶奶的，不行！秘境内的不死神药全被那4个人拿走了，这样下去，我们一株不死神药也拿不到。对，那可是不死神药啊，怎么能全部被一伙人拿走？干他丫的！不就是5个超越神子的天才吗？联手？对，必须联手，到时候我们再各凭本事瓜分不死神药。霎时间，无数势力开始四处寻找通知自己人，上千支队伍出现，浩浩荡荡满秘境搜索，3秒钟4人组下了。卧槽，上千支队伍来找我们，大家变得这么团结了。师兄快看，刚才头顶又飞过去了一个300多人的队伍，好像也是来找我们的。这不死神药的吸引力确实大，看来我们想带出去孝敬师尊应该是做不到了。不得到不死神药，外面那群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师兄，要不咱们找个地方把不死神药吃了吧，省得那些人挂念。对，我们吃了不死神药，他们就不会在我们身上浪费时间了。好，就这么办。我们现在实力还不足以挑战秘境所有人，强行留着只会被夺走，吃了才是最好的选择。我靠，快看天上，北家圣地的人到了，连北家圣地都来了，还有这么多天王境巅峰和长老，这下秘境里的情况更复杂了。超前点播已更新至108集，点击主页置顶第1个视频即可提前观看。却因秘境出了不死神药，眼前这个圣地长老带着200个天才弟子倾巢而出，结果我操，北家圣地来这么多人，好像还都是天王境修士。不对，快看，前面那个带队老者好像是北家圣王，这是来给自己圣人报仇来了，还是准备往秘境送人？不死神药出现，而且还是5株，报仇已经无关紧要，他们肯定是来夺不死神药的。北家圣王抬手击出了极道武器，强行杀神道。收！卧槽，北家圣地，开挂了！他们手段这么多吗？这都能打开？服了，真就是有了好东西就不守规矩了呗。儿郎们去吧。是。这北家、金家、江家、天心、湖光，这是神域的极道圣地基本都来了。5家极道圣地，5位圣王带队，数千位天王巅峰境，为了这不死神药，这些极道圣地一个个跟疯了似的。原本公平竞争的比赛，现在有了极道势力强者插手，瞬间就演变成了极道势力，普通修士也只能心中憋屈，无能为力。4大圣王联手，祭出各自真正的极道武器，强行冲开秘境通道。儿郎们，是夺不死神药，是夺不死神药，冲啊！片刻后，4家弟子全员进入，通道关闭。4大圣王收起极道武器，卷刀一起，相视一笑。秘境内援大军与原有弟子陆续会合，整个秘境也进入一股微妙的局势之中。经过5大圣地带队弟子商议后，组成搜寻队伍，朝着秘境内不同方向进发，势必要找到林凡4人抢回不死神药。随着不死神药入体，几人的寿命开始暴增，甚至就连修为都在上涨。尤其是林凡，在吞服了一株不死神药后，修为更是瞬间暴涨到了天王巅峰境。紧接着，叶倾城、慕容璎珞、石灵儿3人也陆续突破。一时间，4道清晰可见的气息如同云霄，清楚地显示着他们的坐标。我们暴露了，师妹，快走，快离开秘境，黑龙前辈会忽悠我怎么办？好。随着4人刚走没多久，山洞上方已然出现一群密密麻麻的身影。他们果然在这里，这里有他们突破的气息残留，应该刚走没多久。大家散出去查看一下，他们往哪个方向走的？好。卧槽，他们在这里！快来人啊！不死神药在这里！不要追我们了，不死神药已经被我们吃了，你们快散了吧！什么？不死神药已经被吃了？他们身上好像确实生命力浩瀚，难道是真的？肯定不会吃完，追上去，一定要抓住他们！听到身后追击声未停，身形一顿，脸上露出无奈，随即加快速度。有病吧？都说已经吃了还追，难不成我们还能吐出来啊？真服了！几人不再多想，全力逃跑，却见前方有修士半路拦截，看着后方的追兵，无奈只得再次喊话，试图劝退拦路者。不死神药真被我们吃了，不信的话，我这里还有2根须，你们自己看。趁着众人愣神之际，4人快速逃离。不死神药真被他们吃了，追，必须追！肯定还没消化完，
吃了也要他们吐出来。对，他们肯定没有时间炼化，胃里肯定还有很多。霎时间，人群汇合，越来越多，浩浩荡荡朝着几人追去。不过好在几人速度很快，即便甩不开他们，但也暂时不会被追上。师兄，这样不行啊，得想想办法，要不然早晚会被追上。我也着急啊，虽然他们追不上我们，但万一像刚才一样被堵住，那就彻底完犊子了，得赶紧找到突破口。林凡眉头紧锁，眼神焦急，不断的观察四周，突然眼睛一亮，指向远处。快看东边那个漩涡，是不是秘境出入口？师兄，进去看看吧，说不定能出去。对，现在四周都是人，只有那边的人少点，是咱们唯一能轻松冲过去的方向了。好，那就冲进去看看。毕竟安静的秘境忽然出现一个漩涡通道，肯定没有那么简单。只要能摆脱他们的视线，咱们就安全了。虽然这4人战斗力强悍，但他们肯定不会反抗，因为反抗会耽误逃跑时间，所以我们无需担心。都听仔细了，我们的任务是包抄迂回，把他们往大部队方向赶过去。过来了，按计划进行。我靠，老大，他们没跑，冲我们来了。不对啊，这不对呀，老大怎么办？上！一定要拦住他们！拦路修士纷纷掏出武器，摆出阵势。不过就在林凡4人靠近时，立刻一哄而散，让开通道。多谢众位道友。拦路的修士们面面相觑，一阵尴尬，随即故作凶狠，对着几人背影大声呐喊：追啊！别让他们跑了！我去，怎么会冒出来一个空间通道？难道这里是通往外面的？这里可是秘境啊，总不会秘境里还有个秘境吧？要不要进去看看？万一真的是秘境里的秘境，说不定有至宝，不可轻举妄动。谁知道里面有没有危险？不对，刚才那几道身影是人不？怎么办？咱们要不要也进去？就在2人闪修还在纠结时候，黑压压一片人影，犹如乌云席卷大地，径直朝着漩涡钻去。我操！别等了，快进去，里面绝壁有好东西。紧接着，无数散修也纷纷踏入了漩涡通道。只不过当众人踏入漩涡通道之后，没有想象中的秘宝藏身，而是一处阴森的乱葬岗，地上全都是密密麻麻的坟头和枯骨。这里的坟好奇怪，地面上那些尸骨不会是洞里爬出来的吧？我靠，不会吧？死人还能从坟里爬出来吗？哼哼，药王秘境消失多少万年了，就算是圣人的尸体，也不过是一堆白骨。大家不要害怕。对，区乱葬岗乱什么？几万年的岁月，不可能有人活着的。这里面积不大，大家联手去找那4个人，这下他们插翅难逃。修士们落地瞬间，坟墓突然一动，一只鼓手从中抬起，一道死亡气息扩散。尸体动了，这别怕，区一具尸体。话音未落，无数道死亡气息从坟墓洞口涌出，一具尸骸从地上爬起，嘶吼着扑向修士。活了，全都活了！好强的身躯，看不动，根本看不动，快跑！部分反应慢的修士被尸骸抓住，身体瞬间被捏爆，其余修士被迫抵抗，神通乱飞，将尸骸分毫。同一时间，虚空夹层，4人隐匿身形，透过虚空看着下方混乱战局。进来的时候就发现这里不对劲，便第一时间让倾城使用大虚空术躲入了虚空，但也万万没想到会全员尸变。这个药王秘境的覆灭，说不定就和这些尸变有关。师兄，要不咱们现在趁机逃走吧？他们应该无暇顾及我们。看着这么多尸体复活，发狂似的攻击修士，他们一群女孩是真的有点小害怕了。要不是处境危险，估计早就叫出来了。师妹们在忍忍，虽然他们现在自顾不暇，但我们若是出现，他们肯定会追我们。毕竟不死神药的作用值得他们拼命。先让这群尸骸消耗他们一波再说。师妹们听完，眼中露出崇拜，纷纷点头，继续看向下方。大地突然剧烈震颤，修士、尸骸纷纷东倒西歪，地面开裂，数十里长的深渊出现，一道低沉嘶吼从深渊传出，所有尸骸、修士瞬间僵住。干尸眼神扫过全场，恐怖气息压得所有修士呼吸困难。天哪，这到底是个什么怪物？别动，别呼吸！一些人震惊不已，本能的用出了对抗尸变的方法，屏住呼吸，不敢去看对方。而这个方法似乎也确实有效。干尸只是瞥了一眼，就移开了目光，转而朝着几个逃跑的修士看去。靠啊，这什么鬼？那几个可是半步黄级啊，竟然连反抗之力都没有！别动，千万别动！众人纷纷传音，修士们也化身木桩，彻底被困在了这里，一动不敢动。完了，他守在通道入口了，这下彻底出不去了。怎么办？我这个姿势好难受啊，快忍不住了。你那个姿势算什么？不就是金鸡独立吗？老子这个才难受呢。什么姿势比金鸡独立还难受？我看不到啊。什么姿势？说出来你都不信。后空翻翻了一半。 666，你是真牛逼啊！死亡气息不断从通道内传出，弥漫至整个秘境。
直到穿透秘境，从百里虚空裂缝蔓延到外界大世界。生机焕发之地，怎会有如此浓厚的死亡气息？不应该啊！生之即是死，死之即为生。难道有人在这里布置了极阴之地，想要破而后立，重活第二世？有可能，当初药王圣地强大无比，威震整个荒古大陆，掌管天下不死神药，却忽然覆灭，本就很蹊跷。如此，那我们的弟子可就危险了。五大圣王浑身一震，随即推动法诀窥探内部情况，却被虚空内的景象惊出一身冷汗。超前点播已更新至111集，点击主页置顶第一个视频即可提前观看。极阴尸海，全体尸变，这里是培养尸王的大凶之地。药王圣地好大的打算，竟然想让宗门老祖以尸正地，怪不得会被覆灭，定然是秘密泄露。不过这具尸王明显还没有进入准地境界就被迫出世，以后绝无机会进入准地了。进入秘境的这批弟子乃我圣地中坚力量，以后要步入皇级甚至成圣，绝不能折损在这里。可打开境中境太难了，只是投影都这么吓人，尸王要是跑出来，这五大圣地联手都怕是难以镇压吧。谁在称无敌？谁敢言不败？区区尸魁有何惧哉？卧槽，是他怎么出现了？他怎么敢出现了？击杀了圣地圣人的那个护道者吗？他怎么在这个关头冒出来了？五大圣王齐刷刷看向飞龙，眼神冒出杀意。而感受到杀意的飞龙，连看都没有去看那5个圣王，目光只是定格在虚空投影之上。一群小瘪三，我来只是为了救宗主的4个弟子。再看，投给你大爆！在众人的注视下，飞龙缓缓抬起一只手，一口陶瓷罐被其托在手心，极道气息从他身上散发而出。是极道武器。这玩意儿什么时候这么不值钱了？一个护道者都随身携带。圣王带极道武器正常，但圣王用极道武器护道太不正常了。他到底什么来头？完全没听过啊！算了，现在情况危急，对方有极道武器，还不是报仇的时候，先想办法进入秘境救出弟子吧。切，装什么逼？这秘境限制多，圣王拿着极道武器也破不开，何况里面还有接近准地境的恐怖尸王。飞龙无视周围议论，手臂猛然发力。打开了？怎么可能？好强，我好喜欢。哼，就算他打开药王秘境，也打不开境中境。对，就算打开境中境，那尸王也会盯上他，有他好受的。说罢，吞天魔冠再次发出嗡鸣，气息暴增，远超之前，似是来自上苍。妈呀！他不是圣王，他是大圣。荒古大陆万年没出过大圣了，如今竟然还有活着的大圣。大圣出，地路现，大争之势，天地乱，果然是大争之势到了。到底什么势力竟然用大圣护道，简直恐怖如斯。5名圣王报仇之心彻底稀碎，乱葬岗内，尸王嘶吼一声，钻入通道，瞬间出现在秘境之外。这好恐怖。尸王没有理会众人，而是死死盯着飞龙。虽然只是一具没有意识的尸体，但也本能的没有冲过去。吼，吼你大爷！你个尸体还想瞒天过海，以尸正地，简直痴心妄想。此话一出，尸王也傻眼了，似乎听懂了羞辱，嘶吼加重，往飞龙下哟呵！今日龙哥，我就先收了你。飞龙一个响指甩出，而后吞天魔冠瞬间放大，当场就把尸王收了起来，挣扎了几下就被炼化喷出来，化为一滩血水。那个尸王走了，通道已开，大家快走啊！天王大军犹如退去的潮水一般，争先恐后而逃。当然，逃跑的过程也没有那么简单。虽然没有了尸王威胁，但由于大家重新行动，尸海大胜，第一时间朝着天王大军追去。凡是被抓住之人，更是被当场收账，毫无胜算。而藏在虚空内的4人也激动于此。太好了，是黑龙前辈，他来救我们了。师兄，我们快出去吧。师妹别急，让外面的人先跑，等尸骸都追出去，咱们再撤离。秘境外，5大圣王看着尸王被当成垃圾一样滚出来，更是心中一抖。这他娘的还报个屁的仇啊！赶紧划清界限还差不多。大圣竟打我们跟打小孩一样，可不能硬碰。别藏了，走吧。嘿嘿。原来他们藏在虚空里，怪不得这么多修士都找不到。看到飞龙等人离开，5大圣王齐齐松了口气，正准备离开时，天地间忽然传来恐怖气息，一名女子凭空出现在5大圣王面前。这位道友可有事？刚才那人杀了你们的圣人，你们就这样让他走了？极道圣地也不过如此。道友，我们让不让他走，好像不关你的事吧？哼，你是何人？
竟敢插手我们圣地之间的事情，莫不成叫你一声道友，你真就目空一切了？一个个修为不高，脾气倒是不小。这样吧，我去帮你们报仇，你们的极道兵器借我一用，到时拿下那人，那几个天才少年少女便交给你们5家瓜分。拿下大圣，瓜分5大天才，借极道武器，这女人疯了吧？那可是有极道武器的大圣啊！我们连对抗的资格都没有，好狂妄的人！念你一介女流，我们不与你见怪，速速离开，否则休怪我们无情，将你镇压！哼，好胆小的圣王！想当初我为圣王之时，若是有你们这般胆小，根本无法再进一步。今日我必拿下他！你们若是不随我一起出手，那就一个也别想离开！猖狂！我们的极道武器，这是大圣气息，这气息好像比刚才那个大圣还要强横。我的天，今天我们5大圣地到底走了什么霉运？怎么接连出现2位大圣，而且还都被我们得罪了？前辈，我等不是前辈身份，还请前辈恕罪，请前辈恕罪。不必道歉，我说到做到。等会抓住了那几个天才，分与你等。你们5人共持一件极道武器，协助我对抗那人。前辈，你们同为大圣，我等或许帮不到什么，而且前辈已经拥有极道武器，想必定能镇压那人。要不您还是放过我等。你妈的，好你个天心圣王，自己拿回了极道武器就想溜，我们的可还没拿回来呢，今天必须拉上你。前辈已开尊口，我们怎有不帮的道理？而且有前辈在，我们定当无恙。你若想走也可以，把极道武器交出来就行。好家伙，话都被你们说完了，我还走个屁呀！前辈能否斗胆问一句，前辈和那位大圣有什么恩怨吗？为什么要对他动手？毕竟这可是对大圣动手啊！一旦处理不好，5大圣地可就完了。我不是对他动手，而是对那4个天才动手。既然前辈的目标是那几个天才，那我们还怎么分？是啊，若是抢了那4个天才又杀不掉那位强者，以后他要是报复，我们又怎么办？你们不必担心，那4人没什么背景，我抓他们是要向他们背后的宗门索取1人，等我得到那人后，便可正道成帝，到时自会保你们。你们要做的也简单，就是在我对抗那名大圣的时候，伺机出手替我捉住那4个人，然后再与我联手镇杀那位大圣。绑架4大天才索取1人，正道成帝，怎么听起来那么离谱？而且用那4个人换人，我们还怎么分得天才到手？合着我们在吃屁呗？无奈明月大帝转世，修炼9转玄功，分出8具分身，逆天活出第2世。如今吾已经融合7具分身，只差最后1具便可正道成帝。只要你们助我，日后吾正道成帝，自当为尔等撑腰。明月大帝转世，虽然听起来很离谱，但明月大帝4个字我们还是听说过的，说不定还真如他所说。倘若对方真能正道成帝，那我们5人妥妥的大帝帮手。届时我们5家圣地不但能成为荒古最强势力，还能影响头顶星空世界。即便对方说的是假的，那现在也跑不掉。想到这里，5人心中顿时就产生一股王侯将相，宁有种乎的冲动。见过明月大帝。无需多礼，走吧。黑龙前辈，我等先在这里消化一下体内的不死神药，巩固一下修为。等巩固好，咱们再回宗。到时候回去的路上，一定请你去城池里潇洒一番。去吧去吧。骆长老，咦，你怎么在这里？骆长老，我可不是骆长老，我奉宗主之命前来给你送一样东西。哦，什么东西啊？还劳你大老远的过来？当然是好东西呢。就在宁月认为已然重创飞龙之时，却笑容凝固。原来在即将击中的时候，被飞龙身上散发出的光波给挡了下来。你竟然有防备？你都有准备，凭什么我就没防备？虽然你与骆长老气息一模一样，但骆长老却没有你的实力。我早就在你出现之前就察觉到了。就在飞龙抬手欲抓宁月之时，宁月眸子猛然爆射金光，身影迅速调整，双手各持一件极道武器，朝着飞龙头顶砸去。轰！余波震荡方圆数百里，一切山脉树木尽数折断。而面对双极道武器的轰击，飞龙也是被击退数百米。我的天，这就是准地境的对抗吗？这也太恐怖了吧，连地球都要干爆了。奇怪，那个女人明明和骆长老长得一模一样，难道世上还真有2个一模一样的人？别管了，咱们快躲远点。就在几人想要离开时，四方传来5道恐怖气息，5位老者身影显现，威压瞬间笼罩现场。师兄，我动不了了。别慌，我们也动不了了。
任务完成了，真简单啊！小样，真以为有大圣就能护着你们了？察觉到异常的飞龙立刻暴起，摆出浓烈的纠缠。贼子，住手！飞龙暴喝一声，抬手便解开了4人的禁锢。几人见状，立刻朝着飞龙跑去。5名圣王愣了一下，倒也没怂，猛然祭出几道武器，朝着逃跑的4人轰去。同时，背后的女也带着几道武器杀来，一时间，飞龙双面受敌。卧槽，黑龙前辈，我还没过去啊！糟了，师妹被几道武器的余威冲击阻碍了行动，没跟上来。不等飞龙再次出手，5大圣王已然来到石灵身边，抬手便重新将其禁锢，然后扛起就跑。放开我！黑龙前辈救我啊！住手！飞龙掏出尊阶魔冠，将林凡3人收入其中，而后便朝着5大圣王追去。顷刻间，神速飞掠而去，眼看即将镇压5大圣王，却在这关键时刻，明月出现在5大圣王面前，挡住了飞龙的攻击。呵呵，你的对手是我。就算计我是一条龙是吧？这要是回去，可怎么向宗主交代？如何才肯放了灵儿？哈哈哈哈，叫的还挺亲切。简单，回去告诉你们宗主，就说他的徒弟在我手上，想让灵儿安然无恙，就把洛飞轩带来给我，否则就等着给他收尸吧。回去告诉宗主，这不是打我脸吗？放肆！我宗岂是你能威胁的？知不知道我宗权势大地，随便派出一位即可镇压儿的，若是不想惨死，立刻放了灵儿。权势大地，随便派出一位镇压我等，哈哈哈，他应该是急疯了吧？小黑，你挺会吹啊！你听清楚了，我必须要得到洛飞轩，我就要洛飞轩，我只要洛飞轩。你若不待洛飞轩到来，那就让灵儿陪葬吧。给你3天时间，把洛飞轩带到北家圣地。3天后不来，就等着给他收尸吧。我们走。头大！如果真回去找宗主，那我这条龙的脸就没了。但若是追上去，也只是势均力敌，而且还可能给灵儿带来危险。飞龙思索了一番，最终还是决定回去。毕竟只要宗门出手，救灵儿也只是手到擒来。黑龙前辈，你们回来了。怎么了，黑龙前辈？你不认识我了？没事，认识。说不定此时洛飞轩知道一二，放慢脚步，跟他说另一个洛飞轩的事情。飞龙边走边讲述在神域遭遇另一个洛飞轩明月的经过，换人的事情飞龙便没有说出来。原来如此，灵儿被抓，想必和我有关。我也正好有事要向宗主禀报，不如一同前往主峰吧。抓走灵儿的是洛飞轩的主体，二者虽长得像，但根本不是一人，没必要避开洛长老。宗主，属下此次带林凡等人历练，途中遭遇5大圣王与一名自称洛飞轩的女子灵儿被对方抓走了，对方要求3天内将洛长老带到北家圣地换人，否则就杀了灵儿。宗主，此事因我而起，属下愿意去换回灵儿，无怨无悔。洛长老，本宗主可没说让你去。对于我来说，宗门任何一个人都不容替代，也不需要你去。宗主竟然不愿意牺牲我，这缥缈宗果然没拜错。若是在以前的珍宝阁，我早被推出去了。宗主，此事因属下而起，就让属下去吧。如果属下不去，对方是不会放人的。属下前去交换，绝无任何怨言。洛飞轩如此重情重义，没白养。行了，本宗无需你一个小小圣人付出，此事本宗主自会解决。刘苍，过来一趟。宗主传唤，想必是有要事吩咐。拜见宗主。本宗主的徒弟灵儿在神域被人抓了，你找的内门长老去解决一下吧。什么？灵儿被人抓了？是谁？控宗主的徒弟，简直找死！宗主，属下请命，立刻去灭了那帮贼子，带回灵儿。好家伙，我都还没生气呢，你倒是气得不轻，好像抓了你徒弟似的。不过由此也能看出，现如今的缥缈宗团结一心，长老弟子亲爱有加。抓本徒弟的是神域之人，你速派1人与黑龙一同前去解决吧，切记把灵儿安全带回。得令，属下这就派人前去。刘长老，等等我。洛飞轩左右环顾，见陈玄未下命令，便主动跟了出去。刘长老，我也去，那人是我的主体，见不到我，肯定不会让灵儿露面的。师尊，都怪我没有带好灵儿师妹，还请师尊责罚。师尊，我也有罪，俺也一样。历练嘛，自然有机遇也有危险，你们不必妄自菲薄。起来吧，为师观你们体内生命力澎湃，可是吞服了不死神药。没想到师尊竟能看破，对不起，师尊，本来不死神药我们是留来孝敬你的，但是途中遭遇围困，不得已吞服掉了。这是秘境内其他的圣药灵药。
师尊会不会因为不死神药被我们吃了不满？不死神药对别的强者来说，或许是续命良药，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得到，但对于我来说，就是一棵大型的草而已。除去偶尔泡茶喝掉的不死神药外，咱手里现在还有90多株呢。这是你们的机缘，能有此心就足够了，自己留着吧。为师观你们生命力澎湃，药效不稳，快回去吸收药力，巩固修为去吧。如此多的圣药和灵药，世间哪家师尊会全部赏赐给弟子？恐怕也只有自家师尊了。多谢师尊，弟子告退。三弟子并肩离去，眼中满是平静。众位长老，宗主弟子灵儿在神域遇到危险，被人抓走，对方是一名准帝，外加5位圣王和5件极道武器。宗主有令，安全带回灵儿。你们谁有空去神域一趟，来长老殿找我。5件极道武器，我的天，终于轮到我了吗？霎时间，10几位大帝相继现身。飞龙瞪大双眼，一脸难以置信，毕竟这也是他第一次见到大帝齐聚的场景。而洛飞轩也是一阵惊讶，眼中满是诧异。他更没想到去执行一次危险任务，竟然那么多内门长老踊跃报名。大长老，我有空，让我去吧。我去。上次去南域是大长老去的，这次轮也该轮到我们兄弟了。大长老，让我们去吧。其他大帝纷纷围拢，争相请命，殿内人声鼎沸。头大，还好没有通知所有大帝，这来10几个都不得了。不过阿海阿啸已经分到了极道武器，再让自己人去也不合适。战天，你去吧。杜战天一愣，随即狂喜，重重抱拳。多谢大长老，在下一定不辱宗主使命，定当将灵儿安全带回。战天长老，我与你们一同前去，不然我怕对方会把灵儿藏起来。没错，多一人多份保障。事情我已知晓，骆长老不必担忧。此去，我不但安全带回灵儿，也不会让你受到一丝伤害。咱们走吧。好强的空间造诣！战天长老，你不去申请1件极道武器吗？对方可是有5件极道武器的啊！对付区区一个准帝，5个圣王，用什么极道武器？我一手足矣。申请了也不是我的，我这次就是去找极道武器的。5件极道武器，宗主肯定用不完，说不定就会赏赐我1件。看着长老云淡风轻的样子，飞龙立刻跟上，洛飞轩稍作迟疑，连忙紧随其后。战天，万事小心。飞龙前辈，战天长老到底是什么修为啊？是准帝吗？准帝？你不知道咱们内门长老的实力？知道啊，是准帝吧？我去，你还真不知道啊！战天长老是大帝，可你比我入宗还早，怎么会不知道的？大帝？对啊，不止战天长老，咱们内门的所有长老都是大帝。内门长老皆是大帝？天哪，怎么可能？大帝不是最强境界吗？万年难见一位，宗门里竟然藏着这么多大帝。黑龙前辈，那咱们宗主的修为？废话，宗主当然也是大帝。妈呀！我的天，自己这是阴差阳错入了大帝窝了吗？怪不得宗主不把此事放在眼里，怪不得宗门环境如仙境，原来有这么多大帝居住。在了解了宗门实力后，洛飞轩对此次换人之行信心十足，毕竟有大帝出手，万事皆能无忧。我还以为被抓回来要死翘翘了，但万万没想到对方竟然光打我的胃，想让我把胃里的不死神药吐出来。好家伙，这呕来呕去的，别提多难受了，还不如直接杀了我，拨开我的胃呢。得到1株不死神药不容易，还吸收了10之23的药效，宁死不吐，就干呕。别打了，再打下去要打坏了，用药吧。可是用药会损害药效的，没办法，圣王老祖说了，不能伤害他，损失点药效就损失点吧。好吧，也不知道他哪来的手段，圣人都没办法在不伤害他的情况下逼出他胃里的东西，真是服了。北家圣地众人对着石灵儿无所不用其极，什么办法都试了，不过就是光吐酸水，不吐神药。至于什么原因，不过就是在秘境偶然修炼过保护胃的神通，可以让胃里的东西和胃融为一体，无法单独剥离。太像了，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如果不看修为，只看气息，还真分不出来谁是谁。看来宁月前辈说的是真的，他真的要正道成帝了。女人，本座亲临，速速把灵儿交出来。本座看在你逆天重活的份上，可以给你留个全尸。宗主就是不一般，说话都如此霸气。不过你放心，你的徒弟好着呢。宗主，好家伙，谁是宗主？宗主没来啊。本座不是宗主，本座是缥缈宗内门长老杜战天。虽然也有些许气质，但根本无法与宗主雄姿媲美。你认错人了。没事，只要我不尴尬，尴尬的就是别人。原来是长老，没关系，不管谁来都一样。把洛飞轩交给我，我就把灵儿还给你们。你以为本座在和你商量吗？找死！这气息太恐怖了，感觉灵魂都被冻住了。明月浑身一震，仅仅是祭出极道武器，还未来得及释放，整个人便瞬间失去了所有行动能力。紧接着，陆战天大手一抬，另一件藏在明月体内的极道武器也被吸了出来。巅峰准帝，
还是大帝？不可能，荒古大陆根本没有大帝，我只是来融合残魂，怎么会遇上这种狠角色？BBQ 了！这一刻，宁月想要求饶，但却无法说话，只能眼睁睁看着那人再次对他挥手，最终还是彻底失去了意识。天哪，宁月准帝被打败了，这不可能，他绝对是准帝巅峰，我们怎么得罪了这么恐怖的宗门？黑龙，借你吞天魔罐一用啊！哦。战天长老，你怎么不杀了他？干嘛要把他抓起来？不好杀，他与洛长老灵魂一体，虽然被抹去了痕迹，但冥冥之中还有一丝联系。若是杀了，洛长老也会受到影响，所以带回去交给宗主处理。战天长老，我没关系的，你尽管杀，万不可因为我而手下留情。无妨，反正宗主也没说怎么处理，带回去再说，说不定宗主有办法。宗门主旨以人为本，陈玄宗主真是深明大义，属下万死难报。前辈饶命，前辈饶命啊！我们是被那个女人逼的，没想抓你们宗门的人。前辈，我这就让人把莲儿请过来。地牢内，石灵儿被强行换了衣服，一脸抗拒的被带走。是长老们，他们来救我了。灵儿见过3位长老。灵儿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就是他们一直抠我喉咙，好难受。前辈，小道友，这都是误会，误会啊！哼，不是误会，你就是想要我胃里的不死神药，要不是长老们来得及时，我就吐出来了。无妨，既然你无事，那就不牵连他们圣地了。看着他们是被逼迫的份上，本座杀了他们5人，此事就此作罢，也算给你报仇出气了。完了，他真要杀我们，早知道就不跟着宁月瞎掺和了。前辈，我们是被逼的，求前辈放过我等，我们都是被那恶女所逼，若是不听那恶女的话，恐怕我们都没有好下场了。是啊，前辈，而且抠他喉咙一事是北家圣王自作主张，我们并不知情，不要牵连我等啊。本座知道，所以本座一视同仁，只杀你们5人。至于北家圣王，本座就多打2下好了。顿时间，5人彻底胆寒，眼神之中满是恐惧。北家圣王更是头皮发麻。灵力越过，5大圣王毫发无伤，3件极道武器从3人体内飞出，落入杜战天掌心。这个来自缥缈宗的准帝，似乎对极道武器特别情有独钟。刚开始镇压宁月准帝的时候就夺走了2件，现在又看上我们手里的另外3件。极道武器虽然重要，但活着的圣王依旧可以守护圣地无数年。前辈，还请前辈放过我等，这极道武器就送于前辈了。对，我们的极道武器也送于前辈了，还请前辈原谅我等。送给本座，本座需要你们送吗？这是本座杀了你们之后的战利品。这好像没毛病，不对啊，这不对啊，这怎么觉得好像有点道理？反正杀了我们也是一样获得。卧槽，这可不行！前辈别杀我，我愿意赔偿，我们也愿意赔偿。赔多少？此事本座要禀报宗主，让宗主决断。若是赔偿的少了，就不必说了。对于杀这几个人，我本身并没有兴趣。如果他们愿意赔偿的话，倒也不是不可以放过。毕竟宗门弟子越来越多，需要的资源自然也是越来越多。身为内门长老，咱也要为宗门考虑，为弟子们谋福利。1亿灵石不行，有点少，怕是对方看不上。5亿灵石好像对拥有准帝的宗门来说还是少，豁出去了。10亿，我们愿意赔偿贵宗10亿灵石来弥补我们的过错。10亿灵石，你们当打发叫花子呢？我说一个数，每家50亿灵石，谁赞同？谁反对？1家50亿，这，天哪，这也太多了吧！若是凑出来的话，那还不得把我们圣地给卖了？5大圣王想拒绝，但抬眼看到杜战天那不耐烦的眼神后，立刻就怂了。好，就50亿。宗主，属下已把灵儿完好无损的救回，绑架灵儿的主犯也已经镇压，5家被迫的从犯为求活命，愿意1家赔偿50亿灵石，请求原谅。此事还请宗主定夺。1家50亿，5家就是250亿，这个庞大的数字足以让缥缈宗瞬间暴富。虽然缥缈宗不需要，但也没有人会嫌资源多，有了更丰富的资源，也可以更好的给弟子们发福利。可以，不过250亿不好听，改成300亿吧。我宗宗主有令，250亿不好听，改成300亿。此话一出，5名圣王身体一软，瘫倒在地，眼中满是绝望与难以置信。300亿灵石赔偿，这一下是真要把我们圣地多年的积攒搬空了。5大圣王身躯颤抖，面如死灰，但在杜战天的注视下，还是硬着头皮答应了。不错，那就给你们1个月的时间准备，1个月后送到东域缥缈宗。若是送不来，你们5家就等着被灭吧。我们走。怎么办？60亿，掏空家底也难凑啊！还能怎么办？对方怕是准帝后期了，谁敢不给？只是没想到大陆上还有这样的存在。要我看就不能给。不给，你有什么办法？当然有，星空魔族的魔王也是准帝，8000年前便已正道，如今无限接近大帝，是星空最有望成帝的存在。
魔族魔王，他远在星空，和我们有什么关联？你能请得动他？若你能请魔王出手，我北家出5亿临时感谢，君家、天心圣地也各出5亿。10亿？缥缈宗要60亿，我要10亿，不过分吧？不过分，但你真能请动魔王，他可是8000年前的准帝呀。8000年前，魔王正道前遭星空种族围杀，被我族上代圣王所救，他感念恩情，留下信物，承诺我族欲绝境，可持信物去星空魔虚，魔族必出手一次。双方都是准帝，魔王能压制缥缈宗准帝吗？无需动手，魔王无限接近大地，只需出面，缥缈宗绝不敢开启地战。4大圣王眼中燃起希望，纷纷附和。太好了，你速去魔虚，我们这就筹备10亿灵石和礼物，分头行动，别等缥缈宗催收。灵儿，此番历练可有感悟？为师尊话，弟子感悟颇深。哦，说来听听。弟子经历此事，彻底明白了一件事：修士有信仰，弟子有希望，宗门有力量。好家伙，感悟的还不轻呢。能有如此感悟，不错，回去休息吧。宗门花草依旧，熟悉的气息撞得人心头滚烫。师兄师姐，终于又能和你们并肩战斗了。宗主，这是属下获得的战利品，前来上缴。还有我的，属下没有保护好宗门弟子，不配携带极道武器，请宗主收回。飞龙，你虽然护卫弟子历练出了差错，但也算有苦劳，极道武器已经赐予你，你就留着吧。战天长老，你救援有功，还为宗门拿到了300亿赔偿，这4件极道武器就赐予你们兄弟4人了。老天，这世上竟然还有如此阔绰的宗主！极道武器乃圣地镇派之宝，缥缈宗竟人手一件。这要是自己以后也突破并立了大功，那宗主岂不是也要赏赐我好东西？多谢宗主。黑龙，把宁月放出来吧。宗主，此女在冥冥之中还与骆长老有一丝联系，若是直接镇杀，骆长老必定受到些许反噬，还请宗主定夺此女如何处理？宗主，属下没关系的，些许反噬我能够承受。此人修为完全无法推测，缥缈宗宗主该不会也是一位大帝吧？我这下莫不是进了大帝窝？他该不会杀了我吧？此刻的宁月想要直接求饶，却发现自己被禁锢，根本无法说话，只能不断的发出呜呜的声音。说人话。我能说话了，刚才一直呜呜叫，真丢人，当下保命要紧。前辈别杀我，我愿意投降，为缥缈宗效力。你说不杀你，本宗主就不杀了吗？不要，前辈饶命啊！我愿主动斩断与洛飞轩的所有联系，以准帝境修为臣服，日后正道成帝，必为您鞍前马后。报告宗主，我再辩解一下，我没有滥杀无辜，也没作恶多端，只是吞噬了几个原本就属于自己的灵魂而已，不至于打了我吧？看着宁月这极强的求生欲，陈玄都气笑了。不过从对方身上来看，确实看不到作恶的感觉，但是我缺大帝吗？还是未来才能成帝的那种？陈玄咧嘴一笑，大帝气势释放，陆战天也是秒懂，立马站到陈玄跟前。大帝气息。虽然已经猜到了对方2人都是大帝，但此刻清晰感知之下仍旧震撼。又开始了。震撼过后，宁月眼神发亮，因为他知道大帝巅峰之后会出现黑暗至尊，眼下竟然有2位大帝，那以后突破成仙的威胁无形之间就减少了许多。于是激动开口：宗主，在家以后也会成帝，而且多个大帝属下不是更……话未说完，20多道大帝气息接连闯入宁月神识，宁月懵逼了，话语也戛然而止。20多个大帝。你现在还觉得本宗主缺你一个还不是大帝的属下吗？不缺。见状，陈玄明白时机已然成熟，而后便对洛飞轩的脑海轻轻一点，按照此方法将对方吞噬，便可正道成帝。此话一出，绝望的宁月立刻抬起了脑袋，眼神也变得凌厉起来。不过转念一想，还是算求了。20多个大帝无所谓了，被吞就被吞吧，反正也反抗不了。只是不知为何，此刻的他竟然鬼使神差的提醒了一句：我是主体，他的灵魂在我面前只相当于沧海一粟，他吞噬不了我的。不可思议，对方竟然还会好心提醒。不过法门来自万界藏书阁，可皮肤撼术，需让对方绝望才能成功，这才是我下他而非杀他的原因。毕竟对方曾是大帝后期修为，直接吞噬不能保证成功。无妨，此方法可滴水镇沧海，皮肤撼大树。骆长老，吞了他吧。宗主，要不还是直接杀了他吧，吞噬别人，属下有点不太舒服。你与他本就是一体，不必自律。如今宗门20多位大帝为你护法，定将护你正道成帝。若是错过此次机会，你再想成帝，怕是遥遥无期。眼前躺在地上生无可恋的女子本是大帝转世，如今却要被自己分身吞噬。宗主说的没错，我们本就是一个人，吞噬对方就能成帝，成为宗门顶尖人物，更好为宗门效力。来吧，今日过后，就只有你洛飞轩，而无宁月大帝了。本派随着3道气息灌顶，2者便彻底合体。这就是正道成帝的样子吗？好帅！不知老龙我何时才能重回准帝巅峰？
多谢宗主。还未等陈玄表态，洛飞轩的表情忽然一变，而后脸庞瞬间变得凛冽起来，紧接着身子骤然发力，朝着远处飞去。不好，他不是洛飞轩。就在陈玄准备出手捉拿之时，却见洛飞轩身子一顿，然后掉头又飞了回来。宗主，他还在，他在和我抢身体的控制权。听到此话，三人同时懵逼。那这到底是成功了还是没成功啊？宗主，小心为上，防止他暴起伤人。如果说没成功，可他已经成帝了。要是成功的话，怎么还在争夺控制权？所有大帝，速来主峰！片刻，20道磅礴气息降临，众大帝纷纷现身，将洛飞轩团团围住，好奇的打量研究。而此刻的洛飞轩也被宁月夺回身体控制权，不过只是刚睁开眼，便看到周围20位大帝齐刷刷盯着自己，顿时浑身一颤。卧槽，哪来的这么多大帝？这根本逃不掉啊！没等宁月震惊完，身体控制权重新被洛飞轩夺回。这情况从未见过，两人共用一具身体还能交替掌控，融合说按理说要么成功要么失败，这到底是哪一步出了问题？藏书阁里关于吞噬分身的记载，怎么没提到这种情况？难道有什么遗漏的漏洞？不行，控制不住了。洛飞轩浑身剧烈颤抖，气息紊乱，身体开始不受控制的挣扎。砰的一声巨响，洛飞轩的身体骤然炸开，漫天灵光散去后，现场出现2个一模一样的身影。这分裂成2个人了，好家伙，这结果谁能想到？宗主，我好像和他心灵互通了。融合后竟出现心灵互通，书籍上并无相关记载，这就奇了怪了。于是陈玄立刻对着2人仔细查看了一番，却发现2人的灵魂联系竟然加深了无数倍，而且还是冥冥之中不可推演的那种联系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杀了吧。等一下，宗主，你不能杀我，你杀了我，洛飞轩也会死的。哦，什么意思啊？宗主，我们心灵互通，不但能感受到对方的情绪，还能感受到对方的感受。你杀了我，洛飞轩也必死无疑。不信你看。说着，宁月就给了自己一笔。是这样吗，洛长老？好像是的。洛飞轩点了点头，然后冷不丁的在自己胸前抓了一把。好家伙，感同身受啊！不过以我目前大帝巅峰修为，好像还确实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。虽有仙人召唤卡，但若为杀个人就召唤仙人，实在没必要。20多个大帝联手，倒也能护住其中一个，杀掉另一个。只是有没有必要杀呢？看到陈玄犹豫，宁月也感受到了危险来临，连忙双手捏印，从体内逼出一道魂力，可怜巴巴的哀求道：“前辈，这是我的魂力，我真的愿意臣服缥缈宗，绝无二心，就请前辈放我一马吧。”魂力从灵魂分离而出，交出魂力就等于把性命交出去，既能通过魂力控制生死，还能施加精神惩罚，堪比紧箍咒。为了活命，你倒是不惜一切代价。当看到陈玄的目光里并没有了之前的杀意后，心中顿时大喜。宗主，人家知道错了，人家愿意付出任何代价，只求宗主能放我一马。超前点播已更新至121集，点击主页置顶前2个视频即可提前观看。当着这么多大帝属下，竟敢如此勾搭本宗主，搞得我好像贪图美色一般。这要是传出去，我岂不是老色批了？边上的洛飞轩身子一抖，感同身受，本能的发出奇怪的声音。放肆！顿时间，洛飞轩的身子也好像受到了攻击一般，整个人跟着瘫软在地。该死！刚才一时大意，竟然忘了他们感同身受。惩罚宁月，不就等于连带洛飞轩一起惩罚？罢了，洛飞轩吞噬你失败，说明你命不该绝。本宗主看在你从未作恶，只是找回自己分身的份上，便饶你一死，以后就留在宗门为公效力吧。若敢生出二心，本宗主自有办法将你镇压。是，属下知道了，多谢宗主，感谢宗主不杀之恩。起来吧，暂时册封你为外门长老，与洛飞轩一同处理宗门事务。好了，都退下吧。是，属下告退。众人走后，主峰悬崖边上也重新恢复了往日的宁静，唯独陈玄陷入沉思。这感同身受的原因到底是什么？书籍上竟无半点记载。虽然已经接纳了他，但防人之心不可无，还得多观察些时日。而宁月当天就化身成为了宗门长老，开始接触女弟子的事务。在此期间，不但没有暴烈的脾气，就连之前冰冷的模样都融化了几分。除此之外，他更是在有空的时候主动去找洛飞轩熟悉，想着和洛飞轩打好关系。飞轩妹妹，我有些想法想与你商议一番。好啊，正好我也有几件事想跟你聊聊。我还想再尝试一次融合，若能成功突破至大地境，以后我们联手定能横扫荒古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不如我们再尝试融合一次。二人决定后，立刻向陈玄再次申请了融合一事。准了。此处战斗广场符文稳固，我已调度战天、杜拜天、杜叉天、杜破天4位长老为你们压阵，放心尝试吧。多谢宗主。开始吧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，二人早已极度熟悉，融合过程出奇的顺利，无任何排斥。片刻后，二女彻底合二为一。宗主，我成功了。你们
能同时说话了？能啊。现在控制身体的是谁？宁长老还是洛长老？是我们两人，我们俩的灵魂似乎融为一体了。啊，也不知道是谁是谁，但又都能感知到。陈玄面露错愕，当即释放神识探查。看来二人已是真正意义上的合二为一，灵魂虽未100%契合，却清晰可见两道灵魂纠缠组合，血肉不分彼此。不过模样虽无大变，但好大。微微沉默了一下，陈玄开口道：“既然你们合体后成为了一个人，那本宗主就给合体后的你们起个新名字吧，不然也不知道现在的你是谁。请宗主赐名。以后你就叫宁若月飞轩吧。”是，多谢宗主。话音刚落，风阵群炸开，两人重新分裂为宁月与洛飞轩二人。宗主，我们好像只能合体这么久。不过我有感觉，只要随着我们合体的熟练度增加，或者修为提升，合体的时间就会更久。对此，陈玄也只是点了点头，因为他也注意到了这个时间。二女第一次合体坚持了10分钟，第二次主动合体坚持了20分钟。此合体神通可保你们安全无忧，以后好生修炼。若有不解之处，可去藏书阁寻找相关书籍查阅。多谢宗主。抱紧宗主大腿，我定能重回大地巅峰，甚至成仙，远比四处寻找机缘轻松得多。人类强者来魔虚何事？道友，在下前来求见魔王大人，这是魔王大人留下的信物。确实是魔王大人的信物，跟我来吧，我带你去见魔王。多谢道友。在这里稍等片刻，我去向魔王汇报。 8000年了，是时候还了这个人情。告诉他，本王会出手的。浮光圣王，魔王是否应允？我等已耽搁小半月，时日无多了。诸位不必惊慌，老夫已见过魔王大人，他已然答应出手，这2日便会前往缥缈宗，静待佳音即可。果真吗？太好了，这一下总算能松口气了。这是什么种族？长着翅膀，好生貌美。是星空魔族，没想到魔族会来我们宗门。星空种族实力强横，快通报长老。不必了，长老已经升空。在下缥缈宗开门长老，敢问道友驾临，有何贵干？找人去告知你们的准地宗主，星空魔族魔王蔷薇拜会。准地，我宗宗主与内门长老皆是大帝。我宗宗主不是准地，道友是否找错地方了？情报有误，既无准地，便找你们的最强者出来吧。不知道友找宗主所为何事？为浮光圣地赔偿而来。哦，原来是此事，容我通报。看门长老的态度顿时180度大转弯，之前的不卑不亢瞬间消失，转身就回了宗门，留下蔷薇一人原地有些恼怒。虽然以我的修为完全可以吊打任何准地，但此番到来的目的是来解决问题的，不是来打架的。我忍，耐着性子等待便是。已经接到宗主通告，请跟我来。进入宗门的一刻，蔷薇也被这里的环境给惊艳到了，默不作声。踏入大殿后，殿内10几位大帝长老目光齐齐投向他。这群人的修为，我竟然看不透，能屏蔽准地探查的手段极为罕见。想到这里，蔷薇顿时收起了轻视，多了几分郑重。你便是宗主？正是，本宗与神域武圣地的赔偿之事，你们星空魔族也要插手吗？看着陈玄一副轻浮的样子，蔷薇眉头一皱，心中大为不满，不悦道：叫你们准地出来与本王对话。准地，我不行了，忍住，忍不住了。内门长老们听到准地2字，个个忍俊不禁，嘴角咧到耳根。陈玄也面带笑意，打量着蔷薇，面对众人的轻蔑，强忍着怒气道：请贵宗准地出来一见。本宗没有准地，只有大帝。是吧？陈玄周身气息轰然外放，撼动万古的威压席卷整个大殿。大帝，你竟然是大帝！我已无限接近大帝，全力逃走未必没有机会。陈玄似乎看透了他的心思一般，又是淡淡一笑，然后对着2侧的长老摆了摆手，紧接着11道大帝气息纷纷暴露。大帝，全都是大帝，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你问错了，该说你是什么人，来我宗何事？糟了，若是说出为浮光圣地所要武器，肯定走不出这里。浮光圣王坑我，连对方有大帝都不知道，想害死我。刚才还那么高傲，现在太窘迫了。我是来代表魔族向大帝臣服的。我真是个天才，抱上这个大腿，既能保命，又能获得庇护。浮光圣地的事，见鬼去吧！哦，臣服。本想吓退他，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。不过收个准地属下好像没用。迈步荒古第一步，打开格局是出路，请宿主收服一个荒古大陆之外的势力为附庸，奖励仙人召唤卡1张。仔细想想，收了这个势力好像也不是完全没用。对，每年有进贡，还能建立星空根据地，方便弟子历练。确定是来臣服本宗？
不是别的原因。是，就是来臣服的，没有其他原因。哦，既然如此，那你们魔族以后就是缥缈宗的附庸势力了。日后每年上供一次，不准背叛宗门，否则牵连全族，能做到否？啊，这就成了？要求这么简单？好歹是一个拥有多位大帝的宗门，竟然没有什么过分的要求。能做的，多谢宗主，拜谢宗主。恭喜宿主成功收服荒古大陆之外势力，仙人召唤卡已成功发放，请宿主注意查收。至此，纯玄手中的仙人召唤卡赫然达到了4张。起来吧，本宗主决定在你族打造传送阵，与我宗互通。这2天你先在宗门歇息，等传送阵打造完毕再回去。太好了，如今星空之中局势并不稳定，虽然我是准帝，但在浩瀚星空也不是无敌的存在。正想请求宗门派一个长老去魔虚镇守呢，如今有了传送阵，那可就方便多了。多谢宗主。属下在外界还有一事未解决，可以出去一趟吗？是为了神域圣地赔偿一事吧？不必紧张，本宗主不管你与神域圣地有何渊源，但既然得罪我宗，自然要付出代价。不过看在你臣服的份上，我也不让你为难。5家圣地300亿的赔偿，就每家减少11%。我刚入宗，宗主却能对我如此重视。不用了，宗主，属下已臣服宗门，自当维护宗门利益，而且他们得罪宗门，赔偿也是理所应当。没关系，就照本宗主的意思去办吧。多谢宗主，那属下就先告辞了。去吧。魔王大人旗开得胜，是我等恩人，请魔王大人受在下一拜。魔王大人，我们早已经备好了上等的食材，为魔王大人接风洗尘。魔王大人，您怎么了？本王失败了，无法为你们拿回极道武器，这是你给我的东西，现在还给你。失败了？魔王大人不是巅峰准帝吗？缥缈宗有这么强吗？这不可能吧？不过本王还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，你们想听哪个？5人对视一眼，松了口气。原来还有好消息，魔王大人真会开玩笑。嘿嘿嘿，我就说魔王大人肯定会成功的。虽然极道武器没要回来，但估计能免去赔偿，嘿嘿嘿，也不错了。魔王大人，先说说坏消息吧。坏消息是，本王已经臣服于缥缈宗了。从今日开始，本王无条件听从缥缈宗一切号令。恭喜魔王大人，贺喜魔王大人！那缥缈宗内有准帝，魔王大人还能令其臣服，此乃大喜之事啊！何谈坏消息之说？这5人怕不是耳朵有问题，连如此清楚的话都能听岔。不是本王收服了缥缈宗，是缥缈宗收服了我。本王已经是缥缈宗的人了。这魔王大人，您在开玩笑是不是？您可是巅峰准帝强者啊，谁能让您臣服？缥缈宗有10几个大帝强者，若不是本王臣服，怕是出不了缥缈宗。十几位大帝，这不可能吧？荒古大陆上万年都没有出现过大帝的踪影了，怎么可能一下子出现10几个？魔王大人，你是不是看错了？本王没有看错，和虚儿等质疑。若非大帝在世，我又怎会臣服？魔王大人，我真的不知道缥缈宗有大帝啊，请魔王大人恕罪。你不必惊慌，本王不怪你。不过本王也因祸得福，找到了靠山。起来吧。老天，莫不是整个星空之内的所有活着的大帝都聚集在了缥缈宗不成？好在没惹怒缥缈宗，只是赔偿而已。魔王大人，不知好消息是什么？5大圣王满脸期待地看着蔷薇，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了这个好消息上。毕竟满宗大帝，光是想想都很恐怖的好吧？好消息就是，宗主看在本王的面子上，为你们每家减免10亿赔偿，你们每家只需准备50亿赔偿即可。算鸟，不说缥缈宗，就单是这位魔王，我们都惹不起。真是个好消息啊！太感谢魔王大人了，快请进殿休息，我们已备妥接风宴席。不必了，尽快备齐赔偿，送往缥缈宗。本王先走了。4位道友，事已至此，各自准备赔偿吧，提前送达，或能改变缥缈宗对我们的看法。等一下，浮光圣王，我们的10亿灵石是不是要还给我们啊？嗨，不好意思，情急之下忘了，事情没有办成，自然要还。相比其他圣地，我浮光圣地更穷啊！原本想克扣一点，现在只能自己想办法了。缥缈宗根本不是10几个大帝，而是20多个，算上宗主和2个会合体的女人，足足30个大帝。这等力量，星空所有种族加起来都不是对手。难道有仙人坐镇？附庸势力都有进修名额，我魔族却没有，难道是被冷落了？传送阵旁，蔷薇即将离开，不过最终还是没忍住，小心翼翼地问向陈玄：宗主，我们魔族没有进修名额吗？我还以为星空种族不习惯来星球生活呢，没想到他们也想来修炼，给你们魔族100个进修名额。太好了，果然没被冷落，多谢宗主。蔷薇，宗主安排我送你回去，告知魔虚坐标即可。宗主真贴心啊，一定要送魔族天才来进修，
打好关系才能对魔族帮助无穷。即日起，魔族归顺缥缈宗，宗主特批100个进修名额，即刻筛选年轻天才前往缥缈宗进修。反宗大帝的势力，闻所未闻，居然成了我们的顶头上司。参见大人，缥缈威严盖世，我等必定遵从。刘长老务必留下小住几日，我等已备好盛宴，还有小魔女为您招待。多谢诸位美意，但我还需回宗复命，先行告辞。太遗憾了，不过进修名额是天大的机会，赶紧筛选弟子。而蔷薇离开后，5大圣地变卖资产，去向缥缈宗高额赔偿的消息泄露，席卷四域。缥缈总宗未听闻，怎敢牵制5大击倒失礼？传闻缥缈宗有大帝出世，连星空魔族都臣服了。王嫂，快去东域打探虚实。而缥缈宗内，虚空魔族赴缥缈进修，一些闲下来的弟子纷纷来到了传送阵旁，想要一睹魔族弟子的风采。哇，这就是生活在星空里的魔族吗？身材一级棒啊！不知道能不能找个魔族道侣？为首的那个魔族好帅啊，面容还有点冷酷呢，有没有觉得？帅也不能当饭吃，修为高才是真的好。他看起来瘦瘦弱弱的，一看就是境界非常低的样子。我二大爷的三叔的六爷在内门当杂役呢，我现在有实力又有背景。垃圾！你说谁垃圾了？长老恕罪，我只是和心上人议论了一下，长得帅不能当饭吃，他就说我垃圾。这个事弟子不能忍，忍了就不是男人。魔族进修弟子接连挫败缥缈正规弟子，消息传开，宗门弟子纷纷赶往战斗广场支援。闭个关出来，怎么像出了大事？师弟，宗门出了何事？你们往哪赶？师兄，魔族进修弟子来了，其中有一位叫做重楼的魔族少年，正在战斗广场挑战我们宗门的弟子，现在已经有10几位弟子落败，内门的高手正在赶去支援呢。是啊，唐师兄，那魔族重楼勇猛无比，除了内门靠前的弟子外，根本不是对手，就连同境界的师兄都落败了。据说对方还是魔族第1天才，这么强的吗？带我前去看看。是，唐师兄，快跟我来。太好了，有唐师兄出马，那魔族少年就是洒水的存在。兄弟们，快让一让，唐师兄来了！我操，真的是唐师兄！没想到竟然连唐师兄都惊动了，太好了，这下让那群魔族看看什么才叫天才。唐师兄威武，唐师兄无敌。经过一番连胜，重楼内心早已膨胀，虽然对宗门心存敬畏，但一路战斗下来，只觉得宗门弟子徒有虚名，先前的拘束悄然消失，神色中多了一丝傲然。才天王境界，我好歹已突破黄级，本不屑出手。不过此魔族确实有点盛气凌人，便给对方一点教训吧。看你已经打了这么久，应该也疲惫了吧？我不喜欢趁人之危，便让你双手双腿。哼，装逼，让双手双脚太不把人放在眼里了。重楼可是我们魔族第1天才，不但同境界无敌，还能越级战斗，对方太狂妄了。哼，无尽缠绕。重楼被束缚了！天哪，这是什么实力？不用双手双脚就能制住重楼？不可能，重楼能打天王5重天的修。话音未落，唐寅身上强悍气息爆发。是黄级，唐师兄突破黄级了，20多岁入黄级，还只是亲传第6位，前5位得多恐怖！内门第1人萧晨也才天王6、7重天啊！他竟是宗主亲传，这可怎么办？我族第1连，他一根手指都不如，得罪了亲传，日后岂不是要被排挤？魔族众人面露惶恐，相互对视，宗门弟子欢呼雀跃，高声呐喊，广场欢呼声震天。我在魔族并无背景，却得罪如此强者，若被牵连送回，定会让爷爷失望。我输了，傻子，道歉啊，快说啊，光认输有什么用？急死我了！认输如此坦荡，看来之前道听途说来的也不尽然。你天赋不错，未来很有潜力，应当好生修炼，以后少做这些出风头的事情。是，多谢师兄教诲。敢问师兄怎么称呼？宗主亲传弟子唐寅。都散了吧。宗主亲传，怪不得这么强。缥缈宗果然名不虚传，以后在这里定将有一番大作为。你说你在我们面前要强一点也就算了，现在好了，连亲传都得罪了，也不知道以后会不会被人给使绊子。我觉得唐寅师兄并非计较之人。人心难测，重楼，要不你去向那唐寅解释一下吧，顺便赔礼道歉，礼物我们出。亲传弟子我们接触不到啊，就算想去道歉也没机会见到他。有办法，刚才我听玉女阁的弟子说，进修圣女苏柔和一位亲传女弟子是好友，我们可以找苏柔圣女帮忙引荐啊。苏柔师妹，这么巧，你这是要去哪里？
我还以为苏柔师妹在战斗广场呢。自从上次见到她，就觉得她惊为天人，本想趁机展现一下自己，没想到竟然在路上偶遇了。是啊，萧师兄，看你急匆匆的样子，是要去什么地方？我听说有魔族进修弟子在战斗广场挑战，还是魔族第一天才，就想着过来见识一下顶尖天才的对决。战斗已经结束了，是唐寅师兄出手击败了那位魔族弟子。原来是唐寅师兄出手了，有亲传师兄亲自下场，那狂傲的魔族弟子自然不是对手，必败无疑。那位魔族少年并非狂傲挑衅，只是性格沉默寡言，被众人推着才不得不战。而且他已经战败受罚，再这般贬低未免显得不够大气，更何况这话还是从内门首席口中说出来的。萧师兄，师妹还要去藏书阁查些资料，就先告辞了。我刚才说错什么话了？怎么苏柔师妹突然就跑了？这让萧晨无奈极了，暗暗猜想自己到底哪一句话没说对。萧晨哥哥，萧晨哥哥，你看人家都不搭理你，要不你还是放弃他吧。我的事无需你多管。萧晨哥哥，你不会想在这里打我吧？这里人有点多，别人看到师兄打师妹，影响不好。要不我们去小树林吧。果然受虐的性格一旦形成，一时半会真改不了。萧晨不再理会，转身加速离去，直奔第二峰。纳兰嫣根治封下，无法进入内门区域，只能止步。虽然没挨打，也没让萧晨哥哥回心转意，但苏柔不理他，这就是最大的喜事。刚开始知道他变心，我差点哭死，担心的睡不着。现在真相大白，萧晨哥哥早晚是我的，必须是我的。师姐，这是我在魔虚带来的礼物，送给你。多谢重楼师弟，这发簪好像是女性用品吧？戴个什么？这不是重楼买的，是重楼在魔虚外历练的时候获得的一些宝贝，戴在身上对修士有好处，可以清热解毒、增加防御等等，而且他一个男人用不到，也忘记了出售，所以就带来给苏柔师姐了。原来如此，多谢重楼师弟，不过这些是你辛苦获得，我不能白拿，我用灵石和你换吧。不用，这些女人用过的东西她也不知道价钱，只希望师姐以后能够多多提携一二。对了师姐，其实我们来还有一点点小事。果然是有事相求才来送礼的，什么事呢？就是想去找那个叫做唐寅的师兄道歉，解释清楚今天战斗的原因是因为不熟悉情况，想让你给引荐一下。明白了，我答应你们。萧晨站在角落，手中捏着一朵野花，远远看到苏柔与重楼有说有笑走进第一峰，神色逐渐失落。白天见过苏柔后，我还在想是不是自己说错了话，后来知道是误会魔族少年，就想来采花道歉，挽回形象，没想到撞见他和重楼在一起，还带了他送的簪子，明显是对我无感。算了，放弃吧，反正也没开始，不算遗憾。萧晨哥哥，不是吧？你竟然还没放弃，竟然想去给他送花？好你还来跟踪我，没完没了是吧？白天跟着就算了，晚上还来，真当我没脾气？忍可忍，孰不可忍，真想打爆他的狗头。不关你事。是啊，不关我事，但我看他好像和那个魔族第一天才在一起。萧晨哥哥，你越来越不行了，都没有女人对你感兴趣了呢？不行，你说我不行？男人不能说不行，这女人屡次跟踪挑衅，3番5次嘲笑我，再不反击，她怕是要无法无天。可我是内门第一人，岂能轻易动怒？但真的忍无可忍。打他，狠狠打他，是他主动找打，怪不得你。不行，不能打，你是正人君子，内门表率，几句戏言而已，动手就失了格局，对不？不需要格局，打了他反而会高兴，不信你试试，不给他教训，你还算男人吗？如何正道成帝，要当窝囊废，万万不可，一步踏错便是万丈深渊，务必恪守己身，光明磊落。看着萧晨神色变幻，那蓝烟索性上前一步，将脸颊凑到他面前。萧晨哥哥，你现在越来越不像男人了呢，连我这种故意惹你生气的都不敢打。该打！纳兰烟脸颊瞬间红肿，眼中却闪过欣喜，转头看向怒目圆睁的萧晨。这才是男人，不过也只是一阵子的男人。你找死！既然你想被打，那我就成全你。对，就是这样。萧晨哥哥，老子让你住嘴！就不，萧晨哥哥，使劲！我叫你住嘴！不要，萧晨哥哥，你好男人！十几分钟后，声音间歇，花园恢复安静。纳兰烟四仰八叉躺着，脸颊高高肿起，眼神迷离。萧晨身影已然远去。不知道萧晨哥哥打爽了没有？苏柔师姐，我们不是去找柳月师姐吗？来宗主大殿这里要干什么？柳月师姐就在这里啊。这个点，柳月师姐应该睡觉了。睡觉？亲传弟子睡在大殿外的角落。这就是柳月师姐，快打招呼。啊，这。苏
苏柔师妹，这位便是你说的魔族新修弟子重楼吧？不必拘谨，随我来。众人刚到青船院落门口，便见李七夜蹲在鱼池边喂鱼，周身忽然泛起淡淡光晕。这是突破的气息。没等重楼震惊完，第二道突破气息再次爆发。我操！短短片刻，连续2次小突破。这不会也是宗主亲传吧？这是李七夜，李师兄，宗主的第7位亲传弟子，快打招呼。见过李。话音未落，第3道更强烈的突破气息冲天起。师弟不必多礼，快请进。喂鱼都能突破到天王6重天，我一定是在做梦。一时间脚步虚浮，被苏柔扶了一把才站稳，定了定神，快步走到唐寅面前，躬身行礼。唐寅师兄，晚辈一时冲动，不该贸然挑战宗门弟子，还请师兄原谅。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。重楼将前因后果详细的述说了一遍。无妨无妨，年轻人难免冲动，下次遇事冷静些便是。各位师兄师姐，这是晚辈为大家准备的薄礼，不成敬意，还请笑纳。师弟太客气了，何须如此破费？各位师兄师姐，这都是晚辈的一点心意，若是不收，便是嫌弃晚辈了。众人见状，只好收下礼物。重楼正准备告辞，柳月帆看了几页小说，忽然抬头。重楼师弟，这书上写的天使、灵族都是真的吗？是真的啊，不过爱情故事应该是假的。嘿。重楼师弟，可否多讲讲星空之事？星空里的虫洞能横渡星域，堪比超远距离传送阵，但位置和安全性随机，中途极易发生意外。还有虚空兽这类生物，以其他生灵为食，实力强悍，却浑身是宝啊。还有就是陨石地带多是破碎的生命星辰，藏着秘境、危险和宝藏，可一旦迷路，或许会在死寂区域漂流致死。别说我们，就算是大地也探不完浩瀚星空的1/1000。原来星空不是一片死寂，竟然有这么多奇遇，比荒古大陆的传闻还精彩，真想亲身去闯一闯。接下来的几日，重楼时常到第一峰来与众人交谈星空之事，而苏柔也有了到来的借口，趁着他们交谈的时候，和柳月在主峰散步，并暗中观察陈玄的行为，写信汇报给远在南域的师尊妙云一，以慰藉师尊的仰慕之情。众位师弟师妹，我们已经摸清星空大致情况，不如结伴去历练，既能增长见闻，也能提升实力。好主意，师兄，我跟你们一起去。我就不去了，看书比修炼有趣。柳月师姐，你如今修为已到，断圣而已。师兄，我也去。我也不去了，翠竹刚栽下，得好好照料。七叶师弟，那你的修为？快追上你们了，我不用特意修炼，你们懂的。忍不了一点，明天就向宗主请示。师尊，我等恳请前往星空历练，望师尊应允。不错，有上进心是好事，准了。骆长老、明长老，来一趟主峰。拜见宗主。令你2人担任本次弟子历练护道人，此番是你们第一次为宗门出任务。星空有附庸势力魔虚作为后援，遇事可前去求助。你们2人合体能有大地战力，本宗主很放心。谢宗主信任，我等必不辱使命。本宗主赏罚分明，此番若是表现良好，回来后也奖励你们1件极道武器。虽然是去保护人，是干活，但那可是极道武器啊！这种奖励，莫说任务失败受罚，就算拼命也是值得的。多谢宗主，属下一定保证完成护道任务，若有差池，当愿受罚。去吧。就在传送阵即将启动之时，一道急速的等等我，我还没上去啊！飞龙出现在时空隧道时，声音才传过来，完美复现出了什么叫做生味道，人已至。嘿嘿嘿，宗主，让我也跟着你们一起去。圣王老祖，最后一批物资成功入仓，现如今50亿灵石已经全部到位了，太好了。你好歹也是我族半圣长老，衣服有所损耗怎么不去换掉，穿成这样成何体统？圣王老祖，你不是下令减少了所有开支和月俸吗？我这衣服虽然烂了，但仍旧是难得的灵宝衣，回头重新添加些材料练练还能用。是啊，为了凑够这50亿灵石，整个北家圣地几乎搬空，长老们的生活用度也只能减少，以前看不上的灵宝衣，现在也变得珍贵了起来。你做的不错，等你进入圣人境后，就去后勤掌管资源发放吧，当个后勤大长老。是，多谢圣王老祖。行了，既然灵石已经到齐，那便立刻装船吧，出发缥缈宗。老祖，他们4家圣地的资源都到了，咱们要不要装船啊？资源还差多少？调集资源的队伍还有几路没有回来？老祖啊，调集资源的队伍全都回来了，目前还差5亿灵石。差这么多？队伍都回了，就说明已经没有资源，但竟然还差5亿，难道真要把留下来给圣地运转的灵石也垫上吗？那要是真垫上，圣地的年轻弟子和长老们绝对会直接断了月俸，一切吃穿用度只能靠自己了，这无疑是自掘坟墓之事。
老祖，那5亿灵石要不用圣女顶上，咱们圣地的圣女虽然比神子弱一头，但同样天赋罕有，而且还长得貌美如花。曾经就不少人说过，咱们圣地圣女顶得上10亿灵石。得罪外挂宗门后，圣地被迫卖掉圣子，只为偿还那笔足以让宗门崩塌的天价债务。你说10亿就10亿，而且那可是你女儿啊，你舍得？老祖，为了圣地，大义灭亲又有何难？他若能顶得上10亿，是他的福分，而且咱们不算10亿，折半算5亿，相信那缥缈宗应该不会拒绝。除此之外，咱们也没有别的办法。哎，能为圣地做出如此大的牺牲，可见这个圣主做得非常到位。行吧，那就把圣女带上，装船，咱们也出发。等以后有了灵石，再想办法把圣女赎回来。兄弟，听说了没？5大圣地全都开始把资源装船了。卧槽，难道传闻是真的？传言好像在一点点验证啊，看来缥缈宗真有大地。咱们也准备一下，去看看5大圣地要把这笔资源往哪送。如果是送往东域，缥缈宗有大地的传言就坐实无疑了。注意注意，北家圣地的100艘战船出发了，往东边去了。君家战船也出发了，也是往东边。天心圣地和浮光圣地的战船出发了吗？往哪边去了？出发了，出发了，全都是往东边去的。报，5大圣地已经全部汇聚到一起了，500艘战船遮天蔽日，直至东域而去。报，5大圣地已至神域边界，正在准备横跨无尽海域。报，5大圣地已经进入无尽海域区域，并且路径偏离，似乎要绕过海上禁区恶魔岛区域。不好，是恶魔岛的强者，难道他们要对我们动手？马上激活防御大阵，全力冲出此片区域。恶魔岛有区域限制，其中强者离开恶魔岛越远，修为就会越低，反而更容易被他们敌对海族杀掉。现在距离恶魔岛有一段较远的距离，再加上5位圣王同在，倒也无需过于担忧，警惕就好。就在5大圣王以为众人将成功冲出这片区域的时候，意外还是发生了。一股来自大地之上的强大吸力瞬间对着500艘战船席卷而来，所有战船径直被吸向恶魔岛。本座刚入准地，就有大批资源送来，几位多谢了。等破开这该死的封印后，本地必定亲自登门拜谢。卧槽，海魔族竟然有人突破准地了，此族生性残暴，必定不是个善茬。全体撤退，暂时放弃战船。看到这一幕，海魔族准地当即又桀桀地笑了起来。不过他却没有动手去击杀众人，而是吩咐手下全力地搜刮着物资往岛屿上带去。我虽已破境准地，但在海神的封印下，还是受到了很大的限制。眼下先夺物资破阵，再重获自由，一定要让所有人生活在我的淫威之下。大地不出的时代太美妙了，能冒着修为被限制的风险，深入人族神域腹地，并带来5大圣地运送灵石的消息，你干得很不错。从现在开始，封你为本地座下护法。是，多谢我王。5大圣王带着族人逃离恶魔岛，望着空无战船的海面，满脸失望。但是面对一位准地，却无可奈何。莫说是准地，就算是一位大圣，现在的他们也没办法。怎么办？好不容易凑出来的赔偿就这么被抢走了，咱们怎么给缥缈宗交代啊？是啊，莫说家底已经掏空，就算没有掏空，剩下的时间也不够我们继续去调集资源了。赔偿不到位，缥缈宗定然生气，到时候宗内大帝一旦出手。等等，大帝，老天，我们竟然把缥缈宗的大帝忘了，那可是大帝呀！就算是躲在禁区，海魔族也不是对手。对，快一起去警告对方，实在不行，我们还可以去请求缥缈宗的大帝出马，这些都是缥缈宗的资源，相信他们也不会坐视不理的。为向缥缈宗谢罪，5大圣王押上全族积蓄凑来的赔偿物资，不料半道突遭劫杀，500艘战船被洗劫一空，而劫掠者竟是封印之地里跳出的准地级存在。我王，刚才那几个人类又回来了，咱们要不要先躲起来，等他们进来就捉拿，再向他们家族索要更多物资？吩咐下去，全体隐蔽，给他们演一出空城计。众海魔迅速隐匿身形，只留下数百艘战船留在原地，格外显眼。奇怪，他们怎么不进来了？就停在边界不动？难道发现我们的阴谋了？怎么说话呢？这不叫阴谋，叫计谋。有时间多读点书吧。是，属下口误。我王，要不要属下们现身，前去把他们引诱进来？刚才是靠积攒的能量才突破禁制限制，夺下战船，如今毫无准备，我根本拿捏不了边界之外的人类。不必了，反正500艘战船的资源已经到手，这5人抓不抓都没关系。先看看他们想耍什么花样。于是海魔族继续隐蔽，整个恶魔岛一片安静，和往日里一模一样，给人一种没有任何生命存在的迹象。在荒古大陆生存了这么久，我们自然了解海魔族的残暴，所以才选在禁制边缘停下。不过这智商还不如没有，竟然还藏着让我们以为没人。海魔族的前辈，这批物资是我等赔偿给缥缈宗大帝的物资，抢夺这些资源相当于与大帝为敌，还请你们送回，以免引火烧身。我虽然被限制在恶魔岛，
但对外界的消息却未曾中断过。万年来，荒古大陆根本没有大帝，不用管他们。是。五大圣王见岛内毫无回应，再次施压。若是你们不交出这批物资，得罪了缥缈宗的大帝，后果不是你们能承担得起的。你们确定为了这批资源要惹怒一位大帝吗？恶魔岛依旧一片死寂。看来只能去缥缈宗搬救兵了。这笔资源是赔给他们的，应该不会坐视不管。资源没了，也不用带人过去了。若缥缈宗不愿出手，我们就以死谢罪，不用牵连自家族人，也算是回归初心。五大圣王转身飞走，身后的仆人们齐早下落。消息传遍五域，各宗门哗然。宗主，五大圣地200多亿灵石被恶魔岛海魔打劫了，是海魔正道准帝干的。他们还说缥缈宗有大帝。海魔准帝，缥缈宗有大帝，不会是五大圣地为要回资源撒谎吧？海魔没还物资，五大圣王已遣散族人去缥缈宗搬救兵了。大地之下皆蝼蚁，若缥缈宗真有大帝，大陆将进入大地纪元。如今只能确定资源是送往缥缈宗，大帝存在的可能性极高，各方都在紧盯缥缈宗动向。宗主啊，你可一定要为我们做主啊！出了什么事？宗主看到陈玄没有发怒，五大圣王彻底绷不住了，哭诉着自己等人辛苦凑资源的艰辛，资源被海魔打劫的经过，而后纷纷主动请罪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无妨，资源被抢走，再去抢回来便是。你们5人只要凑齐了资源，得罪我宗之事就此结果。多谢宗主宽宏，我等愿拜缥缈宗为主，任凭宗主差遣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。宗主神通盖世，还请宗主收下我等，吾等誓死追随缥缈宗。5人你一就我一不许开始同学的马，说着说着就变成要拜主了。不必了。你们谁愿出战恶魔岛，带回我宗资源？回宗主话，属下愿往。宗主，属下也愿去，必将资源全部带回。宗主，还有我，若带不回资源或带少资源，甘愿受罚。宗主。片刻间，数位长老站出请命。五大圣王见状，面色急变。怎么没看到之前征讨我们的大帝？没有大帝坐镇，海魔准帝不好对付，根本夺不回资源啊！宗主，恶魔岛内有准帝强者，要不还是请贵宗大帝出马吧，不然在海魔地盘上，怕是难以顺利夺回资源啊！你看看我们这些人哪个不像大帝？什么？哪个不像大帝？意思这些请命的权势，还以为魔王大人开玩笑的，没想到真的是一群，这也太玄幻了。不求长老，你去吧。是，属下定不辱使命，必将资源全部带回。众位，走吧。是。这恐怖的速度和空间穿梭景象，果真是大帝。卧槽！五大圣地的圣王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还多了一个人是谁？为首的是缥缈宗内门长老，我认得这套服饰。这速度也太快了吧！圣主，我是老六。五大圣地带着缥缈宗长老回归恶魔岛，疑似要夺回资源。半天前才汇报他们去了东域，怎么这会儿就到恶魔岛了？匪夷所思啊！难道是假消息？感受到气息，海魔准帝带着一群属下升空，朝着石树丘等人飞去。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你们竟然还敢回来，那就留下本地的人质吧。还没到大帝境界，也敢自称本地，真是山中无老虎，猴子称霸王啊！为了拿回宗门资源，暂且忍住拍死他的冲动。在本座面前也敢妄称本地，立刻将抢夺的资源交出来，否则拔光你的皮，将你烤了喂鱼。听到此话，海魔准帝原本嚣张的笑声猛然僵在脸上，脸色瞬间铁青。你说本地，你找死！出天之。真的是大帝，这是大帝专属技能，戳天指非大帝不能使用。别动手，我给，我马上把那些资源还给你们。呵呵，既然如此，那就动手装船吧。胆敢少一块灵石，定让你生不如死。是，一定不会少，绝对不会少。都愣着干什么？没听到大帝的话吗？还不立刻装船？是。记住，从哪里搬的就搬回哪里去。前辈，您坐。果然实力强就是底气呀！看到这一幕，恶魔岛周围无数眼线纷纷掏出传讯法器，急切地向自家势力传讯。宗主，缥缈宗出动了大帝来索要资源，缥缈宗内真有大帝。
报，缥缈内门长老用出了大帝专属技能托天指，打败了海魔族准帝，疑似大帝修为，望宗门知晓。天哪，缥缈宗真有大帝出世，荒古第一势力出现了，立刻准备，择日去缥缈宗拜会。一时间，缥缈大帝现世的消息席卷荒古五域，大陆格局即将改写。我缥缈250亿的赔偿款，这单子上怎么只有245亿，还有5亿呢？啊，还有，我明明记得只有这么多，难道是之前自己不注意，漏了一张清单？海魔准帝虽有疑虑，但看着石富秋阴沉的样子，又不敢表现出来。快，全员搜寻，找一张5亿资源目录的单子。这让海魔准帝急得不行，亲自带领属下翻遍海魔岛。富秋大帝，属下找遍全岛，并未找到多余单子。现场资源清点后，确实只有245亿。只有245亿。不等海魔准帝解释，石富秋猛地我的胳膊，我的胳膊，把我的胳膊给我吧，我真的没有骗你啊，这里真的只有245亿，单子上写的很清楚，就是245亿，不信你看。大胆，你以为你把明细单藏起来就代表没有吗？竟敢私吞我宗5亿资源还不承认，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救命我准帝肉身已然道运自成，如今尽数被毁，日后想要正帝可谓难度倍增。你好像很不爽。别动手，我不怒了，不怒了。呵呵，你怒与不怒与本座何关？本座奉命来取灵石，如今灵石少了，你说该怎么办？没少，我想起来，那5亿灵石放哪里了？这就去拿。那还不快去？是。海魔准帝放发出一条灵气腿后，便钻入恶魔岛洞穴之中。我王，我们上哪去找这5亿灵石啊？我没有怀疑你们，而且我也已经找过了，确实没有。我要是不答应，怕是连另外的胳膊和腿也没了。可是答应了他，咱们上哪去变出这5亿灵石啊？你们别慌，咱们恶魔岛上多年来也有不少资源，全部拿去给他。还有岛下正在为本地修建的宫殿里，不是装了很多奇珍异宝吗？全都拆了。行了，马上去办。海魔准帝头也不回地离开洞穴，护法们相互对视一眼，忍痛起身执行命令。5大圣王带着族人降落，来到石富秋身边躬身站立，各长老分别登上战船清点资源。报，圣王老祖，我们军家资源已经全部登船。报，天心圣地资源全部归位。报，江家圣地资源到位。报，北家资源全部归位。报，福光圣地资源已到位。富秋长老，我等资源已经全部到位，是否启程回归？没少，我错怪他了。石富秋眉头微蹙，目光望向海魔准帝，看着他一脸无辜的样子，就差在脑门贴上是真没有几个大字。你们谁家资源少了5亿？轰！话音落下，天心、江家、军家、北家4大圣王集体一愣，唯独福光圣王浑身一抖，眼神躲闪。福光圣王，你确定不解释2句？这，富秋长老，你听我解释，我们圣地没少，真的没少。富秋长老，我们也是50亿，真的没少。你看这里虽然写的是45亿，但底下还有一行小字呢，加上下面的不就是50亿了吗？哦，颜如玉一位，人言价值10亿灵石，现折现为5亿。这颜如玉是什么东西？这批资源之中，本座并没有发现什么颜如玉啊。宗主，请喝茶。颜如玉恭敬递上茶水，却不小心碰到桌角，手中茶水瞬间泼向陈玄。对不起。我操，这可是我们跨上天的圣女啊，能顶得上10亿灵石，现如今倒个茶水竟然差点泼到宗主脸上，这还能要他？怕是会连我们圣地也一起连累吧？一点小事都做不好，要你何用？说罢，巴掌凌波带着圣人境威压。老祖竟真的要对我动手，我已是被遗弃之人了吗？虽然知道对方有演戏的成分，但我若是不出手，此女必定奄奄一息。这可是我的5亿赔偿啊！要是不收，自己怕是连个毛都拿不到。花有重开日，人无再少年。本宗主收下，以我之事就此结束。诸位请回吧。小女跻身地宗贴身侍女，我福光圣地也是有后台的人了。是，多谢宗主，我等先行告退。望着娘家人毅然离去的背影，神色复杂。虽然让我抵账是我亲自同意的事情，但忽然对我动手，却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。我不知道那一巴掌是不是真的要打死我，但我知道我已经是一个被抛弃的人。从现在开始，我将彻底与福光圣地再无瓜葛。颜如玉，宗主，奴婢在。你是本宗主5亿灵石换来的，理应物有所值。本宗主观你资质尚可，以后便留在主峰打杂吧。空闲时间也可修炼，争取早日入圣来报答本宗主。你可愿意？这股声音带着无尽春风，如大旱遇甘霖。没想到还能修炼，这里的修炼环境比圣地强盛无数倍。
宗主也没有对我怎么样，或许这才是我的心声。愿意，奴婢愿意，多谢宗主。自此，浮光圣地内少了一个天才圣女，地宗第一峰上多了个辛勤的女奴婢。虽然是奴婢，但2天下来，我拿到的修炼资源，所在的修炼环境，比起浮光圣地不但丝毫不差，反而比浮光圣地的神子还多。特别是身份，似乎除了要干杂活外，我的身份不但没有下降，反而弟子长老都对我尊敬有加。颜如玉入宗的2天后，悬崖边晒太阳的陈玄便冷不丁的收到了系统的提示。恭喜宿主完成宗门发展任务，成为荒古第1宗，名震荒古，特奖励准仙器先天灵丹1根，请注意查收。准仙器？我靠，已经开始上准仙器了吗？这是准仙器，确定不是钓鱼竿？系统，请给我一个完美的解释。这是一把可以垂钓万界至宝的准仙器，鱼线进入万界之中，可自动寻找至宝将其钓上来。宿主，这个回答完美吗？好像挺完美，就是听起来像假的一样。真没骗我。本系统从不骗人，宿主拿出来试试就知道了。好家伙，咋这么沉？虽然大帝拿起来小菜一碟，但不知情的人怕是要闪着腰。这准仙器只能钓宝物，也太大材小用了。说是准仙器吧，却是个垂钓竿；说是垂钓竿吧，准仙器，真不知道该不该高兴。宿主，别看这只是一把垂钓竿，但此竿非凡，乃是先天形成，其中蕴含大道，自重108100斤，质量非凡，大小随心，变化无穷。虽然是垂钓竿，但完全可以用于战斗。另外还有鱼线，也是准仙器级的材料，乃是正儿八经捆仙绳的原材料制作，可以保证钓到的东西不好逃走，请宿主宽心使用。那可以，不要白不要，实在不行拆了绳子和杆子分开用，让我来试试能钓上来什么好东西。一钓开天，万界至宝来，大变大吧。哦，有点意思。陈玄放下鱼竿，躺在摇椅上，闭眼等待。时间流逝，中午泡的悟道茶喝完，灵丹却毫无动静。系统，你给的这玩意儿到底有没有用啊？都半天了，再钓不上来，必须给我换一个。丁，宿主，稍安勿躁，让鱼线飞一会。这他妈都飞半天了，就算飞得慢，也能绕荒古大陆几百圈了吧？要是让弟子们看见，还以为本宗主连个鱼都钓不上。快了。宗主，您在干嘛呀？是不是在钓鱼？要是钓鱼的话，要不要去湖边钓呀？我好把湖边收拾一下。不必，本宗主不是钓鱼，是在钓有缘的宝贝。宝贝，有缘的宝贝，在悬崖边钓宝贝，他不是会随机钓上来一个弟子吧？再钓10分钟，要是还钓不到就换奖励。宗主，喝茶。哦，我操，终于上钩了！灵晶！天哪，宗主竟然钓到了灵晶，荒古大陆最稀缺的修炼资源，要1000万年才能形成，灵气浩瀚如海，比1000万颗灵石还精纯啊！这等至宝竟然能凭空钓出来，宗主也太神秘了。我丢，竟然就是一匹灵晶，给本宗主收好。这可是无上至宝，删了我性命都赔不起，宗主竟然毫不在意。这个颜如玉干活确实还行，刚开始弄洒了悟道茶，也只是过于紧张导致。陈玄不再关注颜如玉，重新挥竿抛线，继续钓宝。与此同时，在陈玄安心钓宝的时候，荒古大陆5域顶级势力纷纷赶来，每人身后都带着一名天骄，欲求见地宗，送弟子追随大帝修行，甚至还能看到浮光老祖加在其中。哟，这不是浮光圣地的道友吗？你也带弟子来了？切，你们都带自家最强天才来了，老夫岂能不带弟子过来？你确定你是带弟子来进修的？得了吧，懂的都懂。你看看你们带的弟子跟我有啥区别？大家1、2天前就赶路了，还以为你早出发了，没敢叫你呢。哎，来了也没用。缥缈宗长老说没到收徒时间，不接待咱们。哦，既然不接待，那你怎么还没走？人多力量大，咱们都是荒古顶级势力，聚得多了，地宗说不定就改变主意了。再等等。原来如此，那我们也等。浮光圣王，你家不是有女在地宗当奴婢吗？要不你去问问，说不定地宗看在这层关系上接见咱们。要是成了大家都欠你人情。对，你妈的，那是赔偿过去的奴婢，和圣地早已无关。贸然提及只会得罪地宗，你们是真没安好心啊！突然，一道灵光降落，一名老者现身，气势不凡。没想到连神域第一世家王家都来了，地宗出事，果然没人想错过。跟在身后的就是最强天才王庞，传闻他有大帝之资，被仙鹤选中过。不过这次王家带队的那老头怎么没见过？我操，王家老祖王一土，他不是800年前就死了吗？他竟然没死，难道他突破大圣境了？晚辈见过一土大圣，众人不敢耽搁，立刻抱拳行礼。一来是尊重，二来也试探下他是不是真大圣境。
众位道友客气了。敢问众位道友，我等到来，缥缈宗内可有消息散出？此话一出，众人心中又是一抖。果然，他真的突破大圣境了，要不然绝对不会应下大圣的称呼的。真不愧是神域第一世家，在如今这种年代也能出大圣。前辈，众人连忙将缥缈宗回绝收徒的事情告知王一土，希望一土大圣能再去问问，他是大圣境，又是荒古顶级世家，说不定能改变缥缈宗的决定。我王家之前是第一，但如今在地宗面前便什么都不是。众人见状也不敢再多劝说，只能继续等待，看着到来的势力越来越多，脸上渐露焦急。缥缈宗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？再等下去会不会没机会了？见状，看门长老也变得面色凝重起来。上一次宗主下令入宗之事交由刘仓大长老决断，之前人少可以回绝，现在都快50家顶尖势力了，还是汇报大长老吧。宗主，山门外汇聚了荒古大陆近50家顶尖势力，都带着各家天才，想要送弟子入宗，追随大帝效力。属下已经回绝暂不收徒，但他们仍旧不肯走，人数还在增加，还请宗主定夺。哦，都来了。陈玄收回目光，望向宗门方向，双眼似有金光闪过，穿透虚空。不愧是圣地世家之人，态度谦卑，无人作乱。本来决定择日开启第3次收徒，既然他们都来了，那就提前录取一部分吧。你准备，带他们去宗内广场测试潜力。本宗主稍后便到。是。诸位，宗主格外开恩，可以招收一些弟子，但需先测试潜力，请随我前往宗门广场。太好了，能入地宗追随大帝，光是想想就热血沸腾。众人恭敬跟随刘仓来到测试天梯，吸引大量缥缈宗弟子围观。这就是顶级势力的天才，看起来也没什么区别啊。是啊，感觉也就和咱们内门师兄差不多。这些人背景大，肯定是要什么资源就有什么资源，就是不知道潜力如何。有没有人能进入亲传？亲传，我看能进内门就不错了。咱们的亲传师兄哪个不是妖孽？根本不是他们能比的。嘿嘿，等测试开始就知道了。刚好看看我和这些顶级势力的天才差多少。无数弟子在远处小声嘀咕，声音自然也传进了那些天才弟子耳中。对此，刘仓也没有阻止。宗门弟子和即将入宗的弟子提前认识也好，还可以见识一下双方差距，督促宗门弟子修炼，一举两得。太过分了，竟然这么贬低我们！等着，测试时我一定要一鸣惊人，让他们看看天才就是天才，不是随便能比的。快急死我了，真想立刻证明自己。宗主怎么还没来？快出现吧！身处地宗之内，他们也不敢发火，一个个只能咬牙握拳，无助地看向四周，寻找着宗主的身影，期待宗主现身。又是灵晶，算了，下次再钓吧。陈玄看了看天色，随手丢下灵丹，你钓吧。声音回荡在颜如玉耳边，想要拒绝，但嘴还没张开，陈玄便已经消失不见。无奈，他只能听从宗主命令。不过他可不敢坐在陈玄的摇摇椅上，只能从边上搬来一个石墩子，认真的盯住垂钓竿，紧张的等待宝物上钩。天梯尽头坐席排列整齐，主位空置，几十家势力老祖分坐两侧，安静等待。见过地宗宗主。都坐吧。刘长老，宣布测试规则吧。是。此乃潜力测试天梯，可测试修士潜力。按照我宗规矩，潜力不同，入宗后身份不同，能登顶最高层者，可为宗主亲传；第800至990层者为内门弟子。刘仓快速说完规则，听得那些个天才们个个激动，纷纷把目标定在了最高层，尤其是拥有大帝之资的王庞。呵呵，我有大帝之资，必定入选亲传。其他天才们纷纷暗中蓄力，无人理会王鹏，心中都憋着一股劲，想要争夺第一个登顶的名额。也就他们不知道，这测试天梯的难度，想上顶层简直痴人说梦。见众人准备就绪，刘仓大喝一声：“测试开始！”话音刚落，几十位天才同时动身，瞬间朝着测试天梯冲去。众人你争我抢，眨眼间便冲上了100层的位置。果然，顶级势力的天才就是不一样，远比我们这些山野少年猛得多。不过刚刚感叹了一会，测试天梯上的场景就恢复了正常，让那些围观的弟子们又摇起了头。因为这些顶级天才虽然冲得猛，但到了700层以后，也全部慢了下来，和他们之前测试的时候一模一样。才700层就感受到了阻力，这测试天梯确实有难度，不过依旧难不倒我。区区阻力无法阻挡我问鼎巅峰。我命由我，不由天。众人再次提气，努力向上冲刺而去，很快就又来到了800多层的位置，达到了进入内门的要求。只不过到了这个位置后，所有人都无法再进一步，甚至就连被誉为大帝之资的王朝都被困在889层的位置，无法前进一步。难道我的潜力连900层都上不去？不可能！我自小仙鹤引路，获得仙人传承，所向披靡。荒古第一，不可能连亲传都进不去。想到宗主亲传都能登顶，而他这个荒古第一却受困于此，于是心中立刻生出一股豪迈之情，仰头呐喊。
强者不怕寂寞，第一不怕挫折。说罢，王鹏体内爆发浩瀚之气，再次快速攀登。这就是大地之姿，果然猛啊！我们都上不去了，他却还在攀登，看来荒古第一天才的名头名不虚传。王鹏一路冲飞，很快便来到了900层的位置，但也仅限于900层，再无法寸进一步。看到这里，刘苍大手一挥，好了，本次潜力测试你们都达到了进入内门的要求，随我前往宗门广场进行下一轮心性测试吧。众人眼看着测试结束，虽然心中不服，但也只能下来准备问心测试。不过就在这个时候，那王鹏却猛然跪在了地上，满脸不服气的模样，对着陈玄抱拳道：宗主，我不服，潜力测试不能决定我等的未来，而且我被誉为荒古第一天才，若是连我都达不到亲传要求，相信整个荒古也没有人能入宗主的法眼。是啊，我们来之前全都是一方最顶级的天才，即便放眼整个大陆，其天赋和实力也是名列前端的存在。虽然有些人在秘境里见过或者听说过缥缈宗亲传的强大，自认为比不上，但相对于内门，我还是觉得自己够资格入亲传。就算大帝要求很高，但当个记名亲传也绰绰有余。虽然心中如此想着，但由于此处是地宗，他们的胆子也没有王鹏大，所以没敢表示出来。而王鹏现在的举动明显引起了他们的共鸣。宗主，我等都是大陆最顶级天才，也听说过地宗亲传之强大，就算我们入不了亲传，但也远超内门实力，请宗主开恩，让我等入不记名亲传也好。若是后续考验不通过，再责令我等退居内门。请宗主开恩，我等实力和天赋远超内门，请宗主让我等当个记名亲传，吾等必定努力修炼，向宗门证明自己。请宗主开恩，请宗主开恩。这就是来自各大圣地、神国、大宗的天才，也不过如此嘛，还真拿自己当天才了。对，我本来还挺敬重他们的，没想到心性这么差，连测试结果都没法接受，肯定是养尊处优惯了。在外面他们是天才，但我们缥缈宗可不承认。是啊，什么荒古第一天才，什么大陆最前端的天才群体，那是因为没遇到我们宗的天才。莫说我宗亲传，就连我宗内门师兄比他们强的都大有人在，确实太自大了吧。荒古第一天才，那是你们自己封的吧？来到了我宗，竟然还想瞧不上我宗内门，殊不知我宗内门师兄比你们强多了。莫说亲传，就算内门的前几十人都能把他们比下去，也不知道哪来的自信，竟然舔着脸自称最拔尖的一批。呵呵呵，听着缥缈宗弟子们的指指点点，只觉得自己等人受到了极大的羞辱。吹牛，缥缈宗亲传比我们强就算了，内门还能比我们强？哼，我一点都不信。见状，陈玄倒也没有生气。年轻人嘛，气盛是很正常的，不气盛就不叫年轻人了。陈玄思索一番后，心中也有了主意，于是对着几十位天才开口道：这样吧，既然你们不相信测试结果，自信远超我宗内门，那就比一比吧。你们派出一个代表，在本宗内门前10中挑一个，若是能胜，就让你们入亲传，如何？够公平了吧？多谢宗主成全。你们自行商量挑一个代表出来吧。刘苍，去把内门前10叫来。是。很快，广场之上，内门前10排列整齐，来自荒古大陆各族的天才们也选出了代表，那就是被誉为荒古第一天才，自幼被仙鹤引路，人言有大帝之姿的王鹏。你们谁是第一？我要挑战内门第一！卧槽，这个人好狂，上来就要挑战第一。啧，胆子真大，他不会真以为我们内门弟子什么都不是吧？哼，还玩了啊！我萧晨哥哥可是大家公认亲传之下第一人，境界虽然没有与后9名拉开很多，但战斗力强的一批，后9名联手都不是他对手。天骄就该挑战最强，胜则光彩万丈，绝不能丢了大陆天才的颜面。内门天榜第一，萧晨。王家王鹏，行，出手吧。好，开招。天半步黄级，居然才是内门弟子。王鹏脸色煞白，再也维持不住桀骜，双手抹去，周身黑气疯狂涌动，试图硬抗威压。我不信，给我破！全场死寂一片，众天才嘴巴微张，瞪大双眼，呆立原地。各族强者面面相觑，满脸难以置信，随后窃窃私语声渐起。缥缈出世不到1年，地宗恐怖如斯啊！荒古第一天才被碾压了。萧晨师兄，技不如人，我输了。高位上的陈玄淡淡一笑，目光扫视全场，声音威严洪亮。还有人要挑战吗？只要能打败萧晨，都可破格成为亲传。还有人要挑战吗？只要能打败萧晨，都可破格成为亲传。连荒古第一的王鹏都输得这么惨，我们上去就是自取其辱。众天骄纷纷低头，目光闪躲，没人敢应声。既然无人挑战，此事便到此结束。愿意入内门者出列测试心性，不愿意自行离去。说罢，一旁的刘苍放出问心测试镜，几十位天才争先恐后的朝着问心镜的方向跑去，没有一个人选择离开。
傻子才不留。内门弟子就已经如此厉害，亲传就更不用想了，留下才有机会接触大地，离开就彻底无缘仙途。而随着流仓的推动，润心测试开始启动，镜子的光芒照向了天骄，他们过往的所作所为清晰地呈现在镜子里。第三测试过后，几个心术不正的弟子被当场揪出，逐出队伍。而那几个势力强者看到自己弟子的表现后，全都是脸色发黑，尴尬的无地自容。藏得这么深，丢尽了我们的脸面。这些个强者气得脸红脖子粗，恨不得当场镇杀了他们，却又碍于这里是缥缈宗，只能强行忍耐。行了，通过测试的随长老去办手续。刘仓，送客。陈哥，你刚才也太帅了，一招就干翻了荒古第一天才，全场都在崇拜你。小场面，小场面，不值一提。4名好基友说说笑笑的走着，忽然听到前方传来清脆的议论声，内容正是关于萧晨的。我家萧晨哥哥简直太酷了，一招就打败了那个荒古第一天才。纳兰师姐，你真的是萧晨师兄的未婚夫吗？真的好羡慕你啊！当然，我和萧晨哥哥的婚事是双方父母自小就定下的呢。吴德说的还真没错，那蓝烟真在四处说他与我的关系。虽然我们自小定亲不假，但婚约早就退了。而现在这个女人不知收敛的传播我们的关系，真是太没有分寸了。萧晨哥哥很爱我，为了我都不愿意与别的女弟子多接触呢。我经常劝他不用太在意，他却说怕我吃醋，所以不和别的女弟子走得过近。哇，萧晨师兄这么痴情的吗？好羡慕你啊！纳兰师姐，对了，刚才散场的时候你怎么没有和萧晨师兄一起啊？刚才啊，萧晨哥哥怕长老看到不好，所以我就没去。咦，两位师妹，你们的眼睛怎么了？怎么一直在动啊？见过萧晨师兄，见过几位师兄。纳兰烟，你我早已经退婚，为何还在这里颠倒黑白，误导同门师妹，坏我名声？萧晨哥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正准备去找你呢。找我是准备继续挨打吗？毕竟陈哥打过纳兰烟，我们知道，不过当众说出来是万万没有意料到的。是啊，萧晨哥哥，嫣儿想被你打了，你快打人家，不然我见谁都说咱们是未婚夫妻，就让你有口说不清。你以为同门在这里，我就不敢打你吗？陈哥，别冲动，千万别冲动啊！大家都看着呢，要是动手，以后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！他这是故意激你的，千万别上当。纳兰师妹，你快走吧。当初你瞧不上萧晨师兄与他退婚，现在见他成就非凡，又想凑上来，那也要获得他的认可才行。怎么能在萧晨师兄不知道的情况下，就污蔑他与你的关系呢？我不走就不走，而且女人慕强不是很正常吗？谁家女人不慕强啊？我现在已经知道错了。萧晨哥哥，你要是还觉得委屈，就打我出气，反正我是跟定你了。知错有用的话，还要规矩做什么？你真以为我不敢打你？纳兰烟微微抬头，眼底带着刻意的挑衅，心里却打着小算盘。越是当众纠缠，我和他的关系就越扯不清。只要萧晨哥哥能回心转意，哪怕挨巴掌也是值得的。萧晨哥哥，你心里不会还想着那个苏柔吧？我已经问过别的进修弟子了，他对你根本没有任何想法。此话一出，围观弟子瞬间一震，纷纷露出了震惊的脸色，全都齐刷刷看向萧晨。感受到如此多的目光，大脑瞬间陷入了空白，猛然抬手挣开了吴德，径直朝着那蓝烟抽了过去。我操，他居然敢踢苏柔师妹，那可是陈哥的逆鳞啊！完了，住口！而如此突然的一幕，也让在场之人又愣了一下，因为都没想到萧晨竟然真的会当着众人的面动手。看着倒地哼哼的纳兰烟，萧晨理智回归，再看周围那些惊愕的目光，一股暗爽在他心底滋生。虽然知道自己动手可能会给我带来一些污点，但那一刻真的忍不住，而且能打这种女人真的豪爽。既然已经打了，那就强硬到底吧。萧晨深吸一口气，硬着头皮，目光冷厉地扫过全场。胡说八道！我一心潜修，目标直指亲传，若还敢继续污蔑于我，这就是下场。纳兰烟脸色当场红肿，心中也知道刚才可能让萧晨哥哥太丢人了，所以躺在地上瞬间变得乖巧起来。哥哥竟然会因为我的话而真正动怒，看来他心中还是非常在意我的，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。萧晨哥哥，人家知道了，人家知道错了，你快扶我起来吧。不是吧，挨了打还撒娇，这是什么操作？我怀疑他是个受虐狂，太离谱了。一时间，众人纷纷对萧晨露出了羡慕的目光，期待着萧晨把他拉起来，然后和好如初。污蔑于我，还想让我拉你起来，自己爬起来。萧晨哥哥这次居然没走，他愿意跟我说话，就证明对我的态度也在慢慢改变了。不要，人家就要你了，你不拉人家起来，人家就一直躺着。那你就一直躺着吧。看到这一幕，地上的那蓝烟当场就急了，自己就连忙坐了起来。只不过此时萧晨与他的兄弟们已经离开，消失不见，只剩下了周围目瞪口呆的弟子们。不解风情。我今天算是长见识了，萧晨师兄太牛了，以后他就是我偶像。围观弟子渐渐散去，
议论声却此起彼伏，飘向宗门各处。原来纳兰师姐之前退过萧晨师兄的婚啊，怪不得他总缠着萧晨师兄，这是后悔了吧？别乱说，万一他记恨上咱们。宗主，今日宗门可热闹了，萧晨师兄当众扇了纳兰师妹一巴掌，那纳兰嫣挨了打，反倒还跟萧晨师兄撒娇呢。哦，还有这种事？这纳兰丫头莫不是真有什么怪癖？可不是嘛，弟子们都议论疯了，说她是个受虐狂呢。不过萧晨师兄倒是硬气，打完人还震慑了全场，现在好多弟子都把他当成偶像了。呵呵，年轻人的事随他们闹去，只要不触犯宗门规矩，掀不起什么大浪。宗主，门外又聚集了一批势力，全都带着各族天才，想送弟子追随入宗。眼前这个男人开局获得大帝修为，发展破败宗门至如今134级，已然名动荒古，引得全大陆势力争相拜访投靠。上批势力送来的天才，说是顶级势力来头不小，实则多数平庸，也就王鹏一人有9星潜力。几十个礼包开出来的东西，除了王鹏的豪华礼包开出2张圣人有点用，剩下的全是天王召唤卡，根本看不上，早就丢角落吃灰了。与其零散收徒耽误时间，不如择日统一选拔。真正的天才在民间，如今缥缈宗已是三府第一，也是时候扩展宗门了。又是不死神药，哼，就不能掉点像样的东西？刘苍，你去对外放出消息，就说我缥缈宗3月之后继续开山收徒，所有想入宗的弟子都可在3月后来参加收徒测试。是，属下告退。啊，没意思，又是这玩意儿。麻了麻了，这可是不死神药啊，连大帝都觊觎的存在，但在宗主眼里却一文不值。这几天时间，宗主不是调上来灵晶，就是调上来不死神药，虽然多是多了点，但也不至于嫌弃呀。颜如玉麻木的接过不死神药，随后归位垂首，继续陪同宗主调宝。而随着缥缈宗3次开山收徒的消息放出，荒古大陆像是被丢下了几千亿颗小男孩一样，瞬间全面沸腾了起来。卧槽卧槽卧槽！听说了吗？地宗要开山收徒了。什么？地宗？你说的是缥缈地宗？当然，整个荒古大陆，试问除了缥缈宗外，还有谁能称为地宗啊？缥缈地宗长老已经放话，3月之后继续开山收徒。卧槽，3个月！快快快，马上收拾行李，咱们西域离得远，要是去晚了可就赶不上了。哈哈哈！好，太好了，地宗终于开山收徒了，马上传令下去，号令神国全部天才来皇城汇聚报名，凡是通过者，本国主亲自派船送他们去东域。另外，只要是我神国之人，若能入地宗亲传者，直接任命为镇国大长老，家人享受皇室老主待遇；入内门者，封藩王，家人享受王爷待遇；入外门者，家人享受皇室各大供奉待遇。夫君，地宗开山收徒了，你不是一直想拜入大宗门吗？如今地宗开山，此乃天赐良机啊！以夫君的努力，定会入选的。夫君，我和姐姐在家等你，你去吧，到时候修炼有成，只希望你莫要抛弃我们姐妹。不必，你们与我已结为夫妻道侣，自当生死相依，要去一起去。众人视我为修罗，你们在这里，我又怎能放心？谁也别说了，马上收拾东西，与我一同前往东域，否则定打不饶。而在一片乱葬岗中，一位少年自坟中爬出，看着自己那已经被磨平痕迹的墓碑发呆。我明明记得自己被杀了，想不通怎么会从墓里爬出来。唉，我天赋低下，重新复活又有什么意思？陈天南摇了摇头，最终还是决定好好活下去，于是休息片刻便离开了乱葬岗。而当他离开乱葬之地，也遇到了人烟，只是得知距离自己死亡已经过去了10万年，陈天南的内心还是忍不住有着些许失落。10万年沧海桑田，连大地都可磨灭，故人逐渐凋零，好似风中落叶。估计就算同时代的天才，也早已消亡殆尽了吧。小兄弟，看你如此迷茫，不如去缥缈地宗试一试，万一被选中，日后必定平步青云。小兄弟，看你如此迷茫，不如去缥缈地宗试一试，万一被选中，日后必定平步青云。老人家说的对，我正是因为天赋不高才被人杀的，不过死了10万年都能活过来，鬼知道会不会发生什么奇迹呢？于是陈天南又有了目标，告别了老人家，直奔东域而去，既当重新认识这个世界，又当寻求逆天转运之机。如此情景发生在大陆的各个角落，大陆天才如蝗虫一般涌现，全都不惜亿万里之遥，远赴东域，只求圣天拜你。东域荒州，无数附近的家族势力也早早嗅到了商机，早在得知地宗开山收徒的第一时间，便开始全族行动。于是，在缥缈宗宣布开山收徒的当天，山脚下便有了第一家客栈、第一家拍卖会、第一家酒馆，甚至连第一家青楼都跟着孕育而生，形成了一片完美的商业区域。形成商业区也就罢了，让陈玄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当天晚上就有宗门弟子出来潇洒，成为了第一批客人。而有了前2次的经验，附近的势力们此次对商业区的构造也越来越完善，隐隐约约有一种要被打造成城池的感觉。
到处都是灯红酒绿，看一眼就不想走的那种。虽然还不算城池，只有雏形，但此处区域每日一变，范围每日扩大，物品每日增多，相信等不到开山收徒，这里就能成为天下第一城，成为全大陆最繁华的地带。对此，陈玄也没有阻止，只是笑了一笑，任其自由发展。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一人得道鸡犬升天，缥缈宗在，荒州便会越来越好。而在一些弟子享受生活的同时，头顶之上浩瀚星空里，他们的师兄师姐为了努力修炼，已然来到了一片浩瀚的陨落星海之外。这就是星空之上吗？这也太浩瀚了。好美，但又好可怕，这些光点竟然全是庞然大物。我曾身为大帝，见多识广，却从未见过这般奇景。星空无垠，果然连大帝也无法窥探全貌。漂亮是漂亮，不过会不会太大了一点？黑龙前辈，你说的那个能让人感悟黄级本质修为的地方，能找到吗？我们不会在里面迷路吧？放心，这是我老家，我对这片熟得很，绝对能够带你们找到的。璎珞师姐，你说这么多星辰里面有没有人生活？好奇这里是怎么形成的？这个我也不知道，应该有虚空生物居住吧？我知道，要不要我说给你们听听？这浩瀚星海类似一根手指或者一条河，而河流是生命的诞生源头，所以里面自然有许多生物生存，包括许多人族。而且这星海还是周围这片星空里最较繁华的地带，许多生物都喜欢来这里修炼。至于形成原因，据说这片星空曾经有7个与荒古大陆一样的星辰存在，而且距离很近。但有一段时候，这7个星辰之中诞生了2位仙人，这2位仙人不知为何失去了理智，打了起来，造成了7个巨大星辰与周围无数星辰全部被打碎了。久而久之，形成了这般场景。由于这片星海是以无数星辰为代价所形成的，所以陨落星海也由此得名。里面蕴含着无数宝物、秘境、机缘，也残存着无数生物。这些生物绝大多数都是这7颗星辰残存逃出来的，包括我龙族也是。那个地方只有我自己知道，虽然进入需要一定天赋，但相信以你们的资质肯定没问题。若是能进去，最少能连续突破数个小境界。有仙，黄极境突破难如登天，飞龙一句连破数境，却让众弟子满是不信。数个小境界，这么夸张？毕竟到了黄级之后，继续突破就更难了，怎么可能一下子就连续突破？信我，包的。看着飞龙信誓旦旦保证的样子，众弟子也选择了相信。黑龙前辈，我们相信你。不过你刚才说仙人之战，真的有仙人吗？这是不是真的？我也是听说的，不过7颗星辰被毁是真的。好家伙，不知道的事说的跟真的一样。有仙。此话一出，连黑龙都懵了，震惊的看向宁月道：宁月长老，你见过仙人？没有。我在期待什么？又浪费我一次表情。不过也正常，毕竟仙永远都只在传说中，连大帝都不曾见过的存在。莫说黑龙和宁月，恐怕连伟大的师尊都不知道到底有没有仙。管他有没有仙呢，我们先成帝再说。走吧，只要穿过这片星海核心区域，就到了我说的那个地方了。到时候保你们收获丰盛。对，先成帝再说，咱们出发吧。说罢，宁月、飞龙2人释放能量护罩包裹众人，飞速穿梭星海，沿途巨石、大陆一闪而过。仙人缥缈无踪，不到大帝后期，想了也没用，没必要徒伤头脑。师尊英明神武啊，安排2位准帝出手护送，不然以我们几人的修为，怕是几10年都到不了星海的另一边。很快，众人抵达星海另一端，眼神震撼地看着四周。虽然之前在荒古世家里工作，到处奔波，见识很广，但此刻仍是忍不住心中震颤。天地之奇特，万物之神奇。到了，就是这片区域。不远处，一名灵族少女正与一只漆黑虚空兽缠斗，飞龙见却忍不住冷哼一声：真晦气！看到灵族之人出现，脑子就想到了自己那狠心的未婚妻。虚空兽突然钻入虚空消失，灵族少女站在原地，眼眶通红，四处张望。可惜了，虚空兽一旦钻入虚空，就会很难锁定下一步出现在哪里，有可能就在附近出现，也有可能在极远之地才会重现。尤其是这个少女猎杀的还是一只刚入黄极境的虚空兽，体内蕴含的兽核也肯定进入了黄极，而一块黄极兽核内部蕴含庞大灵气，是支撑整个虚空兽能量的核心，可是价值不菲的。如此错失，就相当于损失了一批财富。眼下这个灵族少女明显已经捕捉失败。当然，关于虚空兽的知识，都是林凡等人刚到达星空魔虚的时候，在魔王宫殿恶补的知识。卧槽，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啊！师兄，虚空魔蜥朝我们来了。本已逃窜的虚空魔蜥竟主动折返，送上门的猎物让憋闷已久的众人瞬间沸腾。不愧是虚空兽族，防御力就是精悍。虚空魔蜥被震飞数百米，却毫发无损，扭头就要再次钻入虚空逃跑。看着虚空兽逃跑的方向，林凡眼神一眯，
缓缓抬手道：“剑来！”剑意透空锐响，虚空兽感受到了头疼，他正在吸气，而后瞬间被剑意洞穿。看到这一幕，四周偶有出现的身影，此刻全都停了下来，纷纷露出不可思议的目光，看向林凡等人，似乎在感叹他们的强大。不过林凡等人并没有在意那些围观的人，径直便朝着死去的虚空兽走去，准备取兽壳。但就在这个时候，之前那名与虚空魔蜥战斗的灵族少女却突然闪现在尸体旁，抬手就要开膛取壳。看到这一幕，林凡等人都懵了。这是来抢东西的，还是来捡漏的？捡漏的话，我们人还在现场呢。住手！是你的东西吗？上来就拿。这是我们猎杀的虚空兽，住手！哪来的野丫头竟然如此无礼！想要兽盒，最起码问一问别人要不要吧。我是灵族神灵教弟子。说罢，灵族少女不再理会众人，继续动手取盒。神灵教，众人更不解了，因为对方不但漂亮，说话也温柔，怎么听也不像放狠话。而且最主要的是，神灵教名气有这么大，抢了别人的东西，报个名字就行了。于是林凡等人纷纷看向飞龙，因为他们都知道飞龙的未婚妻是灵族的人。只不过飞龙听到神灵教后，也同样懵逼。看我干什么？我也没听过啊！就在众人懵逼之时，那名少女已然成功把兽盒取了出来。什么？神灵教？这东西不是你的！卧槽，这几个人类是哪里来的？好大的胆子啊！竟然知道对方是神灵教的人了，还敢不给面子？他们活腻了吗？还是真的没听过神灵教？不应该啊！神灵教一门双准地，是灵族所有人的信仰之地，威震陨落星海，怎么会有人不知道？听着围观人群的议论，林凡和飞龙等人当场就明白了几分。原来是有2个准地，大家都不敢得罪。不过双准地又如何啊？就算双大帝在这里，也没人能抢走我们的东西。我们走吧。站住！敢对我神灵教出言不逊，不道歉忏悔，谁也不能走。卧槽，还用神符叫人了。这神符可是核心弟子才能拥有的东西啊！这个女弟子该不会是和灵女一起来的吧？若真是这样，这几个人类就麻烦了。不可能，灵女怎会听核心弟子号令？顶多是灵女的护卫。议论声中，围观者越聚越多，气氛紧张。想让我们道歉？痴人说梦！区区神灵教也配和我烧秒宗相比？闪开，否则休怪我辣手摧花！狂！师兄，和他话直接动手就是了。果然，最狠女人心，古人诚不起我也。你敢打我，我和你拼了！师兄，不用出手，我自己来。自从入了核心层，我何曾受过耻辱？仅仅一击，灵族少女就被打得恢复了理智。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拼命是吧？来啊！不，我让你拼命，让你装逼，打的就是你。不要打了，不要打了，对不起。哼，走了。辣手摧花，这是一点都不客气啊！这群人到底哪里来的？这也太牛掰了！我靠，这打的也太爽了吧！我做梦都想搞一个灵族少女当婢女，为的就是能私下里欺负欺负。好家伙，这是完成了我不敢完成的梦啊！就在林凡等人准备离开之际，一道身影降临，俨然就是神灵教的灵女。卧槽，完了，灵女真的出现了！这就是传说中的灵女吗？她的身体竟然是透明的。你才知道吗？历代灵族之主的身躯都是这样，修炼到极致，能彻底与虚空融为一体。灵女大人，神灵教神圣不可侵犯，尔等罪不可恕，给我拿下他们！圣人威压如巨浪袭来，虚空震颤，锁定林凡等人，杀机毕露。同辈之争，生死有命，若是以大欺小，休怪本座手下无情。我操，这是准地护道，太牛逼了，比灵女的排场还大。准地出奇，我可以给你这个面子。既然是同辈之争，那就由同辈结束。但此次若是你再胆敢出手，纵然你是准地强者，我神灵教也必将灭你道统。神灵教一门双准地，乃是后期境界，
对方一名准帝初期，真的能扛住神灵教的怒火吗？看着灵女这股霸道的气势，飞龙气得简直牙根痒痒，因为他越看越觉得这个灵女和自己的未婚妻很像。同样霸道的说话方式，同样的不容别人反驳，这模样怎么和我那未婚妻一模一样？神灵教难道和他有关系？行了，别叫唤了，大家都知道你张了嘴，欺负小辈不是我的风格，但我现在是缥缈宗在边护山兽，岂会怕你一个神灵教丫头？你，哼，看招吧！你们上吧，把他给我往死里打，千万别留情。到了我龙族地盘，老龙给你们找小母龙，不喜欢龙还有蛟。果真吗？联手围杀，速战速决。五人乘机将之势散开，眼神锐利锁定灵女。这5人找死，灵女可是斩过半圣的存在，5人联手也不够看。哎，灵女还是太大意了，对方边上可还有一位准帝呢，就这么贸然出手，那准帝看起来都不像守规矩的人，这不是太冲动了吗？虽然是同辈之战，但灵女修为不凡，而且黑龙和宁月2位强者在这里，若还是1对1，那完全是属于白白浪费资源。谈行为，呵，不自量力。通幽神手。飞龙看到通幽神手4字，瞳孔猛然一缩，脑海中闪过记忆碎片，年少时未婚妻手持秘诀的笑脸，通幽神手4个字在记忆中炸开。这神通和他的一模一样。一声巨响，剑意与通幽神手碰撞，透明大手瞬间崩碎。虽然最终被灵女挡下，但整个人也是狼狈不堪。不错，这小子的应对比当年的我还利索。灵女倒飞途中，叶倾城看准时机，身形如火焰般闪至侧方，玉指轻点，口中吐出清冷4字：万古皆空。恐怖的时间气息瞬间扩散，如潮水般笼罩毫无防备。灵女修为当场倒退，脸色煞白，眼中满是难以置信。难怪他们不5人一起上，只是分散包围，原来个个都是高手，就为了防止我逃走。灵女大人。眼前这个灵女仗着自己神灵教一门双准帝，便叫嚣满宗皆是大帝的缥缈宗，最后却连人家宗门弟子都打不过。下方的灵女护卫看得内心焦急，想要出手，却被飞龙一个眼神震慑不可动。直到看见灵女冲向石林，他们才松了口气。还好是那个最嫩的丫头，看着就没什么杀伤力。就拿你开刀吧。灵女掌心凝聚能量，瞬间锁定身体，一道极其恐怖的幻觉，嘴角勾起嘲讽笑意，仿佛胜券在握。哼。上苍劫光，话一落，一道劫光冲破虚空，直刺灵女。不可能，这是圣人级防御的极品神兵，他一招就打破了。没等灵女从震惊中缓过神，一旁的慕容璎珞浑身迸发刺眼光芒，化作一轮微型太阳，抬手凝印，一尊虚幻大帝在头顶成型，神光缭绕。休得放肆，再灭他！灵女强撑伤势，打出一掌，但慕容璎珞的神力根本直接击碎他的防御，狠狠砸在胸口。灵女口喷鲜血，身形再次倒飞，朝着唐寅方向坠去。唐寅见状，抬手便是一招无尽缠绕，当场又把灵女刺回去。而后5人再次出动，同时对着灵女发起攻击。一时间剑影劫光，时间之力在灵女周身交织成网。不，我不能死在这里。就在肉体即将崩溃的瞬间，灵女周身之间突然凹陷，一股无形之力将她猛然拽入虚空，瞬间消失。太好了，这是教主留下的后手触发，撕裂虚空，带灵女回教宗了。对，我们快撤！看着护卫们遁走的方向，飞龙并没有去追，毕竟神灵教有准帝，杀掉这些护卫也不是他们的目的。走吧。飞龙带着缥缈宗众人缓缓离去，围观生物终于松了口气，议论声四起。牛逼啊！我本以为灵女已经是同辈之中无敌了，没想到还有5个人比灵女更猛，真不知道这5个年轻人是谁的弟子。是啊，希望那伙人背后是大实力，此次灵女重创，相当于打了神灵教的脸，神灵教绝对不会放过他们的，若是实力太小，怕是无法保住。道瑶，你们这么多人是要去哪里探宝吗？探宝不是，我们去神灵教看戏。神灵教圣女被人打成了猪头，动用教主留下的后手破开虚空，才跑回教宗的。什么？准帝境教主的后手都用了？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。哎，有事没事，我先走了，要不然撵不上大部队了。从小到大，我到哪里不是万人膜拜，毕恭毕敬，何曾受过如此屈辱？报仇，我一定要报仇，狠狠地折磨那5个人族。
师尊，你是百合，我是百合啊，师尊，我被人打了，你一定要为我报仇啊！是谁竟敢如此轻视我教？容为师推算一番，定为你报仇。呵呵，区区2个准地初期而已，竟敢对我教如此不敬，简直狂妄至极！来人，在！教主贴身女卫金菊、角梅，他们可是联手镇杀过后期准地的强者。师尊，你要派2位贴身护卫亲自出马吗？对，我灵族威震星海2万多年，太久没出手了，是时候给星海一点震撼了。你们2人去将那一伙人族的脑袋带回来。是。我操，这2个美女不会就是去报仇的吧？神灵教就派2个女人出去吗？这小身板能行吗？对方可是有准地啊！你懂什么？他们是教主贴身女卫金菊和角梅，也是准地强者。什么？2位准地？这下那伙人族死定了！快跟上去看看。一时间，神灵教派出了2位大圣镇压的事情，席卷陨落星海，各族头领闻之色变。另一边，星海中的空白星空内部，林凡等人也终于来到了飞龙所说的那块宝地。这里看不见摸不着的，不过也确确实实感受到了这片虚空里有另一片空间。飞龙前辈，这东西太缥缈了，又没有食物，我们怎么进去啊？嘿嘿，简单，老龙我自有办法。飞龙嘿嘿一笑，而后双眼同时收缩成斗鸡眼的状态，然后便开始在四周虚无的空间中摸索了起来。这里本来就是一片虚无，别说瞪成斗鸡眼，就算是瞪成白内障也是一片虚无，能在这空荡荡的地方找到什么？有了。好家伙，还真有东西。还好还好，看样子应该还能用一次。快进去吧，这是最后一次打开这道宝地的空间了，一旦错过就没有机会了。是，多谢飞龙前辈。师弟师妹，咱们走。这里果真是飞龙前辈所说的宝地，到处都蕴含着皇级奥秘，能让人更直观地了解到皇级境的核心，真乃天地奇观啊！是啊，仿佛让我等直接触摸到半圣门槛，也不知道是哪位前辈遗留还是先天形成，太不可思议了。众人盘膝而坐，无数皇级感悟涌入体内，接连不断的突破声响起，5人修为节节攀升。2位长老，他们一时半会儿出不来，咱们不必拘束。老龙备了好酒，不如对弈一番，到时去了龙族再好好招待你们。远处星空，一伙强者浩浩荡荡而来。这几个人怎么回事？明知道强敌来袭，竟然还稳坐泰山，牛逼呀！他们是不是把小贝藏了起来，故意坐等神灵教来人？哼，装逼遭雷劈。虽然同为准地，但这2位出马的可是斩杀过准地后期的存在，等会儿他们就露馅。女卫大人，就是他们，阻止我等相救，才让灵女被他们的晚辈打成重伤。2位女卫点了点头，目光一直没有离开飞龙等人。见对方仍旧没有在意自己，2人只觉得有一种被无视的羞辱感。还下。明月抬手抵挡，2股能量相撞，轰然爆炸，飞扩散万里。但现在四周当场去世。卧槽，准地之战恐怖如斯，快离远些，不然腰子不保。狂妄人族，准地又如何？伤我神灵教灵女，今日定要你们挫骨扬灰。刚才那一击的试探，飞龙和明月也察觉到了对方2人并不服气，于是对视一眼，当场便选择了速战速决，直接动用极道武器吞天魔冠。随后明月、飞龙2人同时注入能量推动极道武器，发起了看不下去的负一击。极道武器，他们竟然带着极道武器！结盾，快结盾，第2击要来了！9天神盾，无敌金身，万法归一，地若黄泉。一道又一道神通降临其身，看得远处围观之人全部傻眼。一个照面就把教主的贴身女卫打成这样，而且极道武器不是镇宗之宝吗？他们居然随身携带，这群人族到底是来自哪里啊？这也太猛了！他们不会想杀了教主的贴身女卫吧？这会让神灵教彻底暴怒的啊！极道武器的威压根本扛不住，这一击要是打实了，我2人便会当场化为灰飞。必须撑住，教主一定会来救我们。贯口再次威压弥漫全场。既然你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来找茬，那我也无需留情。特别是看着眼前这2盛气凌人的家伙，就想起我那背刺的未婚妻。你们取死有道。神灵
教教主那个在枯竭奇异空间里逆天正道的准帝，他竟然亲自出手了。这些人算是完了，除非他们也有后期准帝。呵呵，就算是同境，也不是神灵教教主的对手。绝境正道的准帝跟一般的准帝就不是一个层级。教主。吞天魔冠被夺，硬拼绝无胜算，只能寄希望于宁月的后手了。就在所有人都没有注意的时候，远处一直未动的洛飞轩忽然动了，朝着飞龙宁月方向冲去。林长老，这边。声音响起，宁月马上拼尽全力朝着洛飞轩飞去。一时间，二女相互奔赴的场景让所有人都疑惑了起来。他们俩这是干什么？都要死了还双向奔赴？卧槽，他们俩该不会是拉拉吧？宁洛岳飞轩合体。我操，这是什么妖法？两个人怎么就变成一个人了？这修为会提升吗？感受不到对方的实力，但看起来好厉害的样子。神灵教教主瞳孔骤缩，脸上惊愕一闪而过，随即恢复冰冷神色。哼，装神弄鬼，给我死！大地，天哪！大地凝视，我感觉呼吸困难，我出不来气儿了。我的灵魂在颤抖，我的心脏在恐惧。我感觉自己变成了一只皮肤，准地强者在大地面前竟然如此渺小。天哪！我只是想给徒弟出个气，没想到竟然会惹到一位大帝呀！老天，整个星海，甚至目之所及的整片星空，竟然出现了第二位大帝。地威铺天盖地碾压而来，教主脸色惨白，手忙脚乱，几乎直到武器傲天锤。地威撞上傲天锤，瞬间发出一道响彻九天、下沉九幽的沉闷之声，震惊方圆100万里内的所有修士集体吐血。快，关闭午时，别看别听，他们的战斗不是针对我们，我们别参与其中就没事。大帝手下留情。你这极道武器是哪里来的？神灵教教主瞥了眼飞龙，没有回答，又看向宁洛岳飞轩，见对方没有动手的意思，他暗暗松了口气，解释道：此乃我教祖师传承武器，名为傲天锤。傲天锤，不知道心中是悲痛还是感叹，他也没想到那个未婚妻竟然还以他的名字极道武器命名。这是嘲讽我当年的痴心，还是祭奠二人的过去？见状，宁洛岳飞轩也没有过多询问，只是安静的镇守在此，给了飞龙了却前尘往事的时间。你们教宗老祖可是叫做清河啊？你认识我家老祖？教宗开山已经过去2万多年，即便在教内，对于老祖之名也鲜有人知，他怎么会知道？还真是他。你们老祖死了吗？老祖大帝晚年时期预感危险将至，离开星海后不知所踪，至今未回。我就知道他肯定不会轻易死的。几万年前的老祖怎么会和他扯上关系？看起来还有仇。道友，你和我老祖有恩怨？何止是恩怨，是生死大仇。武名龙傲天。什么？龙傲天？这个名字如雷贯耳。他不是老祖的未婚夫吗？老祖留下的极道武器不就是龙傲天的肉身炼制而成的吗？老天，怪不得他知道这么清楚，原来他竟然还活着。晚辈见过龙族先辈。呵呵，少给我假客套。你们先祖夺我肉身炼制极道武器，还给你们留下当了传承，现如今又接连找我缥缈宗弟子麻烦，仗势欺人。今日既然遇到，就老老实实认命吧。等一下，龙族先辈，事情不是那样子的。我叫老祖夺你肉身是有苦衷的，若是不夺你肉身，灵族与龙族都将覆灭。苦衷？不要听他的。什么苦衷？若是瞎编乱造，休怪我无情，牵连尔等全教之人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当初星海之中最强者都为准帝，但星海之外却出现了一位天杀准帝。这个人前辈应该知道，和前辈属于同一时期的人，生性残暴，嗜杀成性，毁坏了不知多少生灵的家园，被称为将来注定以杀正帝的存在。天杀准帝回来了，此人和自己同一时期以杀入道，成名时杀了千万同族，连各大强者联手都只能将其驱逐。万万没想到，当年的事和他有关。是的，他来星海了。由于天杀准帝过于强大，回来之后准备屠戮整个星海，以此正道成帝。为了防止惨剧发生，
我教老祖只能请出无限接近大地的我族先辈出手。不过我族先辈也不是那杀帝的对手。先辈说，若想要彻底镇杀天杀准帝，必须拥有极其霸道的极道武器方可。而我灵族历代先辈早在暗中炼制极道武器了，只可惜历经了近万年的炼制，却还是差了一味材料。而当时唯有身为准帝的龙族先辈，你的肉身很符合那种材料。于是我教老祖为了整个星域的安危，便实施了对你肉身窃取的计划，最终炼出了极道武器傲天锤，成功将天杀准帝镇杀在了星海之外。为了星域牺牲我，好像是没错，但窃取我的肉身，竟然连一声招呼都不打，这事实在太突然。飞龙僵在原地，眼神空洞。宁洛月飞轩站在一旁，同样沉默不语。当时我族先辈解决了天杀准帝后，没过多久就陨落了。但我教老祖因为自觉的亏欠于你，还特意赶在先祖陨落前，坚持请求为你炼出一副肉身。还有这回事？是的，只是肉身炼出来之后，你已经跑远了。我教老祖派人四处搜寻，都未曾找到你的下落。为此，我教老祖立志变强，用你在数千年内连续突破正道大地，又用你剩余的骨骼和历代先祖剩余的材料，炼制了一件全新的极道武器，取名傲天锤，送给了龙族先辈们，以此护身。所以这一切都是我误会了。算是吧。既然先辈你回来了，那这件傲天锤就物归原主了，还请先辈收下。今日之事是我等不对，但前辈也知道，在星海之中，你强我弱，你弱我强，不神气一点，容易被人欺压。原来自己恨了这么多年，竟然都是一场误会。当初若是不跑，或许只是修为降低，和未婚妻产生一些隔阂，大概率还会和好。不过若是不跑，自己也遇不到缥缈宗，更不会以未来王者之姿归来。这大概就是福兮祸所依，祸兮福所倚吧。没了我的庇护，这些年龙族一定过得很不好吧？没有，前辈，自从你逃走后，我灵族老祖一直庇护着龙族，尤其是我教老祖成帝之后，龙族便是星海中第二大族。即便老祖大帝后期离开了星海，龙族依旧无人敢欺压。那就好。只是这段时间，前辈的族人可能遇到了一点小小的麻烦。什么麻烦？数百年前，星海之外的三木族大帝的尸体自己回来了。我龙族和三木族历来不和，看来灵族是畏惧帝师，不再护卫龙族了。大帝尸体而已，你们一门双准帝护不住我龙族吗？不是，虽然回来的只是大帝尸体，但几百年下来，帝师受到三木族不知是何秘法供养，竟然拥有了意识，相当于三木大帝复活了。复活了？我族和三木族可是死对头啊！他们若是出个大帝，龙族绝对有危险。那我龙族现在怎么样了？快告诉我。近100年的时间，龙族数量锐减，剩余的族人全都被三木族抓去挖矿了。前辈，我等也想过去救援，但三木族大帝复活后，把龙族成员全都被关押在黑暗区域挖矿。黑暗区域天生带有限制，所有圣人以上境界都无法进入，只有圣人以下境界才可自由出入。晚辈的师尊也曾试图跳入那些黑暗区域，想打探龙族消息，结果一进去就被弹了出来，而且还受到了禁制反噬。若不是前辈的肉身所炼制的极道武器护主，怕是已然身死道消。而且就算如此，晚辈的师尊也已经闭关疗伤近100年，还未曾痊愈出关。星空黑暗区域，星空禁区之一，里面生产各种矿石灵石，甚至灵晶，到处充斥着危险的虚空陷阱。一旦掉入，纵然是准帝也不能。大帝想要强行进入，会被削减到圣人修为，是唯一的先例，只能进圣人以下。而龙族肉身天生强大，哪怕遇到危险或者星空风暴，龙族肉身也能硬扛几下，更适合挖矿。龙族肉身强，就活该被抓去挖矿，太过分了，简直不拿龙当龙。难道我龙族肉身强，就活该被抓去挖矿？太过分了，简直不拿龙当龙。只是作为限制这么高的一个地方，我要怎么去拯救族人？虽然宁洛月飞轩合体能成为大帝，但这种合体有时间限制，最多只能侧影，绝对无法正面对抗三木大帝。难道要回宗门搬救兵吗？虽然宗门大帝多，但那片区域连大帝进入都会被压制，修为最多只能进入圣人，可里面圣人无数，进去只会被群殴。等等，群殴、林凡等人，他们从黄级宝地出来，修为最低也会达到半步圣人，个个天纵之姿，同阶无敌，身怀绝技仙经，救出族人只能靠他们。对，等他们出来，我无论付出什么代价，都要请动这5位。往事已去，就此作罢。多谢前辈，这傲天骨是您本体所炼，还请收回。不必了，前尘往事到此为止。龙长老，要不要杀了他？话音一落，刚起身的神灵教主双腿一软，直接瘫倒在地。
既然误会已经解除，就算了吧。好，此次看在龙长老的面子上，放你一马。若有下次，尽管自饶。是，多谢大帝前辈，多谢大帝前辈。合体大帝竟然尊称一头黑龙为长老，前辈，您究竟来自何方势力？我们来自荒古大陆缥缈宗，我只是宗门的护山兽。以后若是遇到缥缈宗的人，记得客气点，否则万一得罪了其他长老，我也保不住你。大帝级强者只是长老，护山兽都是龙族至尊。前辈，我灵族受您恩泽，愿助您解救族人，共战三木大帝。不必，我缥缈有大帝坐镇，他们定然不敢开启地战。但你们灵族插手，事后必定被三木族灭门。前辈，我灵族老祖有嘱托，要善待龙族，我等愿不计后果，只求将功补过。我说过，不用。见黑龙已经露出不耐烦，神灵教主也不敢再劝，无奈之下，终身告退。发生了什么？神灵教主就这么走了？看着神灵教主带着女卫离去，众人一阵发呆，不过反应过来后也觉得正常，毕竟那两个女人合体之后是大帝境界，神灵教主打不过认怂也很正常。于是众人眼珠子一转，然后纷纷朝着明月和洛飞轩拜去，请求能追随在大帝身边效力，用尽毕生最感人的话表忠心。我等无法做主，我们只是缥缈宗的长老，一切举动都需宗主定夺，诸位请自便。大帝竟然在宗门里说了不算，缥缈宗内难道还有真正的大帝存在？一位人族地宗，连合体大帝都说了不算，这绝对是超级离谱的大宗门，比三木族还牛逼。若能拜入此宗，追随准帝或大帝长老，是无上荣耀，前途不可限量。众人不敢耽搁，纷纷起行，返回族群禀报缥缈地宗的消息。星海各族得知荒古大陆有人族地宗，立刻挑选族中青年天才，开启星空旅途，准备拜访地宗，把自家天才送入宗门修行。全体出发，隔壁牛头族2个时辰前就上路了，我们不能落后。儿子，准备好了没有？要出发了哟！这次咱们去的是人族地宗，与我们同族，一定不能错失此次机会。无数种族从各地起飞，自驾战船，强者带队，弱小种族搭船，浩浩荡荡横渡星空。却因人族地宗现世，浩瀚星域，无数种族飞船，修士组成庞大千禧洪流，冲向星域另一边，只为朝拜地宗，追随大帝修行。我操，星海，出什么事了吗？怎么那边的种族都往我们这边来了？卧槽，不是要开战了吧？这也太突然了。不对，不是开战。你看他们一直在进行追，似乎在逃跑。难道是三木大帝苏醒后又发狂了？看样子好像真的是三木族打过来了。星海那边的种族都跑了，咱们也快跑吧！报，不好了，三木族打过来了！假消息四处横飞，星海另一边彻底大乱，小种族修士慌不择路，四散奔逃，而一些大势力大圣境强者升空，拦住迁徙队伍，客气询问。你是说，你们这么多人离开，不是因为三木族开战，而是荒古大陆地宗出使，去入宗拜师的？是啊，荒古大陆有人族地宗出世，已经开山收徒2次了。我们是去送弟子入宗的，还有事没事？没事，我们先走了。没事了。好家伙，幸好问了一下，不然也跟着跑就闹笑话了。随着强者散播真相，全星域种族一乐，随即立刻收拾行李，开启战船，全员奔赴地宗。另一边，星海奇异空间外，飞龙来回踱步，神色焦急。龙族从数百万条陨落到不足10万条，族人挖矿伤痕累累，被抓毒打，营救一刻也不能等。林长老、骆长老、林凡他们还没动静吗？不等二女答话，奇异空间突然剧烈抖动，猛然撕裂一道口子。爽，太爽了！真是一个好地方啊，只可惜只能吸收到半不圣人的地步。我修炼几百年才入圣，他们20多岁就半圣了，很快就要全部入圣了。林凡，你们终于出来了。黑龙前辈，出什么事了？你这是怎么了？我宁洛二人见黑龙无法表述，主动上前向众人说明黑龙族人的危险处境以及唯一的营救计划。黑暗区域只有圣人以下能进入，黑龙本想请你们几个拿着吞天魔冠进入救出龙族，可这几天打探得知，里面有数千黄级境，危险无比，他便想改变计划。不必改变计划，区几千黄级而已，我们一定能够成功救出龙族成员的。而且骆长老不是说连大帝进入都会被削减修为吗？这样的话回去搬救兵也没用，就让我们去吧。这本以为说出危险他们定会退缩，没想到竟主动赴险。改计划搬救兵只会让同族多受折磨，我实在不忍再等。黑龙前辈，我等愿深入黑暗区域救回族人。好，这是吞天魔冠与我的灵魂印记，你们悄悄将族人装入冠中即可。我与2位长老在外接应。吞天魔冠虽然是极道武器，但是进入禁区也会被限制，发挥不出实力。不过作为天然容器，却可以装人。三木族大帝正在闭关，只要带龙族离开矿区逃回宗门，到时候就攻守一行了。
此番大恩，龙族永世不忘。黑龙前辈客气了，我辈荣光义不容辞，我们即刻出发。快点干，今天完不成，谁也别想休息。风暴要来了，咱们快进攻躲避。看什么看，老实点。风暴来了，也给老子往死里干。你别说，抓这些龙族的人挖矿简直太完美了。在这个限制修为的地方，能硬抗宇宙风暴的也只有龙族肉身了。龙族被分别囚禁在4座矿区，每个点看守数百人，一动便会合围。我们先分头通知龙族待命，再让灵矿龙族闹事引走监工，趁机解决留守之人，装走龙族。5人分头行动，林凡趁监工休息，现身在一名龙族老者身后。没偷懒，我真没偷懒。你不要打我孙女，你打我，你打我吧。爷爷，不要打我爷爷，打我吧。我不是3目族人，你们看清楚了。爷孙俩愣住，抬头查看林凡额头，并无第3只眼。你是其他矿区的人吗？怎么可以来我们龙族矿区？我也不是其他矿区的人，在下林凡是来救你们的。不过想要救走你们全部人，还需要你们全体的配合。这是你们龙族的族人印记，你看吧。救我们的？让你来救我们的叫什么名字？是我们逃出去的族人找你们来的吗？是你们的先辈，名为龙傲天，意外得知你们的处境，所以让我等前来相救。如今就在黑暗区域外等待接应。龙傲天是谁？没听过啊。傻丫头，龙傲天是我们龙族先辈啊，是几万年前的人物。我就知道，傲天老祖不会轻易死的，他肯定会在别的地方成帝的。现在成帝后来救我们了。好家伙，比我还会做梦。不过能理解。于是林凡马上把龙傲天现在的修为和加入的势力说了出来。我瞧，我族先辈竟然只是准帝境界，还在别人宗门当护山兽。随着林凡将营救计划全盘托出，老者才不可思议的回过神。是，我马上就去通知所有族人，等候小道友的消息，便开始起义闹事。记住，千万别走漏风声，以免3目族警惕。是。看什么看？还不赶紧干活！要不是看在你在龙族有一定威望，杀了你其他人不愿意干活的份上，老子早就打死你了。老者立刻拿起工具干活，监工并未察觉异常。小王，我族傲天先辈找帮手来救我们了。通知下去，晚上的时候，东山矿区族人起义，我们所有人都汇聚在山洞外等待救援。太好了，我马上就告诉其他们。营救消息传遍4大矿区，龙族干活愈发勤快。哟，这些家伙开窍了啊！不枉我们每天鞭打，终于有了效果。不干活搞神，卧槽！在敖广拿到解药恢复黄级修为之后，主动带着龙族大部队向存放解药的仓库出发。而存放解药的仓库布满了3目族守卫，林凡则是制造动静，引走大半守卫。什么人？追！就在大量守卫追击林凡之时，敖丙带着1众族人从仓库直接攻打。杀！被囚禁挖矿的龙族，在敖丙的带领下，集体造反，冲向存放压制修为解药的院子。快来人！龙族的人反了，冲进库房抢夺了解药，速来镇压！速来镇压！附近100余3目族守卫闻讯赶往院落支援，不过抵达时，上千龙族已全部解除修为封印。双方激战，轰鸣声四起。不行，龙族数量太多了，先撤，去搬救兵。集合，紧急集合！龙族造反，随我前往东山矿区支援。随着大量守卫抽离支援，其他3个矿区的监工仅剩数人把守。干什么？你们想干什么？那个大人，你看那边是什么？快，进到这里来，我带你们出去。而叶倾城、慕容璎珞、石灵儿、唐英同步执行计划，解救龙族后前往林凡处会合。不好了，北山矿区的龙族也造反了，南山矿区龙族也造反了，西山也造反了。他们在这里，快来人啊！ 5人对视一眼，
并未理会这些追兵，而是全速冲向东山矿区。东山矿区的反抗已经有一段时间，若是去晚了，怕是龙族又被镇压，再难救出。他们跑了，快追！他们就5个人，上，快上！东山矿区随着3木族支援越来越多，龙族们也终于被大批修士包围在了一处。地面之上更是东倒西歪着无数龙族。敖广前辈，我们还要等多久啊？咱们分散闹事，负责吸引支援的人都被镇压了，我们就剩最后这点人了。是啊，救我们的人什么时候来啊？我们不会被骗了吧？救援一事绝对是真的，绝不可能是假的。我辈巨龙岂是贪生怕死之辈？大家一定要坚持到最后，给小辈们做出榜样。就算我们都无法逃出去，但还有其他3大矿区的同族兄弟呢，死也要坚持到救援的人出现。只要救援的人一出现，就代表着咱们分散在其他矿区的族人成功获救了。为了龙族，这一次绝不言败。是啊，数万万同胞会替我们报仇的，坚持到底，龙族不会亡。敖广，事已至此，还不束手就擒？难道你们真要自取灭亡吗？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。是吗？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在你面前将你们龙族青年全部烤了吃，到时你可别求饶。少年们，今天龙肉管够。龙族的道友们，我们来了，快进来！啊！你们终于来了，快走，进罐子！马德竟然还想跑，看招！无极光波！哟呵，竟然还能挡住！再来，水星诀！无敌剑意，万古皆空，混沌神光，上苍劫光，无尽缠绕。我操！那边的兄弟，能不能别管龙族了？快过来支援啊！扛不住了呀！快过来呀！我操！老子要被打死了！我被剑意洞穿了！什么东西缠着我了？我不能动了！我不能动了！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竟敢擅闯我3木族矿区，劫掠我矿区奴隶，难道是要与3木族作对吗？快去西德大殿，请3木弟子！不必了，本弟子已经来了。弟子大人，您终于来了！他们一个个都是妖孽之子，都属于同境界拔尖的存在，我们实在顶不住了，请弟子大人处罚。自己虽是圣王修为，但黑暗区域一切修为压制到黄级，实在无奈。若让这群人带龙族跑出黑暗区域，即便抓回也掩面丢光。眼下弟子加上我们，定然能拿下这5个妖孽。本弟子专杀天才，都退开！弟子，弟子，莫非他是3木大帝亲子？不过3木大帝不是死后复活的吗？难道这也能生儿子？弟子是大帝亲子，天生带大地荣光，体质、天赋、入性都远超常人，即便死后复活的大帝所生，实力也绝不会差。没想到弟子会出现在黑暗区域，但我们是宗主亲传，自身提升绝不比弟子弱，连弟子都比不上，何谈日后成帝？刚才那一拳能感觉到，名头虽小，实力却和我差不多。哈哈哈哈！你们5个人果真不凡，上千黄级都拦不住你们。不过在本弟子面前，终是蝼蚁，一起上吧！今日就让你们见识一下弟子之威。不过在本弟子面前，终是蝼蚁，一起上吧！今日就让你们见识一下弟子之威。虽然是圣王级太古神兵，但黑暗区域被压制，最多发挥极品神兵威力。
我要你们干！弟子威武！弟子太厉害了！1打5仍旧实力碾压！是啊，弟子加油！弟子万万岁！弟子牛逼！弟子！快来救我！我快扛不住啦！我操！快上！快上！救弟子！保护弟子！站住！别让他们跑了！快追！快追！我操！发生了什么？龙族暴乱还没镇压吗？我操！他们好像在追那5个人！我去！这5个人谁啊？竟然引得8300目皇级追杀，这也太猛了！是啊，好恐怖！黑暗区域可是大帝来了也被压制修为的地方，他们5个竟然还没被抓，这也太离谱了吧！一旦脱离黑暗区域，无数强者修为便会恢复，届时就算5万个同境皇级都能镇杀。追兵中不乏圣人圣王，弟子身边更有2位半步大圣和1位大神守护，他们全然没注意黑暗边界之外，3道身影隐藏在暗处，静静观望。快！龙都带回来了吗？带回来了，都在魔罐里。多谢前辈，敢问前辈可是我龙族先辈龙傲天？什么？他就是找帮手救我们的先辈龙傲天？族人们，我回来了，让你们受苦了。真的是我们的先辈，我们的先辈没有放弃我们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群龙又有手了！他就是我们龙族最后一位准帝吗？他终于回来了！龙傲天，我们龙族最后一位准帝回来了！什么？那是3目族的人！我没事，还能战，拼了，和他们拼了！对，和他们拼了！这群小可爱的，死也要拉上一个垫背的！原来有帮手啊，只可惜你们跑不掉了。哼！吾乃龙族龙傲天！今日过后，龙族无忧。诸君且听龙吟。不好，龙帝天音，抵挡！这一道龙吟竟震得圣王、大圣都无力招架。黑龙根本不像表面那么简单，后手极强，单单这一招就足以与大帝抗衡一次。龙族最强，龙帝天音，此术由上古龙帝所创，能从灵魂击溃敌人。同族聆听，伤者自愈，弱者变强，劫者生力。此术极难修炼，且以消耗寿命为代价。一龙迷，万龙生，整个龙族几乎无人修成。靠，这龙傲天到底是哪里来的一条龙？怎么会龙族绝学龙帝天音？扛不住了，我的神魂要被震散了！弟子身边的大圣怎么还不出手？不行，我要转头看看。
了。弟子身死，三木大帝必然震怒，所有人都将受罚，可他们根本撑不到那一刻。三木大帝不会放过你们的！昊天前辈，你太冲动了！我们好不容易再见到你，我们龙族不能没有你呀！行了行了，哭什么哭？看不出来我好好的吗？前辈，你看起来好好的，但我们知道你已经寿命无多了。谁告诉你们我寿命无多了？我就是灵气消耗严重，哪里用得到寿命？前辈，你真的没事？有个屁的事儿！行了行了，都起来吧。此次老龙我灭了三木族的大部分中上层力量，算是给了三木族一个重击。万一三木大帝醒来，咱们就麻烦了。大家快进魔观，老龙，我带你们去个好地方。无数星辰在穿梭中急速倒退，化作一道道白光，众人安心闭眼休息。他们却不知道，在他们离开后，整片星海彻底炸翻了天。无数星海强者顺着龙吟来到飞龙与三木族的战场，想要探寻龙吟来源。可映入眼帘的是满星空的三木族尸体。霎时间，无数种族被惊得头皮发麻，后背发凉。我操！这发生了什么？这些三木族都死了？好像真的都死了！快看，那边那具是不是对大圣境的尸体？死后余威缠绕，威压强大的都不能细看。我去，这些尸体有近万人了吧？难道是之前那道龙吟造成的？天哪，什么样的龙，竟然一嗓子震死这么多强者？难道是龙帝现世了？不行，此地太吓人了，快走！妈的，富贵险中求，饿死胆小的，撑死胆大的，老子豁出去了！哼，大不了一死而已。发了，好多宝物！我操，你们不要命了？这种红财都敢要？操！富贵险中求也在险中丢，求是十之一，丢是十之九啊！铁子，走，别管这群疯子了，咱们快走！这群修士刚跑远，捡尸的修士还在搜刮时，三木族强者赶到。该死！你们在干什么？快跑啊！大部分捡尸修士被当场打死，只有少数修为不弱的人带伤逃走。三木族修士准备追击，一道极度悲痛的声音突然响起：弟子死了！所有三木族修士一怔，齐刷刷看向声音来源，看到那具熟悉的尸体后，所有人心中一颤，无比恐惧。完了！弟子死了！这可是大帝复活后的第一个儿子，也是唯一一个儿子啊！怎么办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完了！弟子死了！这可是大帝复活后的第一个儿子，也是唯一一个儿子啊！怎么办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难道是灵族对我们出手了？可我明明听到的是龙吟声。龙族龙帝天音，竟然是龙族强者回来了！唤醒大地吧！让整片星空迎接大地的怒火吧！三木族8000顶尖强者全陨落了，是缥缈族宗弟子和龙族干的，他们居然杀了三木大帝的亲子！完了，
咱们各族族人早去了荒古大陆，这要是三木大帝迁怒，咱们都得被牵连。还好族人不在，总能保住一方。连神灵教都慌了，白莲教主带着灵女百合已经偷偷去荒古大陆躲着了。咱们也只能闭门打坐，谁敢出去送死？啊！缥缈宗，我必灭你道统！是三木大帝，这地位太恐怖了，他朝着荒古大陆去了，是要去缥缈宗复仇。还好他直奔缥缈宗，而且速度极快，肯定能赶在咱们族人前面。恩怨了结前，咱们暂时安全了。属下为救族人，得罪三木大帝，给宗门招祸，请宗主惩罚。师尊，不怪黑龙前辈，是我们主动要帮忙的。宗主，都是我独自决定的，与他们无关，求宗主罚我。我的花都被磕死了。事情因果本座知晓，你们不但无罪，反而打出我宗尊严，何来有罪之说？多谢师尊。宗主，对方也是大帝，我担心他会踏平宗门。区大帝何足挂齿，他敢来，本座就敢留他。你的族人可去外门乱谷山脉安家，守我宗规矩即可。多谢宗主。师尊，苍穹之上有地威，是三木大帝，他来了。天哪，这是大帝的气息！是大帝，确实是大帝威压！难道是缥缈宗大帝放出的威压？不对啊，缥缈宗最近也没出什么事啊，这威压怎么感觉像是带着怒火，好似来寻仇的一般，而且还是从星空里发出来的。寻仇？我知道了，大帝的对手永远是大帝，这肯定是缥缈宗大帝的对头来了！天哪，双帝齐出，大事降临！我操！这么说，咱们荒古大陆有2个大帝了？不行，必须去见见世面！对，必须去！8地9地，走，随我去东域拜见大帝！是大帝气息直奔主峰而来，速去主峰会合。缥缈宗找到你了。夫君，你快看缥缈宗上空，好像传说中的三木族啊！这个种族竟然真的存在。没想到区荒古大陆竟然还有仙人阵法，不过仙人阵法没有仙人催动能奈我何？这座仙人大阵竟然如此厉害，连我刚才的猛烈一击都能挡住，没有造成一点伤害，甚至连溅起的涟漪都只有3米，这点动静在这整座大阵面前完全就不起眼了。这要是传出去，绝对丢死个人，毕竟哪个大帝一脚下去不能踹爆一颗星球。破阵？不是吧，一脚下去连3米涟漪都没有，这么弱还敢来巡视？可我又能感受到他身上的威压，难道是在试探？嘘，我家老祖说他有大帝气息，这三木人难道真的是大帝？大帝？开玩笑吧，大帝连个地震都破不开，这不可能。虽然我是来报仇的，但面子依旧重要。想当年，我的主魂横跨万千小世界，在界海之中一人战3地，那是何等光荣！如今虽然只是一道神魂占据了身躯，但也不至于弱成这个样子啊！我操，真的是大帝！他是来找事的，肯定是缥缈宗大帝的对头！快看，那个三木大帝又要出手了！宗主，此人来者不善，属下愿意去灭了他，请宗主准许。灭了三木大帝，老天，你们没感受到地威吗？就是不怕，也不至于这么锤吧。宗主，那人是三木大帝，定然是找我龙族寻仇的，宗主切莫冲动啊！呵呵，区一个暮年大帝算个屁，我一巴掌拍死他。对，一个暮年大帝而已。宗主，让我去吧，属下手痒痒了。让我去。大哥二哥，你们先别说话，宗主还是让属下去吧。不急，敢来我缥缈宗找事，自然要付出代价。先让他破阵消耗一波，
总会再把他放进来围杀。我们根本不知道宗门有如此实力呀，竟然还想把大帝骗进来杀。原本以为最多打一场弹劾或者赶走，宗主这完全是王者姿态。给我灭！缥缈宗今日便是你的父母。这就没了。刚才那动静，我还以为要天崩地裂呢。一巴掌，就真只是一巴掌。这是他喵的大帝，确定不是大帝？这不会连护山大阵都破不开吧？好家伙，他彻底改变了我对大帝的看法。这阵法竟然真的拦住我，再不破开，大帝的脸面就彻底丢光了。给我灭！几十道大地神通足以毁灭太阳，竟被这阵法轻松挡下。既然破不开你的阵，那就灭了你这颗星辰。此话一出，全场修士胆寒，心生绝望。大地毁灭一方星空都轻而易举，更何况一颗星辰？星辰被毁，我们所有人都要死。阵法都破不开，也敢来报仇？既然如此，那就进来受死吧。我在这里，我们龙族跟你回去，你放过他们吧，他们都是无辜的。害怕却又勇于承担责任，不错，黑龙没有白救他们。你们杀了我那么多族人，还杀了我的儿子，岂能带你们回去那么简单？今日在场之人，全都要为我的儿子陪葬。话音落下，强大地威如同浩瀚银河降落，直逼在场所有人，欲将众人尽数镇杀。危机瞬间，宗主身前忽然出现一人，猛然释放自身地威，刹那间就将三木大帝的地威包裹其中，阻止其肆意破坏。几名亲传弟子与黑龙等人死死盯着林九幽，不可置信。林九幽平日行事极度低调，混迹在长老群中，根本无人将他与大帝联系在一起。若不是此刻挺身而出，宗内根本无人知晓他的真实身份。来之前，我便得知缥缈宗内有大帝，对方大帝出现也在预料之中。胆敢对宗主不敬，跪下！区一位大帝也敢如此狂傲？你以为单单靠你就能拿下我吗？话音刚落，又一位长老出现。林家姐妹，林八幽是我同一时期召唤出来的9个大帝。轰隆一声，林八幽释放地威，瞬间将三木大帝的地威范围强行压缩了一大圈。没想到缥缈宗竟然有2位大帝，万万没想到缥缈宗实力强悍至此，竟然足足拥有2位大帝。原来宗门竟然有2位大帝，怪不得宗主做任何事都底气十足。2位大帝确实棘手。这样吧，我只带走龙族和那几个年轻的弟子，此事就算作罢，如何？若不然，一战一旦打起，只会2败俱伤。报你，老七、小六，出来！4位大帝同时出手，哪怕是放在大千世界，也是相当炸裂的存在。更何况是在一个小世界内，我明明只是出来报个仇，怎么就引得4位大帝同时现身？难道这个小世界是大千世界的后花园不成？此番若是能结交4位大帝，那以后不管是在大千世界还是界海之中，都是横着走的存在，绝对比得罪他们来的实惠。何况区一个儿子而已，不要就不要了，无所屌味。哈哈哈哈！4位道友勿怒，我此番并非决意报仇，更想与4位道友结识一番呐。还请4位道友收起地位，一同品尝我从大千世界带回的极品悟道茶，如何？一时间，在场之人，不管是陈玄的侍女，还是内门长老，亦或者龙族长者，全都集体无语了起来，心中对三木大帝升起一股鄙夷之色。哼，宗主要怎么处置他？处置啊！龙族因他痛失家园，如今正缺一住处，把他炼成秘境，给龙族居住吧。练我？区一个狗屁宗主，也想练我？你也太不把一位大帝放在眼里了。
我操！我身边的都是大帝，这最少10几尊了吧？宗主手下竟然如此多大帝，好猛！我好喜欢啊！这些人竟然全是大帝，就算在大千世界，也不曾见过这么多大帝啊！你们竟然全都是大帝，我这就走，别动手！想走？当我缥缈宗是什么？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宗主，地区秘境已经炼制完毕，内城一方世界，灵气充足，带有险地，山脉巨大，山川宏伟，适合龙族居住。不错，黑龙，属下在。三木族杀戮无道，今日炼成秘境赐予你们龙族世代居住，希望你们恪守人族规矩，切勿与妖兽同流。另外，分天魔冠本座先收走了，等你安顿好族人后，还有别的事交代于你。是，多谢宗主。起来吧，林落2位长老，你们此番护卫弟子历练有功，这根极道武器便是我赐予你们，日后也可以用于防身。好了，都下去吧。是，属下告退。宗主，我说我房间有只猫会跳舞，你信吗？